我有9条命，能死8次。本以为可以随意正道天地，可却在我正道成圣的时候，却遭到了8位红颜知己的联合背刺。正当将我彻底斩杀之时，我却直接强行逆转时空，带着8位女帝和全部的记忆，重生回到和他们刚认识的时候。而当你双眼再次睁开时，你脑海涌入了大量的记忆，前世的种种你全都想了起来。要不是最后自爆逆转了时空，自己就真的死了。而此刻一道声音却打断了你的思绪：公子，你的衣裳洗好了。一个身穿薄荷绿长裙的小丫头端着一盆衣服走了进来，但随着一道光线融入到她的脑海，她本来开心的声音却是一顿，洗衣盆也砸在了地上。怎么会这样？楚灵有些不敢置信地盯着你，你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毕竟从无到有，从拥有到失去，爱哪里有什么永恒？现在看来这场背叛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你不是有9条命，为什么1条命都没有死，就选择了自爆？楚灵眼神伫立，隐约有剑气纵横，只能说不愧是9天剑姬。而你并没有去解释什么，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我有和你解释的必要吗？你轻松地说着，随即从储物袋拿出来了一张纸，这是你收养他后的卖身契。楚灵见此神色一动，其实这只是凡人之中的一种字句，没有任何大道法则的加持，即便是违背也不会付出任何的代价。只不过楚灵却将其视为了天大的屈辱，一边极度讨厌着，一边又无奈地履行着。而当你手中火焰燃起的那一刻，楚灵眼睛猛地瞪大。是的，你没有丝毫犹豫，就到街将卖身契烧掉了。行了，你自由了。闻言，楚灵莫名咬紧了牙关，绝美的面容冰冷，身体也不由得轻轻颤抖，她的眼睛发红。随着卖身契被彻底的烧掉，她的心莫名像是空了一块。明明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但此刻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而当她离开后，看着这周围熟悉而陌生的院落，她不由得想起了前世的种种。在这里，她和你度过了很长的一段时光，许多时候你都喜欢逗弄她，把她逗弄害羞之后哈哈大笑，也喜欢宠溺的看着她。有时候她帮你捏着肩膀，傍晚的夕阳洒落在2人的身上，那一刻她也觉得罗月静好。只不过现在一切都不可能发生了。她自嘲一笑，自己可真是一个贱货，竟然会惊喜欢上了同后人的感觉。明明将自己从楚剑山庄挟持出来，只控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回家。而当她终于愿意让她回家的时候，楚剑山庄已然不复存在。一想到自己的父母现在还在，她莫名的有些激动。她终干能再一次得见到自己的父母了。想到这，她立马就下山朝着楚剑山庄跑了过去，望着楚灵离去的背影。你知道楚灵肯定要回家，然而她不知道的是，楚剑山庄那就是一个魔窟。楚灵是先天剑体，楚剑山庄的老祖已经炼制了一把魔剑，正需要拥有剑体的人来祭剑。而楚灵当仁不让的被选中，自己把他救出来，强迫他跟在身边。而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就是因为不想让他知道他的父母亲人的爱都是虚幻的。前世因为有你的干扰，魔剑到最后都没有等到楚灵，直至最后实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只能拿那少庄主祭剑。魔剑成的那天，也就是楚剑山庄覆灭之时，想必现在楚灵回到楚剑山庄，整个山庄都会无比的开心。他们怕是怎么也想不到，竟然真的有明明已经逃出升天，还要回来送死的傻子。而此刻一道声音打乱了你的思绪，房门被一脚踹碎，身穿红衣的岳红玲满脸怒火走了进来。是的，她也恢复了前世的所有记忆。你见此有些怒了，一只手就掐向了岳红玲的脖子。今天你必须把我的门修好，做不到我就掐死你。你声音冰冷，没有丝毫的感情。岳红玲见此满脸的不服，眼神死死的盯着你，没有一点要服软的意思，但你也没有一点要松手的样子。此刻岳红玲窒息感越来越浓郁，她的脖子都要被你给掐断了。看着你眼中的冰冷，死亡的感觉犹如梦魇一般围绕着她。她没想到你是真的想要杀了自己。岳红玲心中满是不可置信，这还是那个永远宠着她、永远忍受她小性子的大师兄吗？不，自己还不能死。我修。嘶哑的声音响起，你这才将岳红玲甩到了一旁。我回来之后，门要是没有修好，你就死定了。此刻岳红玲捂着自己的脖子，一滴滴眼泪不断从脸颊上滑落。要是之前她踹碎房门，你最多就是惩罚她跟着你一起做门，而不是现在这样。最后岳红玲带着满腔的委屈，开始做起了门。此刻你则是跑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对着眼前喊道：老伙计，还在吗？丁我在。此刻面板在你的脑海之中浮现，这是一个辅助修炼面板，开始修炼。丁启动修炼，修炼功法自然不变，还是九命不死天经。这经文乃是昔日九命大帝所创，不过经过你的改造，这卷经文直接从原来的大帝之境达到了大道天尊的地步。而上一世你则是花费了2个月就完成了采气圆满的修炼，最终结成了天阶的元丹，被大道宗列为重点培养目标。上一世你本来也可以凝结圣元丹，只不过当时和岳红玲一起结丹，而完美归元丹只有1枚，你却将这1枚让给了岳红玲。而以现在自己的资质和重修一世，完全不需要丹药辅助结丹就能结成圣元丹。但突然你体内的一大半真气凝固，只有一半真气参与，你微微一惊，当机立断中断了结丹。随着一口鲜血吐出，你的气息开始变得萎靡。什么东西？你不由眉头皱起。丁检测到宿主身中天将之毒，你嘴角抽搐了一下。好，这么想让自己死，难怪前世自己在全力度万古大劫的时候，正在和过往的强者交战之时，力量却突然被僵硬了一半。果然是那群女人下的毒。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几个女人都对自己明明有9条命，却只活了1条那么好奇。原来她们是奔着弄死自己9次去的。好在自己现在是采气境，一半的真气不要就不要了，只不过它堵着体内经脉，让人非常的不舒服。而现在只有一个可行的方法，那就是突破元丹境，改变真气结构，化真气为真元，规则类将独自解。可是在自己只能动用一半真气的情况下，结成的元丹只能勉强达到地丹。而正当烦恼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了还可以用完美归元丹来进行突破。而此刻你刚起身，就听到大道宗之内有祥瑞之光绽放，有道钟响起，大道宗92代弟子白秋兰之徒岳红玲1月17天至采气圆满，破大道宗采气记录，赐绝品归元丹1瓶，真传弟子名额，自选神通2本。你听到这声音，
笑了笑，修炼的还挺快，到底也是一个大帝。不过绝品归元丹，岳红玲怕是看不上，看来自己要抓紧去拿那一枚完美归元丹了。另外算算时间，楚灵应该是要回到楚剑山庄了。你都不敢想象，楚剑山庄的那一群人看到消失的楚灵回来，到底会有多高兴。而此刻楚剑山庄之外，楚灵看着不远处这熟悉的山庄，一时间泪流满面。回家了，他终于回家了。无数个日夜，他都在思念着自己的父母，思念着自己的哥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这山庄还是很多年前自己离开时那般模样，而不是那一次自己回来时的破败。这一世自己一定要好好修炼，来去守护庄园，守护家人。楚灵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向着楚剑山庄走了过去。而此时的楚剑山庄，每个人都神色肃穆紧张，护卫相互警惕着。而楚剑山庄的矛盾则是一天比一天激烈，一切都源于楚灵的消失。因为他的消失，老祖把铸造魔剑的目光放在了少庄主的身上。庄主和庄主夫人只有这一个儿子，怎么可能允许老祖断剑？于是庄主和老祖的矛盾开始爆发。随着断剑到了关键时候，矛盾更加剧烈。护卫有的是老祖的人，有的是庄主的人，大家都可以预感到一场大战即将到来。这时候，衣衫褴褛的楚灵来到了大门之外。哪里来的叫花子？楚剑山庄也是你能来的地方吗？赶紧离开！一个护卫名为楚四，心地善良，不愿意让他人卷入这场斗争，直接进行驱赶。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大小姐，我是楚灵。楚灵兴奋地说道。闻言，门口的4个护卫全部都惊了。你是谁？楚灵，我是楚灵呀！4个护卫眼中都带着不可置信。不是，你都逃离魔窟了，怎么现在又带着这么灿烂的笑容回来了？你是傻子吗？放肆！哪里来的野丫头，还敢冒充大小姐？立刻给我滚，否则别怪我刀剑无情！楚四拔出长剑，大声怒喝道：楚四，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灵，我小时候你还经常抱我，给我吃好吃的，你难道忘了吗？见此，一个护卫突然跑进楚剑山庄，用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大喊道：楚灵回来了！先天剑体楚灵回来了！闻听此言，楚剑山庄一道道气息爆发。听到这个消息的所有人脸色狂变，急匆匆冲了过来。楚四看着楚灵一脸高兴，一脸憨厚的模样，忍不住有些痛苦的闭上了眼睛。轰的一声，一个身穿锦袍的身影跑了出来，甚至走出大门的时候，险些栽倒在地，随后一把将楚灵抱在了怀中。灵儿，你可总算是回来了，为父想死你了呀！他高兴的身体都在颤抖，一双虎目眼睛都红了。灵儿，又是一声惊呼，庄主夫人曾水月也跑了出来，一同把楚灵抱在怀中。你这死丫头，这么长时间都去哪了呀？连一个信都不回，你知不知道我们都快急死了？对不起，我被人挟持上了大道宗，他不准我和你们联系，现在我偷跑回来了，以后我再也不离开父亲母亲了。楚灵也是情绪非常激动，在父母的怀中，他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而此刻楚剑山庄少庄主看着归来的楚灵，脸上还带着不可置信。这一刻，他只感觉双腿发软。回来了，回来了，太好了，替死鬼回来了！楚灵回到楚剑山庄后，又成为了那受尽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小姐。灵儿，这是娘亲手给你熬的碧梗粥，你尝尝好不好喝？谢谢娘亲。楚灵脸上带着清纯的笑容，开心的说道：娘，你是这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儿，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和爹的。曾水月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傻孩子，今后难不成不准备嫁人了？一句话说的楚灵微微沉默。嫁人？嫁给谁？陆野吗？而前世见识到了陆野的风华绝代，世间还有哪个人能够再入他的眼呢？灵儿不想嫁人，灵儿只想永远陪在父亲母亲身边，和家人在一起。楚灵笑容有些勉强，好好好，不嫁人，快喝粥吧，一会就凉了。楚灵点头，端着碧梗粥小口小口的喝了起来。曾水月看着楚灵的吞咽，笑容更加慈祥。这一下，他的儿子彻底安全了。娘真好喝，好喝就多喝点，3碗碧梗粥下去。楚灵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娇憨说道：娘喝不下去了，喝撑了。傻丫头，那你先歇着，要是困了就躺在床上睡会。不多时，他就感觉到一股浓烈的困意来袭。不对，楚灵到底不算是完全的废物，他是当初和陆野并肩作战最多的一个。9天剑姬那也是用剑杀出来的威名，他急忙运转功法，中毒了？怎么会中毒？他回想自己所有可能中毒的情况，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碧梗粥之上。他眼睛瞪大，有些不可置信，粥里竟然有毒，这怎么可能？这不是娘亲给熬的粥吗？他以真气压制剧毒，想要探查一个真相，干脆伪装昏迷了过去。灵儿，你睡了吗？假装昏迷的楚灵听到了曾水月的声音，他没有回答。行了，他已经中毒，可以开始了。此刻曾水月的声音不再温柔，反而变得有些冷酷。房门打开，一群人鱼贯而入。曾水月和楚雄天看着昏迷的楚灵，脸上都露出了欢喜。魔剑终于可以炼制成功了，我的危机总算是解除了。楚世飞心有余悸地感慨道：哼，这次要不是他出于意料的回来送死，祭剑人就是你了。魔剑成后，你给我闭关修行1年，不将楚剑心法修炼到5层，不准出关。5层？娘，我哪里1年就能修炼到5层啊？岂不是要憋死我？不行不行，我受不了。你父亲说的不对吗？这次是这死丫头回来了，下次再出事，你实力不够的情况下，只能是任由他人宰割的鱼肉。楚灵听着自己视为一家人的对话，一颗心如坠冰窟，他不敢置信，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祭剑人回来送死，他竟只是祭剑人，要是让我修行到第5层也行。我有一个要求。楚世飞好像也明白了，这次长时间闭关是没办法，所以他趁机提出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曾水月问道。我要和楚灵独处半小时，反正他都要死了，老祖要的只是先天剑体，不如提前让我用一下，又不影响什么。臭小子，你在说什么混账话？楚灵算是你的妹妹，算是到底不是，她是那2个死鬼奴隶的女儿，明明是一个奴婢，要不是她体质好，能够成为祭剑人，她早就被我占了。反正我不管，要让我闭关可以，我就要她半个小时，要不然就让儿子独处半小时吧。曾水月竟然同意了，在他看来也是，反正楚灵已经要死了，她作为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儿子有多觊觎楚灵。此时的楚灵终于是看清楚了楚家人的真面目，他的脑海之中瞬间回忆起了无数的画面。公子，灵儿想家了，什么时候能够回家看看了？
不急，再等等。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一柄剑成的时候。当时他以为公子说的是自己这柄剑，而现在想起来，公子分明说的是这柄魔剑。公子求求你，让我回家看看吧，我真的很想我父母，是亲生父母，还是说异父异母？异父异母就是我的父母，灵儿，父母才是亲生父母，异父异母有时候可能会对你有所异心，不可能，我父母对我最好了。公子，你怎么能这样说他们？那个时候自己和公子吵了特别厉害的一场架，可当公子让自己回家的时候，楚剑山庄已经变成了残垣断壁，里边的人早已死伤殆尽。而此刻你看着光幕里边的景象，听到楚家三人说的话，你没有忍住，露出了畅快的笑声。你知道现在的楚灵肯定没有陷入昏迷，毕竟一个大地境重生归来的人，要是因为迷药就昏迷，那就没有资格称之为大帝了。画面仍在进行，在楚雄天的呵斥下，楚世飞并没能对楚灵做些什么，而是被众人带到了断剑之地，只等一声令下就将其扔下火海进行祭剑。而随着老祖的一声令下，楚雄天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就将楚灵扔进了火池。而就是在这一瞬间，楚灵睁开了双眼，双手结印，剑心通明，口中一口精血喷出，正洒在了魔剑之上。魔剑剑鸣，声音顿止。而此刻楚灵浑身却是漆黑的一片，可是他却在火池之中穿梭，一把握住了魔剑，冲天剑意的绽放。他发出了愤怒而嘶哑的大喝，随着一剑斩出，剑光爆发，化为惊天一剑，裹挟着火焰与仇恨，向着山庄老祖楚苍生刺了过去。楚苍生见此大惊失色，怎么可能？随着一道剑光划过，他的身躯当即就被剑光洞穿了，当场陨落。而当楚灵回头之时，他的双眼带着浓浓的怨恨盯着楚家父子。为什么？为什么？我把你们当做最亲的亲人，一个是我的父亲，一个是我的哥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声音沙哑地问道。两人这一刻都惊呆了，一个被他们视作废物耗材的楚灵，竟然一剑杀了老祖，那可是元丹境巅峰的老祖啊！而此刻楚灵又哭又笑，有些癫狂。他这么厉害，当然是被那个被自己视为仇敌的公子一步一步教出来的。而他到底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傻事啊？公子为什么不让他回来？分明是为了不让他见识到这楚剑山庄的丑恶，是为了保住他心中的那片美好的回忆，分明是为了他好。回想起前世的种种，楚灵彻底陷入癫狂，持剑就杀向了楚天雄，一剑接着一剑，楚天雄当场陨落。而楚世飞已经被吓得瘫软在地上。别杀我，楚灵，我是你哥哥呀！楚世飞疯狂的求饶，而他此刻却只感觉到了恶心，接着一剑又一剑砍在楚世飞的身上，就这样疯狂的折磨他，把楚世飞砍得遍体鳞伤。明明我这么爱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这样对我？明明我把你们看得那么重要，为什么？楚世飞好像也明白了自己必死无疑，他也癫狂了，爱我们，哈哈哈！楚灵，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爱，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异父异母，你只是爱荣华富贵，你只是爱别人对你的好，你知不知道？你逃离之后，把你卖给我们的亲生父母已经被我们凌迟而死了。楚灵，你就是一个虚伪的人，你谁都不爱，你也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我会变成鬼，日日夜夜看着你，看着你这样一个蠢货，终日活在痛苦之中。随着一剑斩出，楚世飞也死了，而楚灵则是提着剑走了出去。这一刻，外边的曾水月和众多护卫看着浑身焦黑的楚灵走出，先是一愣，随即则是脸色大变。楚灵，怎么是你出来了？而曾水月声音猛然变得尖利，他的嘴被魔剑当场贯穿。你们都知道我是祭剑的人。楚灵充满杀意的目光盯着所有的护卫，一群护卫沉默。楚四呢？这一刻，楚灵才终于反应过来，作为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楚四，为什么看到自己回来之后，立刻就要把他赶走？他怎么可能认不出来楚灵？他是知道楚剑山庄对于楚灵是一个魔窟，压根就不想让他回来。悔恨犹如是心骨一般撕咬着他的心，他也得到了自己的答案。楚四死了，他亲生父母死了，所有和他交好的人都死了。随着不断的回忆涌入，楚灵彻底陷入了癫狂，他只身提着长剑杀向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顷刻间惨叫声响起，整个楚剑山庄都化为了一片地狱。随着最后一人被彻底斩杀，楚灵来到了一个房顶，这个房顶是当时公子带着他回来的，就站在这里。而当时公子说活该，当时的自己却哭了起来，暗自对公子心生恨意。而现在想来，自己当时是多么的可笑。行了，不看了。此刻你挥手打散了光幕，楚灵已经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接下来应该就会有破音镜过来杀他，以他的状态必死无疑啊！此刻一道道房门敲击声打乱了你的思绪。陆野，你给我出来！为什么我动用宝物丹药辅助突破，会导致我凝成天丹？明明之前有辅助突破都可以完美突破，你见此有些怒了。只要岳红绫再敢破门而入，你绝对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斩杀。而房门外的岳红绫怒骂还在继续。陆野，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明明不用宝物丹药突破就可以凝聚圣丹，你真的是一个小人，彻头彻尾的小人。你闻言并没有去理会什么，毕竟你可是很懂岳红绫，最让他痛苦的事情从来不是打他骂他，不搭理他反倒是会让他更加难受。此刻师尊白秋兰也闻声赶了过来，看着快要把自己活生生气死的岳红绫，柳眉再次轻蹙。红绫别骂了，白秋兰劝阻道。岳红绫看到师尊，委屈一下子大爆发，当即哭了起来。她在白秋兰面前总是很柔弱，甚至有时候在修炼阴阳之道的时候，她都会对着师尊白秋兰哭。师尊，师尊，呜呜，我只凝结出来一个天丹。岳红绫哭着说道。不应该呀，你拥有大地记忆，更是有万古逆道经，哪怕只有极品归元丹，也可以凝聚出来圣丹才对啊，为何只凝聚出来天丹呀？白秋兰不解地问道。都怪陆野，我之前每次突破都是他给我带来一大堆宝物和丹药，说用来辅助我突破，可以让我突破得更加完美。这次我就找了一些丹药和宝物辅助我突破，结果那些力量不仅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将我的真气全部搅乱，这才变成了这样。岳红绫的话语
那叫一个委屈。白秋兰听到这话，顿时脸色一变，你这不是胡闹吗？你师兄对于各种能量认知造诣炉火纯青，万古少有，他每次使用宝物和丹药辅助你突破，都是修之又修改之又改，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你自己随便搭配哪里能行？白秋兰呵斥道。岳红玲听后有些懵了，他不是每次都是随便拿出来的吗？怎么就付出心血了？白秋兰见此有些恨铁不成钢，让你突破有如神助的辅助，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搭配出来？你之前还成为了大帝，难道还不懂吗？他们7人谁不知道陆野对于这个小师妹最操心？结果岳红玲自己竟然不知道，白秋兰都惊呆了，岳红玲也是愣住了。师尊是说每次我突破的辅助都是师兄千万次试验出来的，你说呢？你成为了大帝，自己去辅助别人突破试试，你看看别人会不会把你当做神经病？所以你可以骂所有人，但是唯独在突破这件事上，你师兄没有丝毫对不起你。现在快去和你师兄道歉。白秋兰严肃地说道。我不道歉，要是他不抢我的完美归元丹，我也不会生气使用辅助丹药的想法。这次凝结天丹还不是怪他抢我的完美归元丹才造成的。闻言白秋兰有些听懵了，你在说什么胡话？什么叫他抢你的完美归元丹？那完美归元丹本来就是你师兄的，怎么就变成抢你的了？闻言岳红玲这才想起来，完美归元丹本来就是师兄给他的，这丹药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压根就不属于他。我发现你现在真的有很大的问题，现在立刻给我去后山面壁思过，若是不想明白，不去和你师兄道歉，你不准离开后山。岳红玲还想说什么，可是他想想自己无论是说什么都无法在这件事上立住脚。哼，反正他拆散了我和凤舞邪，并且间接导致凤舞邪身死，这件事我还是不会原谅他的。说完他转身就走，不就是去后山吗？去就去。白秋兰看着你紧闭的大门，有些忧虑。陆野，你没事吧？你闻言嘴角微微上扬，笑话，你还有脸骂岳红玲？岳红玲我都不搭理，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搭理你吧？没有得到你的回应，白秋兰也是有些无奈，只能选择离去。此刻房间内的你气息微微一震，圣阶元丹在丹田之内绽放光辉，细密的纹路在圣丹之上蔓延，你的气息更强了。元丹5层，这样的修炼速度简直就是骇人听闻。果然在没有任何累赘后，自己的实力提升的速度快得匪夷所思，你压根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住自己的正道成圣之路。如此又过去10数日，这一天突然一个样貌丑陋好似被大火烧过的女人跑到了大道宗，但刚刚来到大道宗的山门之外，便狼狈地扑倒在地。什么人？负责守门的弟子大声呵斥。看清楚来人后，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不只是烧伤严重，还有一道剑伤。2个守山弟子面面相觑，按照宗门规矩，他们不能擅自救人，因为不知道对方是善是恶。而且看那女子手持的长剑，分明是一柄魔剑。陆野，我是楚灵。楚灵强撑着最后的力气，说出最后的话，随即便昏迷在台阶之上。这时候一个身影腾空飞来，长袍飞舞，气势非凡。不过他身上也有鲜血。看到大道宗山门后，他眼中闪过忌惮，却并没有太大的畏惧。道友，我追杀此人到此，无意冒犯大道宗天威，我马上带此人离开。利剑上人大声说道。说完他就要抓向楚灵，但此刻一柄长剑却刺了过来。不急，他报出我宗门之人名字，待我问问宗门之人，若是对方不认识，你才能将人带走。大道宗弟子开口说道。此刻利剑上人一阵心急，他觉得这个女人就好像是神经病一样。他在暗处一直知道楚剑山庄在炼制魔剑，魔剑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结果魔剑断成那日，他正好有事耽搁片刻。谁成想，等到他办完事来到楚剑山庄之后，就看到楚剑山庄尸横遍野，还有一个女人在房顶拿着魔剑又哭又笑，神经病一样，口中还在不停地说着我错了我错了，这不是纯神经病吗？然后他给了女人一剑，对方却不躲不避，他又给了一剑，对方还是不闪不避，合着这个丑鬼是一心求死啊！利剑上人有些无趣，就准备杀了他，带着魔剑离开。不过万万没有想到，本来一心求死的女人突然不想死了，当即爆发。这一个爆发可把利剑上人吓得不轻，而一个刚刚结丹的家伙竟然凭借恐怖的剑意和剑术和他过招，这让利剑上人大喜过望。然后这女人就跑，一边跑还口中嘟囔着自己要去赎罪，跑的那叫一个快。而很快消息便传到了你这里，是陆野师弟吗？门外有一女子被人追杀重伤，倒在山门之外。她说她叫楚灵，你可认识吗？你听到这话有些懵了，楚灵竟然还没死呢。随即你便开口说道不认识。随着那名弟子的离开，白秋兰突然出现，她双眼瞪大，不敢置信地看向你的房间，不可置信地看着你，你竟然真的见死不救。对方还是楚灵，那可是楚灵啊！不行，你不去救自己也要去救。虽然是情敌，可是念在往日同床共枕的份上，他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死去。白秋兰身影瞬间消失，而那弟子速度极快，一边离开一边就已经选择用传音室传音。师兄已经查明陆野师弟并不认识他。守门弟子点头回应，知道了，既然不认识，那便没有忽悠的价值。他看向利剑上人，人带走吧，不要污了大道宗的地方。利剑上人大喜，脸上露出笑容，连连点头，请放心，我立刻带着他离开。就在他的手距离楚灵仅仅只有数寸之时，一道蓝色寒气瞬息而至，直直打向利剑上人。利剑上人反应很快，急忙防御，随后他定格在防御动作之上，尸体交由你们处理，我要将此人带回宗门。守门弟子哪里敢管白秋兰，急忙答应。白秋兰看着楚灵此时的模样，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会变成这样？伤得太重了，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白秋兰不解，不过他第一时间就拿出来丹药喂向楚灵，而他的太阴之力太过寒冷，实在不适合帮别人恢复伤势，干脆带着楚灵去寻找师姐的帮忙。而当师姐看到这样的伤势后，也吓了一跳，竟然伤得这么重。孙若薇急忙开始检查，一边检查一边啧啧称奇，本来都应该死了，这该是有多大的执念，多大的意志力让他现在还活着？不过只要没死，我这都能救。经过各种手段的治疗，半天之后，楚灵嘤咛一声，终于睁开了双眼，他的眼神之中带着些许的茫然，很快又想到了什么，不由得狂喜。灵儿，你醒了。白秋兰松了一口气说道。而此刻楚灵的目光却是四处寻找你的身影，可是压根就没有找到。白姐姐，公子呢？楚灵急忙问道。陆野还在闭关之中，他没有出关。白秋兰说道。那是公子委托白姐姐把我救下来的吗？多谢白姐姐，我要去找公子。楚灵说着就要下床，白秋兰见此却是拦住了他。
他。我都说了，他在闭关，你现在重要的是好好的养伤，等到你的伤势恢复再去找他，或许他就出关了。楚灵轻轻的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那白姐姐能不能先替我向公子道个歉？我现在才发现，原来是我一直误会着公子，他不是要一直的霸占我，而是一直在保护我。或许不只是我，咱们其他人也误会了公子，他真的不是那样的人。你说你误会了陆野是怎么回事？白秋兰问道。楚灵眉眼之间满是暗淡，之前我不是说公子始终囚禁着我，不让我回家，而等到我回到家中的时候，整个楚剑山庄已然覆灭。当时公子还说楚剑山庄活该。回想到过往发生的事情，楚灵便止不住的落泪。我一直以为公子就是为了囚禁我，就是为了霸占我，让他拥有一个好看的奴婢。楚剑山庄的覆灭导致我从今往后无家可归，结果这一世我第一时间回到楚剑山庄，而这一次公子没有拦我，谁知道我回去之后，楚灵已经泣不成声。白秋兰轻轻地拍着楚灵的后背，她和楚灵同床共枕许多次，两人不止一次有过并肩作战的经历，关系难免很好。现在看着她哭成这样子，她的心里也不好受。谁知道我回去之后，我才发现假的都是假的，他们对我的好都是假的，他们的目的从头到尾都是把我当作炼制魔剑的材料。我是被选定的祭剑之人，我是我义兄的替死鬼，是公子之前不想让我看到他们的丑陋嘴脸，不想让我心中美好的回忆被毁灭，这才一直阻止我。公子从来没有对不起我，他一直在全方位的保护我呀。楚灵大哭了起来，结果他做了什么？他竟然对公子下天将之毒，他怎么如此狼心狗肺？得知真相之后，楚灵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念头，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他怨恨了那么久，拼了命也要回到的家，却是一个魔窟。利剑上人来到楚剑山庄的时候，对他出手，他不闪不避，好似一具行尸走肉。直到利剑上人说了一句：“真是可怜啊，看来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你留恋的人了。”那一刻，楚灵才恍然醒悟，这个世界上还有他留恋的人在。公子，他肯定伤了公子，还把公子伤得那么深，他要去赎罪，他要去祈求公子原谅，他要去抚平自己给公子带来的创伤。他拼死跑到了大道宗，总算是活了下来。白秋兰听到楚灵的话，内心一片震撼，原来竟然是这样。其实楚灵的遭遇他知道，当初他还为此训斥过陆野，陆野对于自己的训斥嬉皮笑脸，也未曾反驳。现在想想，他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害怕给楚灵造成伤害。白秋兰心中叹了一口气，看着楚灵的目光有些怜悯，但他想要获得陆野的原谅，怕是很难了。你先别想这么多，你当前要做的就是好好的疗伤，等到你的伤势好了，努力修炼，再成为公子手中最锋利的一柄剑。陆野的心很软，只要你持之以恒，他迟早会被你打动，原谅你的。白秋兰对楚灵叮嘱地说道。闻言，楚灵用力的点头，他的拳头紧握。其实他自己知道，公子从来都没有把他当做身边最强的一柄剑，公子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贴身照顾，他一定要取得公子的谅解。对了，还有一件事，今后不要再叫我白姐姐了，叫我白前辈即可。当初我混沌阴毒发作，陆野为了救我才行那不得已之事，后来一错再错，现在拨乱反正，我已经可以掌控混沌太阴之力，断然不会再发生之前那种事情，因此我和陆野再无可能。而此刻赤霞峰上被禁闭的岳红玲越想越气，他才不会去和那个臭师兄认错。不过话说回来，臭师兄真的对自己这么好吗？他也不是特别傻，被师尊提醒了一次，他以大帝的见识开始回想自己突破的时候，各种能量层层递进，一点一点的助力自己突破的情况。越是分析他越是心惊，不只是丹药宝物的情况，还有他自身情况的变化，这是多么夸张的计算量，他原来竟然从来没有注意过。哼，就算他对自己很好，那也不能。岳红玲脸上突然出现了些许的落寞，要是凤无邪没有死，他和凤无邪其实也不一定能成。师兄也挺好的，除了花心一些，主要是凤无邪死了，还是因为师兄拦着自己不让自己去救，这才导致凤无邪的身死。凤无邪的死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一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次是越长越深，最后变成了心病。岳红玲越想就越是难受，干脆开始修炼。此刻一身红衣于苍山绿树之间舞剑，而赤霞峰的一个少年看到这一幕，一颗心怦然而动，这大道宗竟然还有这般绝世的女子。他身影猛然腾空，一柄长剑落在他的脚下，向着岳红玲飞了过去。岳红玲见此有些懵，连忙停下自己的修炼，看了一眼少年，见过师妹，在下乃赤霞峰新入门大弟子灵狐无双，看到师妹所修炼拳法精妙绝伦，可否讨教一番？灵狐无双问道。岳红玲思索了一番，这才想起上一世灵狐无双好像是师兄拒绝了圣子之位后，他成为了大道宗的圣子，后来修炼到了很强的境界，却止步在了第8重天，在黑暗动乱之中战死。说起来也算是一个人杰，只不过岳红玲见的人杰实在是太多了，大帝他都认识一堆。小屁孩，你又打不过我，还是算了。岳红玲撇了撇嘴说道，你好像还没有我年龄大，那你在我面前也是小屁孩。看到岳红玲没有和他动手的意思，灵狐无双也不再强求，毕竟初次见面就和别人打架也是不太合适。你怎么自己在后山？后山是灵气最弱的地方，不适合修炼。灵狐无双问道。被师尊惩罚了呗？岳红玲语气无奈的抱怨道。啊，你犯了什么错？在灵狐无双眼中，他们才入门没有多久就被师尊惩罚，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哼，我才没有犯错，都是师尊是非不变，偏袒我那个臭师兄。等我解除禁闭，我肯定挠他痒痒，让他给我认错。岳红玲气呼呼的说道。灵狐无双闻言有些被震惊到了。不是，你刚入门就这么猛了吗？师尊的痒痒也是你能挠的，怪不得被惩罚啊。那偏袒你师兄是怎么回事？反正在后山也无聊，不如和我说说。灵狐无双笑着说道。那就和你小子说说。前段时间我把那斗师兄的门弄破了，他竟然掐着我的脖子让我把门修好，我不答应，他竟然要掐死我，真的掐死的那种。岳红玲吐槽的说道。灵狐无双听着有些懵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竟然为了一个破门就要动手杀人，还是杀自己的师妹？灵狐无双感觉一股火焰蹭的一下就燃烧了起来，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吧。就是，还有我门给他修好之后，我有事找他，敲他的门，他不由分说一拳就打我眼睛上，我眼睛当时就变成熊猫眼了。灵狐无双闻言急忙趁机看看，好美的一双眼睛啊，那双眼睛之中好似存在着星空皓月，不过其中一只眼睛还是可以看出来存在着点点紫痕。灵狐无双勃然大怒，如此美的一双眼睛，他竟然敢这样对待，岂有此理？他叫什么名字？令狐无双怒火攻心大声问道。陆野，好
好一个陆野，师妹，你等着，我必然会给你出气，让他给你认错。灵狐无双大吼地说道。谁成想激动的岳红玲听到他的话，突然就沉默了。师妹，怎么了？岳红玲有些被笑道。你打陆野，别闹了，你连我都打不过，还想和陆野打？还是算了吧，你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打不过。咚咚咚，敲门的声音响起，陆野睁开双眼，忍不住轻咦一声：灵狐无双，这小子怎么来了？按照时间轨迹来说，现在的他和灵狐无双还未曾有过交集。第一次有交集的时候，就是拳宗弟子大赛，他是冠军，灵狐无双是亚军。说起来，自从黑暗动乱，这小子死后，他已经有了约莫4000年没有见过了。不过修炼就是这样，强者随意的一次闭关，可能就是几百年、上千年。上一世陆野还心想，在地球上50、60的老人，个个人老成精，那修炼界的修士动辄活几百年、几千年，那智慧将达到什么地步？实际上，真的也就那样。甚至许多强者的智慧还不如在尘世之中摸爬滚打的普通人。修士的一生，修炼，修炼，修炼，然后去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挖古墓，找遗迹，搜寻灵物，然后修炼，修炼，修炼。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搞什么权谋啊、算计啊？拳头大就是牛逼，这就是修士的真理。打开房门，陆野看着灵狐无双，师兄，找我何事？陆野笑着问道。你是陆野？灵狐无双打量着陆野，看他一身青衣，面容俊朗稚嫩，青春气很足，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虽然眼神有些深邃，倒也不像是岳红玲描述的那般吓人啊。不错，我是陆野，你好像认识我。灵狐师兄大名，我自然知晓。2月12天凝聚天丹，实在是令人敬佩。灵狐无双的嘴角忍不住上扬，到底还是一个少年。错了，准确的说是2月11天，第一天入门我没有修炼，那就更厉害了。不对，灵狐无双瞬间反应了过来，脸色一正，我是过来挑战你的，少给我嬉皮笑脸。陆野愣了一下，挑战，好陌生的一个词汇，真是非常漫长的时间没有人挑战过自己了。好啊，陆野不介意指导几下灵狐无双，毕竟他也是一个英勇之人。灵狐无双，他总感觉有些奇奇怪怪的，哪里不对劲呢？是的，陆野表现得太友好了。算了，不想了，开打。灵狐无双手中出现一柄长剑，两人来到院中，拉开一定距离。你是什么境界？灵狐无双问道。他没有看清楚陆野到底是什么层次。元丹，放心来。好，那我便不客气了。瞬间，长剑泛起白光，攻击而来。长剑迅捷，陆野抬手轻轻拨开长剑，快速近身，一拳发出。灵狐无双摊手拦截，长剑回旋，剑还未至，陆野抬脚已经踹在灵狐无双的小腿之上，同时化拳为掌，反向擒拿，抓住灵狐无双的手腕，侧身用力，灵狐无双整个人飞了出去。他急忙稳住自己身形，回身一剑，却呲了一个空。陆野并未趁胜追击，灵狐无双眯起了眼睛，这是仅仅和自己切磋，倒也算得上是光明磊落之人。他的小腿一阵疼痛，对方脚下速度好快，再来，赤霞剑诀，白光化为赤光，瞬息而至。陆野闪身，长剑划过，灵狐无双正要变招横切，陆野的手拍在长剑之上，长剑剧烈颤抖，同时脚下再次侧踹，灵狐无双又一次身体倾斜，眼睁睁看着一只拳头在自己眼睛之中变大。不过在即将打中的时候，化拳为爪，同时改变位置，抓住灵狐无双的衣领，直接把他扔飞了出去。灵狐无双努力控制自身，这才没有摔倒在地上，还是下盘。灵狐无双被打得有些沉默，陆野也不说话，能提的点都在动作里边。他知道灵狐无双能明白，记忆我不如你。灵狐无双有些憋屈说道，废话，你若是有我强，那我那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但是我的领悟能力强，这一剑为赤霞剑诀第2式，你可以拦得住吗？陆野点了点头，请。霞雾孤飞，剑气化为霞光，映照整个院落。倏而霞光骤收，一剑快如惊鸿，瞬息而至，陆野一拳砸了过去，啪，剑气被一拳粉碎。至此胜负已经分明。灵狐无双，为何我从来未曾听说过你的名号？你那么强，不应该寂寂无闻啊。灵狐无双惊叹说道。陆野笑着说道，修而行之，是谓修行；修而敬之，同谓修行。千般修行之法，万般修行大道，皆为修行，殊途同归罢。你这听哪位大能说的？灵狐无双又是一阵震惊，看过一本书这样说过，觉得很厉害，所以背了下来，以为后来装逼用。灵狐无双竖起大拇指，我也记住了，今后找机会装逼。陆野对吧？我记住了你的名字，你很强，也很好。慢走不送，告辞。等到灵狐无双离开之后，陆野继续回去修炼。他现在的修为正在往元丹7层冲刺，不出意外，他应该是大道宗这一届的修为第一了。当然，现在的陆野并不在意这个虚名。灵狐无双走在路上，不由得有些嘀咕，这陆野也不像是红菱说的那么面目可憎啊。我看他还挺好玩，还挺温和的。红菱难道说谎了？也不对，他说的时候咬牙切齿，不像是伪装的，可那又是为什么？这时候，一个女子迎面走来，女子一身翠绿色长裙，面容娇俏绝美，皮肤白皙，一双眼睛又大又好看。虽然没有岳红玲个头高，但是颜值完全不弱于岳红玲。这白兰峰这么多美女吗？不过这美女看着娇俏，态度却很冷漠。路过她的时候，连眼神都没有给她一个，仿佛她就是站在路边的一棵树。这么漂亮的女孩，竟然是一个瞎子，真可惜。灵狐无双一直盯着漂亮女孩，然后看到女孩走到陆野的门口，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子，跪在地上，低眉顺眼，跪在地上 Sigma LLL， 卧槽，我他妈是在做梦不成？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不止漂亮，
他的实力还是元丹境，结果直接跪在了陆野门外。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女儿双膝倒乾坤，就这样给陆野跪了。灵狐无双目瞪口呆，足足持续了好几分钟。好家伙，刚刚才对陆野感官极好，结果就给他来这样震撼的一幕。他要是有一个这么漂亮的道侣，每天给他跪都行。等一下，灵狐无双这时候又反应了过来，这个女孩跪在门口，以陆野的修为肯定知道，可是他竟然没有开门，他就这样任由这个绝色女孩在这跪着。我的无量天尊，我的大道元帝，我的道家祖师，我的个圣人啊！这一刻，灵狐无双的三观完全颠覆。女人，漂亮的女人，从此在他心中不再高不可攀。楚灵跪在陆野房门之前，等待着陆野的原谅。他知道公子很讨厌别人打扰他，那他就不去打扰他。他知道公子心软，迟早会有一天会原谅他。他只需要等着公子，公子闭关，自己就在门口守着；公子出关，自己就在身后跟着。公子在哪，他就去哪。白兰宗后山，灵狐无双失魂落魄的来到岳红林身边。岳红林看了他一眼，没有任何意外，这个小屁孩和自己的师兄打，那不就是螳臂当车？他不知道师兄的身份还好，看师兄最多就是井底之蛙抬头望月。他要是知道师兄身份，再看师兄，那就是一粒蜉蝣望青天了。我输了。岳红林不开口，只能他来打破这份寂静。多稀罕啊，能够和我师兄交手，未来将会是你吹嘘很多年的资本。岳红林说道。灵狐无双长叹一口气，确实很厉害，也远远不及。不过等我再变强一些，我还是会再去挑战他的。他不像是你说的那般残暴无情，反而对我态度很好。灵狐无双说道。哼，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他就是对男的好，对女的特别冷酷无情。岳红林翻了翻白眼说道。这你倒是说对了，我和他切磋之后，本来应该离去的，结果我还没有走多远，就一个容貌很美的少女跪倒在陆野的房门之前，甚至陆野还没有出门将其扶起来。他对女孩子确实足够狠，那女孩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跪在那里。灵狐无双感慨说道。岳红林听到这话，目光一变，长什么样子？灵狐无双不由得沉吟了一番，很漂亮。废话，我能不知道很漂亮？臭师兄门口的女人哪个不漂亮？反正就是一身翠绿色长裙，手中还拿着一柄剑，眼睛很大很亮，看着非常乖巧。岳红林听到这种描述，才缓缓地松了一口气。楚灵啊，他还以为又是什么狐妹子来找师兄了。等等，岳红林突然一呆，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什么狐妹子来找那个臭师兄？关他什么事？难不成自己在吃醋？岳红林急忙摇头，口中连连念道：我才不会吃醋，我绝对不可能吃醋，我不会吃醋。灵狐无双 Sigma 度坏了，这个也是陆野的女人。他的三观在这一刻又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甚至是让他难以接受。难道说天底下的美女，你对她越是冷酷，越是残酷，她越是喜欢你？难道追道侣不是要贴心陪伴，而是要殴打？行了，我要修炼了，你先滚蛋，没什么事不要打扰我。岳红林下了逐客令。灵狐无双心中还在想着殴打这种事情，听到岳红林的话，立刻就想着付诸实践。师妹，我可以帮你修炼啊。两人切磋着修炼，更能明悟自身不足。我应该比你实力强上一些，咱俩练练手，你觉得如何？岳红林看了一眼灵狐无双那眼神，你难道不相信我比你强？灵狐无双勃然大怒。数分钟之后，灵狐无双被重重砸在地上，山石都被砸碎了，鼻青脸肿，浑身筛糠般颤抖，眼中带着不敢置信与恐惧。卧槽，白兰峰都是什么样的怪物？打不过他一个都打不过，哈哈哈哈哈！把灵狐无双赶走之后，岳红林修炼了一会，小小突破到元丹2层。不是，楚灵不是回家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还跪在臭师兄门口。岳红林不解的自言自语，不行，我得回去看看。岳红林就是这般心性，有事情搞不明白，带着疑惑，这比杀了他还难受。至于禁足，禁什么足？他和师尊情同姐妹，说禁足什么的，实在是太见外了。岳红林一溜烟的跑到师兄的院子，果不其然，一眼就看到楚灵跪在青石地上，默默的修炼着功法。楚灵，你怎么回来了？岳红林开口问道。楚灵看向岳红林，低低叫了一声：红林姐姐，别跪了，起来，咱们女修也是有尊严的，凭什么给她跪？岳红林上前就要把楚灵拉起来，浑然忘记了上一世自己跪的也不少这种事情。红林姐姐，我做错了事，这是我应得的惩罚，你不要管我。楚灵浑身抗拒着岳红林的拉扯，你做错了什么事？我告诉你，臭陆也小气得很，上一世送给我的完美归元丹，这一世直接不送了。这么小气的人，你就是在这里跪到天荒地老都没有用。岳红林故意大声说道。白秋兰身影出现，目光不善地盯着岳红林。楚灵这时候解释，我错了，公子对我的好，我不自知，竟然还埋怨他，还害他，不仅是把阴阳世道蛊下在他的体内，还给他下了天将之毒，我罪孽深重，我现在一切所受的惩罚都是我活该。天将之毒，白秋兰听到这个名字，忍不住一愣，这是规则类的毒素，其实能够对天尊产生效果的毒，世间都极少，更何况他们8人，每人想方设法寻找一种，自然是把这些东西研究透了。天将之毒，他们都不陌生。哎呀，这事都过去了，而且你的天将之毒不是并没有发挥作用，它就自爆了，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你压根就没有害他，所以你无需自责了。岳红林劝说道。楚灵却是流着泪摇头，不是的，不是的，天将之毒属于规则之外的毒素，即便是天将之毒当时没有发作，却不会被清除，而是永久的跟随在中毒者身体之中，无药可解。岳红林和白秋兰闻言，脸色同时一僵，两人相互对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中的一种莫名的慌乱。时光倒流，我们都重生了，天将之毒不会再跟着了吧？岳红林失神喃喃道。要是天将之毒跟着，那他做的事……岳红林猛然打了一个寒战，不敢想，不敢想。
许多毒，天尊境的鹿野能够扛得住，只会削弱鹿野的实力。可是要是天尊境之下，那些东西就不好说了。这时候，白秋兰悠悠地说了一句：“完美归元丹，天将之毒，怕是跟着鹿野一块回来了。”鹿野是什么人？白秋兰还是比较清楚的。他和鹿野没有什么仇怨，他只是一直以来不太能接受他和鹿野存在着的畸形关系。若是说原来还可以打着帮他缓解混沌阴毒的幌子，他不得已咬着牙皱着眉不堪受辱的模样，维持着这样的关系。那等到后来，他的混沌阴毒被解开，他越来越无法能够容忍这种不道德、不为世间所接受的关系维持下去。尤其自己是师尊，每天被骑士灭族，自己还不争气，这像是什么话？再加上其他几人的蛊惑，白秋兰内心无比挣扎，挣扎着就行动了。完美归元丹，完美归元丹，这5个字出来，直接在岳红绫脑海之中炸起一道惊雷，天将之毒冻结一半的力量，也就是说，师兄天将之毒发了。他只能使用一半力量去凝结元丹，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选择自己服用完美归元丹的。岳红绫声音急切地说道。白秋兰叹了一口气，多半是了。岳红绫这一刻眼眶变得红润，他咬住自己的嘴唇，咬出了鲜血，都浑然不知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傻事。一半真气凝结元丹，哪怕师兄前世再是天尊，也不可能凝聚一个很好的元丹，怕是连天阶元丹都没有。结果他只想着自己，只想着师兄宁愿浪费完美归元丹也不给自己，一丁点都想不到师兄不把完美归元丹给自己，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师兄，对不起。岳红绫对着房间大声的道歉，他终于道歉了，可是房间之中却没有任何回应。白秋兰是炼虚强者，不过他从来没有窥探过陆野，此时他也急了。天将之毒没有消失的话，那他所下之毒可曾消失？陆野，你还在房间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没有人回应。白秋兰咬了咬牙，终于动用神识去探查房间，结果房间之内早就空无一人。陆野呢？陆野早就离开了房间，一个楚灵在门外跪着，3个女人闹腾的不行。现在在陆野的眼中，天下之间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是他成道路上的绊脚石。他干脆找了一个安静地方独自苦修。他此时的修为正在向元丹8层冲刺，修炼速度快得吓人。当然，一味的苦修还是不行，必要的宝物他还是要得到的。比如说，大道宗里有一件古钥匙，晨光尽收，外人不知有何用。陆野却知道，这古钥匙是打开藏神岭的重要信物。藏神岭之中埋葬的是一位陨落的古神，古神的宝物其实也没有什么贵重的，但是古神的尸体却生长出来一朵神之血花，这神之血花数量稀少，却是他凝聚第一条命的重要宝物。神之血花、木灵珠、玄阴魂果，3件天才地宝缺一不可。对于合道境或者是炼虚境来说，这3个宝物或许不是特别珍贵，可是对于一个元丹境来讲，这3个宝物说是价值连城也不过分。所以他需要和前世一样，参加宗门弟子大赛，获得进入大道宝阁的资格。当然，这次比赛肯定是比前世轻松无数倍就是了。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已经来到了9月。山中冷得早，漫山遍野的枫树红如火焰。陆野的修为也达到了元丹9层，他若是想要突破，现在就可以突破，破丹成阴。不过元阴就是他的第一条命，还需要稳一手。既然还不能突破，陆野就想着卷上一卷，看看自己能不能达到元丹13层。当然，达不到也无所谓。咚咚咚咚，巨大恢宏钟声响起，漫天灵光浮现，威严声音响起，令各封封主带92代弟子前往大道坪集合。一时间，72封一道道剑光飞出，划过天空，共同向着主峰汇聚。美轮美奂，陆野谁也不找，一柄平平无奇的法剑落在陆野脚下，他乘风而起，向着主峰飞去。各峰人群聚集，陆野看到了白兰峰，也没有打算过去的意思。有意思的是，楚灵竟然也来了，他没有过去，白兰峰的几人却主动走了过来。师兄，对不起。公子，对不起。夫白秋兰张了张嘴，差点跟着2人一块道歉，急忙止住，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要是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来了一句夫君对不起，怕是不知道要惊起怎样的轩然大波。楚灵和岳红绫都是绝美的女子，再加上一个白秋兰，可以说一举一动都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力。看到2个绝色女子同时道歉，众人忍不住迷惑，啥情况？陆野对他们的道歉没有兴趣，要是道歉有用的话，那要刀剑有什么用？他迈步就离开，他走一步，3人跟一步，再走一步，3人再跟一步。陆野，算了，反正一会也肯定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那他也就不客气了。滚！3人脚步同时一顿，陆野无所谓，再次离开。那么多目光都看着他们几人，听到陆野的呵斥，刹那间，无数人瞪大了双眼。卧槽，我听到了什么？面对这3个绝色女子的亦步亦趋跟随和道歉，你竟然来了一句滚！他们3个是祝你久足了不成？楚灵神色稳定，脸上带着笑容，浑然不在意陆野的呵斥，再次跟了上去。岳红绫脸色青一块红一块，他是一个要脸的人，大庭广众之下被陆野这样训斥，实在让他感觉丢人。滚就滚！岳红绫气呼呼地向着相反方向走去。白秋兰心好累，她跟着岳红绫离去。陆野本来以为这一声呵斥会让3个女人全部离开，却没有想到楚灵还是跟了上来。不过就他自己，陆野全当看不见。大道宗的副宗主开始讲话：大道巍巍，人道惶惶，天有4纪，人有伦常，鬼魅往心，妖孽。不过这些话在众人的耳中像极了那种金秋9月，
秋高气爽，在这个红枫遍野的季节，我们迎来了第90届宗门弟子大赛。宣读规则，宣读奖励。副宗主便宣布，宗门弟子大赛正式开始。这场比赛，所有人都要参加，不准为战而怯，每个人都要全力以赴。2进1比赛制度，陆野听得明白，和上一世没有什么区别，那便可以正常进行了。比赛拉开序幕。这一代弟子入宗门已经半年的时间，普遍修行到了元丹的境界。大道宗到底是第一重天、数1数2的宗门，所收弟子的资质自然都在顶尖序列。3个月采气圆满属于天骄，半年采气圆满属于寻常天才。绝大多数大道宗弟子都是在3至5个月的时间将采气境修炼至圆满，再着手开始突破。擂台之上，弟子的出手已经有模有样，毕竟都是元丹境了，在尘世散修之中也算得上一方强者。实际上，大宗门弟子出门历练，前期还真的不一定能够打得过摸爬滚打的散修，只不过越凡后期，大宗门弟子就会越强。元丹境对于大宗门来说是起点，但是对于许多散修来说，可能就已经是修行的终点了。有弟子表现出彩，顿时引起一片片惊呼。不多时，岳红林上场。现在的岳红林已经在大道宗有了一些名望，1月17天采气圆满，直接刷新了大道宗的采气修炼记录，甚至险些刷新了整个第1层天的采气修炼记录。再加上其绝美的颜值，外加那一双比命还长的笔直长腿，着实让人念念不忘。这不，岳红林刚刚上场，场下就发出了欢呼与惊叹。不过也有人目光止不住的往陆野那里看，因为这厮竟然让岳红林滚。岳红林心中有气，他现如今是元丹5层，修炼速度也很快，对手不过是刚刚晋升元丹，一脚下去，快到对方无法反应，只是感觉一袭酒红身影闪烁，便已经腾云驾雾飞出擂台。太快了！许多观战的长老止不住的点头。好苗子！之前许多人竟然看走了眼，认为岳红林资质也就那样。又过了一会，楚灵的名字竟然真的出现了，他真的加入了大道宗。公子，我去了。楚灵声音温柔的说道。陆野看着前方，无事不闻。楚灵眼中露出了一抹苦涩，心脏止不住的密密麻麻的疼。此时的陆野所表现的行为，越发让他怀念曾经的陆野待他有多好，当然还有他到底有多么蠢。这样的一幕落在所有人的眼中，很多男弟子忍不住咬牙切齿。不是，他在装什么呀？还有，这犹如出水芙蓉一般的女孩，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漂亮的女孩子，竟然是一个舔狗。楚灵走上擂台，对手同样是一个女弟子。楚灵正准备出手，结果对面女弟子却开口说话：“师妹，你是怎么回事？他对你明明已经算得上羞辱了，你为何还要上赶着去贴他？”我被修饰，虽然为女，却并不比男子弱上分毫。我看你实力也是很强，模样也是绝佳，更是用剑之修饰，这般行为实在是为女修抹黑。为剑修抹黑，你若是被他欺压，被他威胁，尽可以给我说，我必然会给你找回公道。楚灵听着对方的话语，轻轻的摇头，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公子于我是比剑道还要重要的存在，多谢师姐好意。那师姐瞪大双眼，你可知你说的是什么混账话？你一个修炼剑道的，剑道不是最强的存在。楚灵每一句话都是来自真心。好，冥顽不灵，今日我便将你打醒。不远处，孙若薇听到了楚灵的话，止不住的看向白秋兰，又看向陆野。陆野的模样却是清秀俊朗，犹如山间清风，天上明月。可这样的模样，普天之下没有10万也有8万，单单是大道宗比他帅的就有一手之数，到底哪里能够让楚灵这般死心塌地？还有那个可怕的称呼白姐姐，不行，自己必然要探查一个究竟。陆野对于大量的目光锁定，置若罔闻，随便看，爱怎么看怎么看。他道心重塑，只会比前世更加稳固。区目光不足挂齿，那师姐悍然出手，手持长剑化为清风，同时3个身影围着楚灵展开攻击。楚灵动了，幽光似游鱼，似霹雳，火星迸溅，剑锋相知。黑色魔剑剑尖已经停在了女弟子的咽喉处，女弟子持剑的手指不住颤抖，眼神之中带着惊骇。不只是她，许多人眼中都是惊骇连连。负责比赛的长老，有的更是眼中露出骇人的光芒，那是剑道长老。他能够感受到楚灵的剑意何其纯粹，何其强大。一个恋爱脑就能够把剑意磨练至此，若是心无旁骛醉心大道，那还不得起飞喽？甚至有人产生了找机会把那个陆野弄死，觉得这样一个剑仙恋爱脑的念头。承让。楚灵收回长剑，轻声说道：“白兰峰，楚灵胜。”楚灵跳下擂台，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陆野的身边。公子，我赢了。楚灵眼睛亮晶晶地看着陆野，好似在等待着他的夸奖。陆野闭目养神，完全不搭理。楚灵有些失落，好久都没有听到公子夸赞自己了，原来习以为常，现在无比怀念。这一幕又被许多人收进眼底，心中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对于陆野的怨气之大，足以复活100头邪剑仙。有见修长老甚至对于陆野的杀心更重。4个人之后，轮到了陆野。看到陆野上场，这一刻，更多人知道陆野的名字。古清，加油，打败他，让其他人清醒。这样的一个不懂怜香惜玉的男人，有什么好的？一定要狠狠地蹂躏他一番。众人一同为那名叫古清的弟子加油。陆野对于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应当是萍水相逢。不过对于场下熬得最努力的那个名叫刘一水的年轻人，倒是挺熟悉的。古清上场，比赛开始。古清正准备说话，陆野一拳砸了出去，一道透明的拳印化为磨盘大小，速度飞快，向着古清砸了过去。古清大惊，急忙一声怒吼，手中长刀狠狠劈了过去。
刀光破碎，连人带刀一同飞了出去，飞出了擂台，一大口鲜血喷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四周的叫嚣生疏而一静。承让，陆野下了擂台，风轻云淡，帅得让人无话可说。这一拳的风采，简直就是打在所有人的心窝，快、准、狠，犹如艺术。这一届当真是出了不少的好苗子。副宗主纪长明感慨说道：“是啊，尤其是白兰峰的最为夸张，一个岳红灵，一个楚灵，一个陆野。没想到白师妹不止自己善于修行，教导弟子也是如此厉害。那这第一之争，怕是要有一场龙争虎斗了。那不一定哦，怎么说？他们实力强不假，可是情感未免也太过丰富了。你看那楚灵，满心满眼的都是陆野，若非陆野拒人于千里之外，楚灵现在已经钻进陆野怀中，我都不意外。纪长明，还有那岳红灵，这么点时间，岳红灵已经偷偷的看陆野不下于30次。纪长明，还有白师妹。”白师妹虽然未曾看向陆野，可是她的脑袋总是想要往陆野方向转，每次转到一半都被他强行扭了回去，这我就有些不太能看懂了。纪长明眉头皱起，他一度有些怀疑的看向四周：“纪师兄，您在看什么？”纪长明皱眉说道：“我再看看，我现在到底是身处大道宗，还是身处在合欢宗？不得不说，确实有些古怪，很古怪。”一轮战斗结束，淘汰一半人，没有停歇。第二轮比赛开始，3人继续挨个上场，皆是一招败敌，实力深不可测。原本热门夺冠的几人，在3人的出手之下黯然失色，在心中直呼妖孽之名。没办法，毕竟是大帝重生归来，经验和功法神通全部都在，对于当世之人，完完全全就是碾压。第2轮过去，第3轮开始，天才之间的交锋也越发精彩，引起一声声欢呼。楚灵和岳红灵上场，欢呼声更高。不过只要陆野上场，全场就瞬间寂静，就好像约好的一般。陆野也不在意，这次陆野的对手是一个天骄，名为李九明，属于问道峰这届弟子的第1人，正儿八经夺冠热门选手。我不信你还能一拳。他话都没有说完，陆野的拳印便来到他的面前。李九明双手快速结印，一道土黄色的护盾带着华丽而玄妙的符文绽放，这是龟灵盾，防御力很强。当拳印接触到龟灵盾的瞬间，大量的裂缝出现，随着一声脆响，拳印便以摧枯拉朽之态破碎龟灵盾，顺带着连李九明打下了擂台，一片哗然。李九明的实力不可谓不强，现在已经是元丹4层，更是问道风倾力培养的弟子，结果还是一拳被结束战斗。这个陆野怎么会这么强？太妖孽了，实在是太妖孽了。我突然觉得那楚灵对陆野如此卑微，我竟然也觉得可以接受了。陆野确实很帅，这一届的弟子怕是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白长老也太猛了，他到底怎么教导的弟子？我现在投入白长老的麾下还来得及吗？众人议论纷纷，可以肯定，陆野这个名字彻底进入了这一代所有的弟子心中，一拳打碎龟灵盾，牛逼！第4轮，现在所战斗的已经只剩这10几人，打起来很快。而这一次，陆野对战岳红灵，一个个弟子的眼睛都亮了起来。来了！截止到现在，陆野、楚灵、岳红灵都是一招解决战斗，大家压根就不清楚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现在让这2人碰上，可以想象到必然会有一场大战发生。岳红灵眉头皱起，碰上陆野了？开玩笑，他怎么能够打得过陆野？但是就这般让他认输，他又不是特别甘心。同为元丹境，打个试试。随着前边的比赛一场场打过，楚灵还是一招解决对手，强大的令人感到发指。终于轮到了陆野和岳红灵上台，师兄，请指教。先说好，不准打脸。岳红灵娇俏地站在陆野对面说道，她一身红色战裙，身材窈窕，双腿白皙发光，未有丝毫瑕疵，完美到了极致。陆野笑了笑，一拳隔空对着岳红灵的脸打了过去。对不起，他现在的年龄正处于叛逆期。说的不让打脸，岳红灵一阵气急，却没有停下自己的动作，万古逆道经文运转，道明在体内不止，真元化为洪流，同样一拳挥出。此刻岳红灵无畏无惧，无畏大帝的无畏神拳带着破釜沉舟之勇，狠狠地和陆野的拳印碰撞。轰！一声巨大轰鸣响起，岳红灵的拳印被摧毁，巨大的力量犹如惊涛骇浪扑面砸来，正中他的面庞。砰！岳红灵倒飞了出去，绝美的俏脸此时犹如桃花一般开得红艳，都是鼻血。岳红灵鼻子酸痛，眼泪簌簌。臭师兄，我和你没完。陆野不搭理他，什么档次，还和他没完。看到岳红灵凄惨的模样，许多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乖乖，看起来陆野是真的对这2个女人没有任何的兴趣，我们是不是误会陆野了？还真别说，有可能。但凡是有那么一丁点怜香惜玉之情，也不会把岳红灵打成这个样子。或许正是因为他对于这2个女人没有任何的意思，反而被纠缠的不行，这才下手这么狠。要是这么说的话，陆野也挺惨的。你想想，你不喜欢女人，只喜欢大道，结果有2个女人好死不活的非要凑在你的眼前，天天晃，天天想成为你的道侣，你什么感觉？这2个女人是谁？就说是岳红灵和楚灵吧，我挺高兴的。什么你挺高兴的？我是说，在你只喜欢大道，不喜欢女人的前提之下。哦，那我也挺高兴的。滚滚滚！要我说，男孩子一个人在外边，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陆野没有想到，自己一拳下去，愣是把自己的口碑打得翻转。所以，西格玛男人永远的神。岳红灵咬牙切齿地回到白秋兰身边，孙若薇看着这一幕，
眼珠子转了转。岳红玲也喜欢陆野。白秋兰啊，白秋兰，你们白兰峰到底存在着什么秘密？目前看起来是岳红玲最傻，看来自己要从岳红玲身上下手比较合适，找个机会一定要探探岳红玲的话。比赛继续，大道宗到底是牛逼，一场弟子大赛直接要在1天内结束，这就是大宗门的效率。要是其他的宗门，一个弟子大赛打上3、5天属于常见，打上10天半个月也是正常。可能这也是大道宗的风格，有时间看这群小被菜鸟互啄的比试，还不如省下来时间让自己修炼一下。没看到宗主都没有出现在这种场合之下，季长明怀疑大道宗立副宗主的原因，就是因为宗主不想耽误太长时间用来管理宗门之事。第5轮，陆野对阵灵狐无双，灵狐无双被陆野打过，自然知道他的实力，我已经弥补了自己的缺陷，不过看来还不是你的对手。灵狐无双开口道，陆野也是在擂台上第一次开口，知耻后勇，不断精进才是修行之道。灵狐无双沉默一下，多谢，不客气。那你为什么总是对你师妹如此蛮横？灵狐无双不解地问道。陆野笑了笑，也不回答，他双指并列，一道剑意在他的双指之间汇聚，一指点出。灵狐无双脑海瞬间警铃大作，他看着这奔袭而来的剑光，仿佛看到了无穷剑的奥义。飞侠观仙，叮，剑光和剑光碰撞，灵狐无双身上骤然迸发出无数的血痕，他的脚步一退再退，一直退到擂台边缘，才算是勉强止住。陆野没有第二次出手，灵狐无双脑海之中清晰的浮现那一指所迸发的剑意，思之又思，想之又想，我认输。认输之后，灵狐无双深深鞠躬，跳下擂台便盘膝而坐，闭眼领悟。陆野转身离开，一个个长老瞪大了双眼，脸上带着不敢置信。这剑意惊艳绝绝，匪夷所思。之前陆野所表现出来的都是一拳解决战斗，属于一力破万法的情况，而这双指并剑却让所有人看到了陆野的剑道造诣，堪称恐怖。白秋兰弟子，我去和秋兰师妹讨要，她不是专门剑修，这种剑道天才必须要教给我教导才最合适。放屁，你还打不过我，应当由我来教导。这一道剑气太牛逼了，我感觉我都不配教导他。不行，我要去找我师尊，我师尊肯定会欣喜若狂。一众用剑长老顿时忙碌了起来，有人去找白秋兰，有人去找自家师尊。若是说之前陆野只是表现得非常强大，这很正常，毕竟是大道宗出来一个2个战斗力强的妖孽，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可是刚才陆野所展现出来的剑道造诣，那就不是说战斗力强大的妖孽这种说法了，而是旷古少有的剑道种子。刚刚修行半载，能够达到这种地步，简直就是无法形容。白秋兰快速被围住，白师妹，你看到了，这陆野最擅长的其实是剑道，你对剑道并非是特别精通，不如把陆野让给我当弟子如何？若是可以，我顾剑锋愿意将未来3年的资源全部给白兰峰，我愿意5年。白师妹，你是知道我的，我这藏剑天经，想要找一个传人何其困难，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好苗子，再不给我藏剑锋，我藏剑锋就断传承了。白师妹，我愿意将20年的资源全部给你。白秋兰看着这一个个讨要陆野的身影，有些无奈，你们有什么可教的呀？陆野何止是剑道造诣恐怖，他各种修行之道都是最恐怖的。别说你们当他的师尊，就是他当你们师祖的师祖的师尊，他都可以胜任。诸位师兄，抱歉了，陆野是白兰峰的人，实在是不能让给诸位师兄。白秋兰当场拒绝。哎呀，师妹，这陆野在白兰峰，你们白兰峰是修炼术法的，实在是暴殄天物，而且你都有一个楚灵了，陆野就给我们吧。不行，陆野绝对不可能给你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白秋兰斩钉截铁的拒绝。陆野看着这一幕，挑了挑眉头，不应该啊，白秋兰还做自己的师尊，不应该是把自己当一个烫手山芋一般，快速把自己送出去，以免再出现什么欺师灭祖的事情。白师侄，这陆野我要了。一道强大的气息突然降临，随着他的出现，现场所有的剑都开始发出嗡鸣，似乎在恭迎剑道之主。老者身穿黑袍，背负古剑，说话极为霸道。见过战剑师伯，见过战剑师叔，见过战剑太上长老。众人对着战剑尊者行礼。何道静，有何道静的太上长老过来抢人了。众人心惊，万万想不到一个弟子比赛竟然会引起何道静太上长老的抢人。若是陆野拜入何道静门下，那无疑会是凭空升了一级，成为宗主以及各峰峰主等人的小师弟。战剑师弟，我倒是觉得这陆野更适合我的剑道。一声轻笑自虚空之中响起，又是一个太上长老出现。涛师兄，我怎么觉得陆野更适合我的剑道？又是一个太上长老出现，3个太上长老共同哄抢陆野。白秋兰脸色微微难看，不知道为何，她心中是非常不愿意让陆野拜入其他人门下的，可能有一缕她都不愿意承认的惊慌。若是陆野真的拜入其他人的门下，那他和陆野岂不是从此之后再无任何瓜葛？不行！白秋兰目光变得犀利。各位师伯，按照宗门之规，你们只有在弟子新入门之时才能挑选弟子，过期不候。现在看到我的弟子资质好便来争抢，实在不是为长者之道。白秋兰声音坚决说道：“你不是剑修，哪里可以叫好一个强大的剑修？那也不是你们抢人的理由。”一群剑修疯狂地开始劝白秋兰，白秋兰丝毫不为之所动。反正我不管，陆野这弟子我收定了，只要他愿意，我立刻就去禀报宗主，让宗主定夺。不错，白师侄冥顽不灵，咱们去找宗主。陆野，我现在问你，你可愿意脱离白兰峰，拜入其他剑修门下？战剑尊者开口问道。顿时，大量的目光聚集在陆野的身上。岳红玲紧张地握紧拳头，白秋兰目光如水，却也在这一刻泛起了涟漪。陆野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轻声开口：“自然愿意，自然愿意。”这4个字犹如惊雷一般，瞬间在几人的心头炸开。岳红玲双眼瞪大，
不敢置信地看着陆野，又看向了自己的师尊。白秋兰也是身体微微颤抖一下，手掌攥成拳头，眼神之中也是露出了一抹震惊，还有些许的茫然。陆野不愿意再当他的弟子，听到这4个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白秋兰很慌，内心慌乱的要死。哈哈哈，好，很好，既然陆野都没有意见，我立刻就去请宗主法旨。战剑尊者仰天大笑，身影瞬间消失。其他2个太上长老也是急忙前往主峰，几个用剑的峰主咬了咬牙，同样向着主峰飞了过去。指不定宗主不会同意太上长老争抢弟子，而是让陆野拜入其他峰下呢。白秋兰深深地看了一眼陆野师尊，岳红林的声音之中满是焦急，可不能让师兄去往其他的峰。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可岳红林就有一种特别的抗拒，极度抗拒陆野改变师门，有我在，谁也抢不走他。白秋兰发了狠，身影瞬间消失，一群强得吓人的强者都离开了，众人这才回味过来，心中不约而同地升起来一个念头：陆野要牛逼了。这次无论是谁最后收得了陆野当弟子，陆野都会牛逼。不过就这样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想要脱离白兰峰的想法，真的好吗？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修行界虽不曾讲究太多，可是也要些许含蓄的。刚才那太上长老询问陆野可愿意脱离白兰峰，陆野的回答简直就是轻松至极。这样的人即便是入了其他峰，其他峰会不会忌惮他？此时他遇强而走，毫不停留，等到他遇在强之时，他照样会走。但凡是你说一句全听各位长老安排这类的话，也不算是撕破脸皮啊。这人天赋确实强，就是情商太低，未曾能否成大器，还要看他拜的师尊能否容忍。比赛继续，陆野战胜灵狐无双之后，便已经锁定前2席位，而另外一场则是楚灵和另外一个堪称大道宗大师解萧花荣的战斗。萧花荣也是大道宗的绝顶天骄，为人温和，样貌也是绝美。众人的兴趣转移，相比较于陆野这种破事，他们还是更喜欢去看2个绝色天骄之间的争锋，都不敢想起来这2人战斗会有多美。楚灵和萧花荣上场，2人都是倾国倾城之姿，各自气韵迥然不同，一人温柔似水，波澜不惊；一人如剑，入鞘则安，出鞘则鸣。战斗开启，另一边，一群人闹哄哄地直冲大道殿，一个中年无须男子似乎早在这里等待许久。孙若薇也跟了过来，双眼炯炯有神，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宗主，有一个弟子陆野，见到天赋异禀，实在是适合我的传承，我的传承都快断绝了，你总不可能看我一个半只脚进棺材，为宗门奉献一生的老头带着自己的绝学进坟墓吧？战剑尊者开口就拉满了情绪值。战剑师叔，您怎么能这么说？宗主柳长风哭笑不得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宗主，要是白世直是一个剑修，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白世直是一个术修，我虽然没有见到那陆野双指指出的那一剑，可是我徒弟给我比划了，那样的一剑，放眼大荒天骄，绝无仅有。不行，必须入我门下，你那战剑每天就是打，我看那陆野压根就不是争狠斗勇之人，他要修行我的藏剑，藏剑于身，一击名天下，这才是他应该要走的路。扯淡呢，一指头都把对手打成沙比了，你说他不是争狠斗勇的人，我看不是。行了，你们都别吵了，我说句公道话，陆野必须入我孤剑，战剑还没绝呢，藏剑有一堆藏剑之人，我孤剑真要绝了。宗主柳长风被吵得头皮发麻，眉头紧皱。行了，都先住嘴！他一声大喝，大殿变得安静。柳长风目光看向了白秋兰，这一刻他的眼神之中出现了片刻的恍惚，他是喜欢白秋兰的，这毋庸置疑。可是白秋兰不喜欢他，不知不觉已经1年有余未曾见过白师妹了。白师妹好像更美了，更美了。柳长风微微愣神，他将记忆中白秋兰和现在的白秋兰相比较，原来的白秋兰冷若冰霜，傲如雪梅，是一朵不可靠近、不可观赏的雪顶冰莲，而现在的白秋兰虽然冷傲，可是却多出来那么些许人气，就好似雪顶冰莲走进了滚滚红尘，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甚至他在白秋兰的身上感觉到了些许的媚态。错觉，肯定是错觉，白师妹怎么可能出现媚态？他声音变得温柔，轻声说道：师妹，3个太上长老和一群峰主心中同是一个咯噔，无量天尊，宗主竟然变得这么温柔，坏了呀！孙若薇忍不住心中暗笑，嘿嘿，来找宗主，那可是你们失策到8万里开外了，宗主可是白师姐的第一迷弟。白师姐说什么？宗主怕是点头点的脖子都能断裂。白秋兰见过宗主。白秋兰声音平静，刘长风脸上带着笑容，我说过，你可以叫我师兄，不必叫我宗主，宗规不可误，礼法不可废。白秋兰真的是对刘长风一点感觉都没有。好，称呼宗主也没事。那白师妹，这件事你怎么看？刘长风笑着问道。白秋兰此刻已经平静下来，陆也愿意脱离白兰峰给他带来的冲击得以平复，虽然他不想承认，可是他的内心在强烈的表示，绝对不允许陆也脱离白兰峰。他为自己想了一个绝佳的原因，陆也前世在他的教导之下，成为了人族最坚固的臂障，而现在带着怨气众生，他非常担忧陆也走上歧路，所以必须一直矫正着陆也。就是这样，前世自己一直都是他的师尊，今生也要一直都是，这是自己的责任。白秋兰开口，首先，我绝对不允许陆也脱离白兰峰，这与宗规不合，与理不合。是的，白秋兰就是这样一个墨守成规的人，可想而知，前世他和陆也在一起，经常哭哭啼啼，对于他来说是怎样的煎熬，一边煎熬一边。第二，3位师叔认为我是术修，并非剑修，所以无法教导好陆也这个剑修。实际上是3位师叔想多了，我可以教，
剑我照样可以教。若是三位师叔不信，宗主可让我与三位师叔用剑一战。若是我胜，陆野便是我白兰峰之人；若是我败，白秋兰神色清冷，一袭白裙随风而轻舞，我绝不会败。柳长风，3个太上长老，众多峰主，你这也太自信了吧！好，师叔也不欺负你。你说你剑也可以，那我封印自己的修为，和你同为炼虚境拟剑一战。你若是输了，让陆野自己选择师尊。战剑尊者沉声说道。白秋兰抬眸看着这3个太上长老，无需你们压制修为。一群人眼睛猛然瞪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无需压制修为，这3个太上长老可都是河道境，还是用剑？不是，你疯了，师妹！我知道你有太阴神体，可是3位师叔也是最绝顶的强者，你这是作甚？刘长风急忙劝阻。3个太上长老脸色青一块红一块，这是什么意思？在指责他们3个以大欺小。师兄不必多劝，若是想要陆野来天上一战。说完，白秋兰也不再废话，身影消失，出现在天空之上。好，以大欺小，老夫为了一个传人就要了这个罪名了。孤剑太上长老准备彻底不要了面皮，他的身影消失，一群人急忙出去。柳长风简直就要气死了。孤剑师叔万万不可伤了白师妹。所有人都不看好白秋兰，主要实在是没有办法看好。这怎么看好？一个炼虚，一个河道，结果一个炼虚是玩术法的，一个河道是玩剑道的，结果玩术法的炼虚用剑道去挑战玩剑道的河道，离谱，离了个大谱。失职，你可以不用剑，只要让我受伤，收徒之事我不再提。孤剑太上长老开口道。白秋兰神色平静，她伸出手指指向天空，瞬间天空之中风云变幻，一股强烈冰冷且霸道的剑意绽放，寒气滚滚，云雾翻腾。9天之上，一柄巨大的白月色巨剑由云雾组成，裹挟着风雨雷霆，伴随着太阴大道。那巨剑足有数千丈之巨，横在天地之间，众生在这一柄剑下都感觉自身为蝼蚁。无数大道宗弟子也好，强者也好，都在抬头看着这柄气势恢宏、剑气四溢的长剑——太阴神剑。师尊出手了。岳红林和楚林的战斗也停了下来，抬头看着这太阴神剑。这是一道强大的剑法，专门为太阴神体所创。就是陆野创的。炼虚境使用这太阴神剑，哪怕只是雏形，怕是都吃力至极。但是现在白秋兰用出来了。当这柄太阴神剑出现的时候，3个太上长老脸色同时大变。怎么可能？柳长风发出惊呼。白秋兰什么时候学的剑？好浓烈的剑意，好恐怖的剑威。她又是什么时候把这剑学得这么好的？师叔小心了。白秋兰脸色发白，猛然指向孤剑太上长老。轰隆隆，长剑带着巨大的轰鸣，撕裂云海，有鲲鹏冲天之势，狠狠向着孤剑太上长老砸了过去。是的，砸了过去。这剑和山岳相比都差不多了。孤剑太上长老大吼一声，他的周身出现了海量剑气，剑气如渊如海，全部冲向了太阴神剑。无数剑气犹如最精密的灵剑，共同组成了一道浩大的剑光。此剑为孤剑。2道巨大剑光轰然相撞，碾压崩碎，夹杂着火焰与雷霆。太阴神剑硬生生冲碎了孤剑，自身虽已经残破，可还是向着孤剑太上长老冲了过去。轰！孤剑太上长老吐血败退，太阴神剑自动散开。师叔，你输了。白秋兰声音清冷说道。全场死寂，所有人的眼中都带着骇然，无法相信白秋兰竟然真的打赢了孤剑太上长老。以炼虚战河道，以剑而赢剑，死寂，真正的死寂，甚至连风都停下了自己的声音。谁都没有想到会出现这般画面，谁都未曾想到这个输赢。白秋兰要以剑战太上长老是赌气行为，可是你这真的能赢啊？请下一位师叔赐教。白秋兰开口道。藏剑太上长老和战剑太上长老相互对视一眼，皆是可以看到彼此眼中浓浓的震惊。2人踌躇一番，战剑尊者叹了一口气：爸，你所展现出的剑道，足以表明你有能力教导陆野。我等原本只是不忍璞玉蒙尘，你既然可以教导，我们2个自然也不好夺人之美。罢了，不错，我也是这般意思。多谢2位师叔。陆野之争就这般告一段落。白秋兰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让人感觉震怖，尤其是和他一届的峰主，原来以为大家都是炼虚，结果你转眼之间就能够战胜河道了，要不要这么离谱？白师妹，你这剑术不是属于大道宗吧？柳长风好奇地问道。回宗主，并非大道宗剑法，是我偶然所得。我看师妹对于剑道也是天赋异禀，我倒是私藏颇多剑法，都是我平时收集而来，不如邀请师妹前往我个人藏书阁一观。柳长风想要和白秋兰约会，白秋兰看了他一眼，宗主不必了，我不喜剑，我那还有很多大道之术，我也不喜术。柳长风这拒绝的意味实在是太明显了，你一个专修术法的人说自己不喜术，实在是明明白白的拒绝。无碍，我许久未见师妹，今日一见就感觉师妹变得更随和一些，想必功法又有长进。白秋兰听着柳长风说完，然后拱手，既然已经无事，那秋兰告辞。柳长风等到白秋兰回到比赛场之时，萧花荣和楚林的战斗已经结束，萧花荣不出意外的输了。其实他能够和楚林过上几招便足以自傲，如此一来楚林和陆野争夺第一。楚林高兴地走上擂台，等着陆野过来。说实话，要不是陆野需要大道宝库里的东西，现在怕是转身就走了，有些想杀人啊。陆野心中想到，他走上擂台，双指再次合拢，杀气。楚林一顿，脸上的笑容在这一刻变得非常勉强。公子竟然对自己产生了杀气，
楚灵的眼睛盯着陆野，终于，陆野时隔那么长时间第一次看楚灵。楚灵本来想要看一眼就认输的，可是他感受到陆野的杀气之后，内心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他突然跪倒在擂台之上，闭上双眼，来吧，杀吧，我害你一条命，今天就还给你一条命。反正他现在活着也是无趣无念，倒不如死去，死在陆野手中也算是他的归宿。这样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画面？这个楚灵到底亏欠了陆野多少，才会做出这般举动？这个女人是疯了吗？我的妈，两人到底是什么情况？下边的人议论纷纷，楚灵的做法实在是不可思议，哪有人这般求死的？陆野见状也是皱起了眉头，他终于开口：你我现在已经并无情分，我不杀你，你远离我可好？妈的，杀不掉！要是在两人战斗的时候，陆野来上一记杀招，有90%概率直接把楚灵灭杀。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要陆野动手，就一定会有人阻拦。他无法理解，既然已经决裂，你过好你的生活，他过好他的生活不就行了？为何非要继续纠缠？不，公子可以杀我，但是我绝对不会离开公子。楚灵言辞非常坚决。妈的，神经病！他猛然挥手，楚灵整个人被一道气劲拍飞，吐血离开擂台。胜了，就是陆野的心情不是太美妙。获胜者陆野，副宗主宣布了这次比赛的输赢，这大道宗是不能再带下去了。陆野决定等到拿到东西，自己离开换地方前修。一群神经病，老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白秋兰回来了，孙若薇跟在他的身边，叽叽喳喳。不是，你什么时候这么强的？和道境你都能够战胜，我感觉你现在瞒了我很多的事情，咱们两个还是不是好姐妹了？快快交代！经过宗主那么一说，我也发现现在的你和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你多了一些。一些。孙若薇仔细地打量着白秋兰，多了一丝媚意。卧槽，你背着我干什么了？孙若薇突然瞪大眼睛，媚意。白秋兰眉眼依然是那个眉眼，清冷高贵，好似不食人间烟火。可是现在眉眼之间竟然多出来一些媚态，就好像从一个天仙变成了一个女人一样。白秋兰眉头一挑，正准备说话，突然一股刺骨的冰冷袭遍她全身。白秋兰的手掌猛然握成拳头，真元流转，丝丝缕缕寒气从她周身涌出。她黛眉紧蹙，孙若薇站在她身边，神色一变，你怎么了？仅仅是丝丝缕缕的寒气，竟然让距离最近的孙若薇有种原因都被冻结的感觉。白秋兰身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无碍。白秋兰压制住寒意，可是她的心中却非常不安。此时，在她的元婴之前，一滴灰蓝色的液体凝聚，至阴至寒，让小小元婴止不住的皱眉。我还有事，先离开了。白秋兰不敢耽误，混沌阴毒竟然提前出现了。她第一次出现混沌阴毒的时间，明明应该是河道境，不过应当是问题不大。他已经找到了处理混沌阴毒的办法，回去只需要运转太阴化圣经，便可将混沌阴毒散去。白秋兰急急忙忙离开。你等等我。陆野拿到了自己的奖励，刚才白秋兰身上所散发出的寒气被他准确捕捉，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这混沌阴毒，这个时间点出现倒是合适。白秋兰众生归来，修为自然也是突飞猛进，以炼虚战胜河道，足以代表着他距离河道只有一步之遥。亲爱的师尊，混沌阴毒啊，希望今生你可以比前世更有突破，最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让混沌阴毒化为虚无，成为宗门比赛第一。陆野被冠上真传弟子的名头，真传弟子比内门弟子身份要高，目前来说他是第一个成为真传弟子的人，哪怕是今后有人再成真传弟子，也要尊称一句师兄。不过陆野并不在意这些，他第一时间前往大道宝阁出示令牌，只可选择3种7层之下的宝物，需要何等宝物，以你身份令牌贴在禁止之上便可。守阁长老脸上带着微笑说道：是。对于大道宝阁，他也算得上是轻车熟路，大道宗里边的宝物是真的不少，一共9层，越往上的宝物越是珍贵。上一世走进来看得眼花缭乱，而且目标明确，现在走进来，他不急不缓，慢悠悠地查看所有的宝物，任何功效任何情况都对陆野来说一览无余。第一件宝物木灵珠，第二件宝物藏神岭钥匙，第3件宝物一个宝炉，宝炉是用来聚丹枫换玄阴魂果的，这玩意属于药材类，大道宝阁里边不收。拿到3件东西，陆野离开大道宝阁，直冲丹枫，走过路过9龙宝炉，换取玄阴魂果1枚，只换玄阴魂果。有玄阴魂果的师兄师姐、师叔师伯、师祖们不要错过哈！不要998，不要668，1枚玄阴魂果，9龙宝炉带回家。9龙宝炉好，9龙宝炉妙，9重加热，9重萃取，极品丹药跑不掉。许久没有吆喝，现在吆喝起来有些生疏，不过还算满意。这里可不是陆野一个人吆喝的，而是丹枫之下数十上百的修士都在吆喝，其中不乏炼虚境的炼丹师，有时候来得巧，甚至能碰到河道境的炼丹师吆喝呢。9龙宝炉赫赫有名，现在在陆野的大力吆喝之下，自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许多炼丹师都投来欣赏的目光。好小，声音如此中气十足，一看就是当炼丹师的好苗子。只要玄阴魂果吗？其他东西换不换？不换，只要玄阴魂果。陆野态度明确，即便是拥有玄阴魂果作为主料的丹药都不要，就要玄阴魂果。到底是大道宗，资源众多，不过是半个小时，就有人带着玄阴魂果急匆匆地跑了过来。我给你换，我给你换。愚蠢的人还在和陆野辩论着拥有玄阴魂果成分的丹药能不能代替玄阴魂果，聪明的人已经去找一颗完整的玄阴魂果去了。搞定，3个东西全部到手。陆野第一时间向着宗门跑了过去。宗门处，楚灵拿着一盒糕点，早早的等待。看到陆野过来，他眼睛一亮，
急忙迎了上去。公子，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绿豆糕。陆野身影和他完美错过，走出了宗门，一柄寻常法剑升空，陆野脚踩法剑，化为一道流光高速消失。楚灵完全没有失落，第一时间魔剑飞出，他同样脚踩魔剑，向着陆野追了过去。白秋兰道院，孙若薇在门口焦急的来回踱步，这好好的，怎么突然不受控制的迸发出如此恐怖的寒气？修炼出了什么岔子？可以看到，白秋兰修炼的房间此时已经被冰霜冻结，太阴之力散发着一阵阵恐怖的气息。岳红玲也是急急忙忙赶了过来，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惊呼：太阴之毒怎么发作这么早？不应该啊，明明河道境才会出现太阴之毒。孙若薇一听，急忙问道：红玲，什么是太阴之毒？你知道？岳红玲开口之后，就知道自己失言了。不过孙若薇是师尊最好的朋友，太阴之毒也瞒不过他，于是便坦言相告：师尊的体质原因会导致太阴之力不断汇聚，太阴之力汇聚太多，便会凝结成液态。这液态太阴之力无比阴寒，会让人产生极致的阴冷之痛，这便是太阴之毒。岳红玲解释说道：啊，那怎么办？可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哟，师尊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师叔别急，我只是惊讶，这太阴之毒明明应该是河道境才会爆发，为何师尊还未曾河道便提前爆发了？孙若薇听到这话，下意识的就感觉到了不对。河道境，这是亿万万修士所追逐的境界，哪怕是大道宗作为顶尖宗门，河道境也不是大白菜。而岳红玲仅仅是元丹境，怎么听她的语气，对于河道境好像无比熟悉，没有丝毫的敬畏。真的有解决之法？孙若薇再确定一下问道：有。解决之法是师兄找到的，前世太阴之毒困扰了师尊很多年，师兄也用了很多年去寻找解决的办法。不过太阴和太阳之力是天地间混沌之下最强大的两股力量，想要解决非常困难。但是对于陆野，岳红玲还是极度有信心的。听到有解决办法，孙若薇不由得松了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这时候，这段时间一切的不对劲重新浮上孙若薇的心头，一股蠢蠢欲动的吃瓜之心开始出现。红玲啊，师叔怎么了？孙若薇斟酌了一下说辞：那个楚灵是什么情况？他和陆野是什么关系？岳红玲神色微微凝固，他也不傻。师叔问这是做什么？我记得师叔既不认识楚灵，也不认识陆野啊。谁说我不认识？楚灵前段时间还差点死呢，还不是我救回来的。说起来，我还是楚灵的救命恩人呢。而且我看那楚灵颇为乖巧，本来想要收楚灵为徒，但是楚灵暂时没有拜师的打算。他进入大道宗，我还出力了。但是这么好的一个女孩，现在却在这个陆野面前如此卑微，我实在是无法理解，也为之心痛。岳红玲点了点头，完全不搭理孙若薇这一茬。楚灵刚刚入门，我和他接触不多，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你真不知道？孙若薇眯起了双眼，真不知道。两人对视了一会，岳红玲目光那叫一个真诚坦白，孙若薇找不到什么破绽，只能带着疑问暂时作罢。此时，白秋兰房间之内，一股强大的气息爆发，本就已经来到了炼虚巅峰的白秋兰开始突破。她在今天要突破至河道境，突破了。孙若薇震惊而又惊喜，岳红玲看向房间，眼神之中没有太多的欣喜，反而带着些许的忧虑。河道境，这是太阴神体真正爆发的一个分水岭。白秋兰突破河道，太阴神体的恐怖才终于要展现出它的獠牙。以往每次帮师尊解决太阴之毒的时候，都是师兄在帮忙，现在他们所有人都和师兄已经闹掰，师兄不会再帮忙，而师尊更是不会再让师兄帮忙。那这太阴之毒怎么办？房间之内，白秋兰正在向着河道境迈步。对于其他修炼者来说，难于登天的河道境，对于他来说并不困难。只有那一滴混沌阴毒才是白秋兰最为凝重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白秋兰脸色难看，在她的元音旁，一滴混沌阴毒在太阴化圣经的运转之下，倏而化为浓烈的太阴之气。太阴之气向着四肢百脉流转，有不少进入元阴之中，导致她的气息增加。白秋兰停下修炼，剩余的太阴之气再次凝结，重新化为了一滴混沌阴毒。白秋兰不信邪，再次运转功法，混沌阴毒再次消散，她的气息再次增长。等她停下来修炼的时候，太阴之力再次凝结，依然是一滴混沌阴毒浮现。为什么会这样？白秋兰睁开双眼，眼神之中带着惊慌和不敢置信。怎么会这样？上一世她前期是需要陆野的帮助，两人以秘法修行，她的太阴之气和太阳之气中和，混沌阴毒散开了就是散开了，完全没有重新凝聚的意思。到了后期，她费尽千辛万苦得到了太阴化圣经，这才免于陆野的帮助，自己便可以将混沌阴毒消除。现在这是太阴化圣经啊，为何不像是之前那般将混沌阴毒直接驱散？他内心产生了恐慌，多次运转功法，终于达到了河道境。而那一滴顽固至极的混沌阴毒，也在突破的过程之中被彻底消耗干净，消失了。白秋兰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这一滴混沌阴毒终于消失了。应当这只是第一滴混沌阴毒比较顽固，又或者是自己的太阴化圣经还未曾修炼入门的原因，才导致混沌阴毒无法消失，应该是这样。可是在他的心底又有一丝他自己不愿意承认的慌张。恭贺师妹突破河道，你现在怎么样？孙若薇急忙问道。放心，已经无碍。白秋兰笑着说道。孙若薇却不太放心，抓起白秋兰的小手，为她把脉一番，寒气入体，气血虚弱，你一个河道境竟然有这般脉象，还说没事？孙若薇瞪大眼睛说道。白秋兰挣脱，轻笑道，一些小事罢了。岳红玲没有询问，
只是老老实实的站在一边。现在孙师伯好像觉察到什么，一直想要探查究竟。岳红林还记得上一世孙若薇知道他和师尊都是陆野的女人，那一刻的震撼，哪怕是孙师伯到死，最后一句话竟然都是不是，你们怎么这么乱？既然这一世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就不必让孙师伯再探究什么了。陆野呢？白秋兰开口问道。师兄从拿到第一之后就消失不见了，应该是出了宗门，去外边历练去了。岳红林说道。藏神岭啊，应该是。孙若薇，不是，你们怎么都知道陆野去历练的地方？还有藏神岭是什么地方？听名字就很牛逼，可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师尊，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岳红林开口问道。不必去。岳红林扭捏了起来，欲言又止。白秋兰了然，抓住了岳红林的肩膀，两人的身影瞬间消失。孙若薇，她看着空荡荡的天空，看着再无踪迹的白秋兰两人，刚刚升起的八卦火焰，此时直接被撤掉了柴禾。卧槽！白秋兰，你大爷！我拿你当知心好友，你却这样对我，你难道还不了解我？你们的秘密已经暴露了，你告诉我真相啊！你这样瞒着我，比杀了我还让我难受。白秋兰，你给我回来，我要和你决。白秋兰回来了，哦，忘了带着你一起了。孙若薇被带着一块来到了云上。白秋兰和岳红林面色如常，你们两个到底瞒着我说了什么？孙若薇急切地问道。白秋兰和岳红林一同露出了茫然的情绪。没有啊，什么都没说。那刚才为什么要逼着我？没有啊，刚才只是忘了带着你离开了。你放屁！我那么大的一个人，你会忘？你骗傻子呢？啊，你人大吗？我看你身材窈窕，玲珑可爱，貌美如花，也不是特别大的人吧？孙若薇，可恶，这还让我怎么生气？现在干什么去？孙若薇问道。藏神岭，我不太放心我那不成器的徒弟，过去看看。白秋兰说道。岳红林有些心不在焉，因为他在担心自己给陆野所下的毒。他所下之毒名为原始尘雾，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非是一种毒，而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原始尘雾发作之后，可以让人的感官放大无数倍，轻轻剐蹭一下的疼痛就足以让人痛到昏厥，持续的时间有7天之久。这种东西不会致死，可是却会让人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被吹一缕风都犹如刀刮，被太阳照射一下便犹如火烧。岳红林就是想要用这原始尘雾来让陆野渡劫失败，可若是现在爆发，那种剧烈的疼痛甚至足以让陆野的灵魂都消散。岳红林有些后悔，他不应该给自己师兄下这种毒的，尤其是后来知道师兄为了帮助他修炼，帮助他突破，付出了那么多心血，他只能祈祷原始尘雾会被时间倒流的力量抹除。三人来到藏神岭，一个身影盘膝而坐，长剑放在双膝之上，是楚灵。见过岳姐姐，见过白姐。师尊，见过孙师伯。楚灵虽然及时改变了称呼，可是白姐还是被孙若薇听到，又是白姐姐，又是白姐姐，还有岳姐姐。灵儿，我师兄呢？岳红林急忙问道。公子已经进入藏神岭，我在此为公子护法。他进藏神岭之前可有异常？楚灵回想起来，陆野进入藏神岭之前，冷冷地看了自己那一眼，没有异常。岳红林稍稍放下心来，我有些担忧。灵儿，咱们进藏神岭去看看。公子万古无。可，灵儿，白秋兰开口打断楚灵的话。万古无是吗？孙若薇双眼狠狠地瞪了白秋兰一眼，你他妈就是我吃瓜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难道说是万古无敌？灵儿，你做过的事情我也做过。师兄来藏神岭多半是来取神之血花的，他想要破丹成阴了。上次天将之毒发作的时间应该就是师兄凝丹的时候，所以这次破丹成阴，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岳红林声音急切地说道。听到这话，楚灵顿时脸色一变，你吓的？岳红林苦涩地点了点头。是什么东西？原始尘雾。楚灵二话不说，直接冲进藏神岭入口，一群4个女人全部冲了进去。孙若薇又捕捉到了几个名词：天将之毒、原始尘雾。这两个东西是啥玩意？不是，你们两个刚刚修行的小家伙，财源丹境，知道的，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里边残留的阵法已经被陆野全部破除。还是那句话，别说这阵法残破，别说这地方陆野已经来过一次，就是全新完整的，对于陆野来说也是轻而易举。前方又出现了尸别的尸体，每一头尸别都是被一击必杀，其中不少的尸别都是破阴境。孙若薇看得不由得一阵心惊，这都是陆野做的。陆野不只是一个元丹境，这3个女人为什么一副正常的模样，没有丝毫的惊讶？难道他们不觉得这陆野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元丹境该有的实力？破阴境也特么不应该有这样的实力啊！穿过大量的尸别尸体，又经过了毒雾和迷宫，一行4人终于见到了陆野。破丹成阴，陆野坐在古神尸体旁，面容安详，正在破丹成阴。3种宝物已经聚齐，陆野要在成阴的瞬间凝聚自己的第2条命。元阴也是有品质划分的，最弱的人阴，往上便是地阴、天阴、圣阴。上一世陆野因为9命不死天经的缘故，从天丹硬式提升到了圣阴，而这次以圣丹成阴，自然也可以凝聚圣阴。一缕缕裂缝出现在璀璨的元丹之上，陆野感受到几人的到来，没有什么反应。他清楚这几人是不会对他出手的，之前这3人有怨，上一世已经将这怨恨抒发出来，现在再对他出手，那将是真正的不死不休局面。当然也有那么一瞬间，陆野期待着他们出手。岳红林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还好，并没有原始尘雾爆发出来。突然，陆野浑身一颤，碎裂的元丹迸发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他的一切都在这一刻裂开了一般。一团白色的雾气丝丝缕缕出现在陆野的周围，陆野的拳头猛然攥了起来，痛苦，无比可怕的痛苦
陆野的思维都变得混沌，他的一切感知都在飞快放大，哪怕是他的一口呼吸，都可以感觉到，好似有岩浆从他的气管之中流淌。啊！岳红林发出了尖叫，原始尘雾，原始尘雾！师尊，原始尘雾真的跟着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岳红林眼中带着恐慌和焦急，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原始尘雾是怎样的功效，那可以给人带来无比猛烈的痛苦，陆野承受不住的，没有人能够承受住这种痛苦，人会被活生生疼死的。师尊，怎么办？你救救他，你快救救师兄！公子楚林眼中满是心痛，他看到了陆野浑身的青筋都爆了出来，每时每刻他的身体都在颤抖。他清楚陆野对于痛苦的忍耐性，能够把陆野疼成这个样子，那该是怎样的一种疼痛。白秋兰心中也是非常不好受，他正要上前，陆野睁开了一双无比血红的双眼，滚！他发出怒吼，师兄，这是原始尘雾，你顶不住的，让师尊帮帮你，让他用太阴之力暂时将你冰冻一下，滚！猛烈的痛苦让陆野的面容极度扭曲，他就好似一个恶鬼，对着这些女人发出怒吼。岳红林还要再说话，突然一抹寒光绽放，楚林眼中含泪，可是绝美的面容却无比冷酷。公子让咱们离开，都走！魔剑指着三人，楚林到底是严格执行陆野的话语，滚啊！陆野又一次发出了咆哮，先退出去。孙若薇这时候也开始劝说，他甚至不知道原始尘雾是什么东西，可是陆野现在的姿态已经像是一只走到绝境的野兽。一道剑光突然绽放，楚林已经悍然出手，孙若薇一惊，急忙破碎剑光退出去，他硬是拉着岳红林和白秋兰退了出去。楚林持剑跟在后面，一群人离开最深处的墓。很快一声轰鸣就响起，好似是拳头在用力地捶着大地，虽然没有痛苦的哀嚎和惨叫，可是听着那一声声沉重的撞击声，就知道里边的陆野在宣泄着怎样的痛苦。他抗不过去的，师尊，救救他！他抗不过去的。岳红林的双眼一直在流泪。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被原始尘雾侵袭，什么都不做都扛不住那般的痛苦，更别说现在的陆野了。要知道现在的陆野在做什么，他在破丹成阴啊！本来破丹成阴就是凶险的事情，岳红林都无法想象陆野到底在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师尊，我杀了陆野，我又杀了一次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想杀他，我已经不恨他了，他明明有9条命的，为什么？岳红林的情绪崩溃了，他实在是想不到，兜兜转转，陆野竟然死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不想陆野死，他不能没有。白秋兰轻轻的挥手，岳红林当即昏迷了过去，被白秋兰搂在怀中。他听着里边一声声轰鸣，神色也是颇为难受，无法想象到底怎样的痛苦竟然可以让陆野这样。他深知痛苦的厉害，混沌阴毒当初发作的时候，他无数次都想要自爆来结束一切，那种痛苦实在不是人可以忍受的。直到后来，陆野帮了他，陆野越来越强，帮他越来越多，而随着他的实力的增强，混沌阴毒也越发的可怕。直到他开始修炼太阴化圣经，这种痛苦才算是得以遏制。希望他没事，希望他没事。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里边的轰鸣声终于停止，白秋兰身影瞬间进入其中，墓葬深处已经被毁灭的不成样子，古神的尸体都被打得粉碎。陆野恢复平静，一呼一吸之间气贯如龙。陆野，你怎么样？白秋兰急声问道。陆野睁开了双眼，属于破阴境的气息绽放，而且比寻常的破阴境气息浑厚何止5倍10倍。喂，师尊，我能问一下，你给我下的是什么毒吗？陆野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诚恳地问道。求求你们了，告诉我吧，我特么的重生是为了登顶更强的，不是过来遭灾的。突破一次，蹦出来一种可怕的毒素，老子在当天尊的时候都没有听说过这么多可以对天尊产生影响的毒，你们这群人到底是从哪找到的？惹不起，我躲得起行吧？白秋兰脸上露出了一些不好意思，我给你下的毒名为太阴水虫，它可以。陆野抬手，你是第几个下的？我也不太确定。陆野，好，你清高，你了不起，你自己是第几个下毒的你都不知道。太阴水虫他听说过还见过，没想到这玩意竟然会跑到他的身体之中。想想自己为什么会见到太阴水虫，陆野都想要笑。当初他前往太阴本源最深处，感悟太阴化圣经，就在那里见到了太阴水虫，自己可真特么贱。好，对自己出手一个比一个狠。看白秋兰已经突破到了河道境，混沌阴毒要开始凝聚了，他便好好的看一下白秋兰将会陷入怎样的痛苦之中。草破阴，陆野破阴成功，第一时间回到了大道宗白兰峰，陷入闭关之中。他好像已经无碍，实际上呢，陆野咧嘴一笑，痛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不过在这正常的状态之下，原始尘雾所带来的感官放大，还不如当初陆野承受那混沌阴毒的疼痛，可以忍受，死不了。陆野一个人盘膝而坐，身体的肌肉颤抖扭曲。楚林坐在陆野门口，守护着陆野，其实屁用都没有。岳红林醒了过来，先是一片茫然，随后一个机灵，当即从床上坐了起来。师尊，我师兄怎么样？岳红林声音急切地说道。白秋兰声音温和，红林，不要太过担心，他已经没事了。7天过去了，只过去了1天多一点的时间，还没有7天，那不对啊！岳红林脸色发白，原始尘雾持续的时间最起码是7天才能消除，也就是说，那种感官放大的时间足足会存在7天。孙若薇悄悄退后，立起耳朵使劲听，持续7天。他碎丹成阴的时候存在着痛苦不假，现在既然已经突破成功，那便是没有痛苦了。持续7天又有什么问题？白秋兰不解地问道。原始尘雾非常霸道，即便是没有任何的疼痛，它存在的地方也可以感受到剧烈的疼痛。你一个呼吸就犹如岩浆灌颈，一次修炼就如同万针刺身，
一阵清风都犹如扒皮剥肉。师尊，您想想，能够对师兄产生影响的毒，世间就那么几种，怎么可能那么简单？白秋兰沉默了。是啊，能够对天尊境的陆爷产生影响的，哪有多少东西？可是你师兄表现的真的风轻云淡。白秋兰道。岳红林眉头紧紧皱着，为什么会这样？师尊，我师兄经常承受痛苦吗？岳红林问道。怎么会？他那般强，谁能够给他带来痛苦？白秋兰第一个念头就是不可能。陆野一生无敌，战天斗地，无数天骄强者跪伏在他的脚下，哪怕是最激烈的大战，也不会让陆野感觉到极致的痛苦。那到底为什么他能够承受？岳红林有些崩溃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他既然能够忍受这般痛苦，这就是好事。最起码不是岳红林杀的陆野。他此时已经看得清晰，岳红林怕是早就已经深爱上了陆野。没有重生之前，他对于凤无邪念念不忘，而现在重生之后，他却几乎没有提到过凤无邪，满心满眼的都是陆野。白秋兰都不敢想，要是陆野真的因为岳红林而死，岳红林将会痛苦成什么样子？师兄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岳红林急忙起身，不行，我要去守着师兄。岳红林跑到陆野房门之前，楚灵抬眼看了一下，然后岳红林就一屁股坐在楚灵一旁。楚灵，我陪你一块守着师兄。楚灵，白秋兰看着这两个傻女孩，不由得无奈摇了摇头。完了，岳红林算是完了。孙若薇双眼发光的盯着白秋兰的后脑勺，她又听到了什么？能够对陆野产生作用的毒就那么几种，陆野这么强，谁能够给他带来痛苦？不是陆野，难道不是才破阴境？怎么听你们两个说的话？陆野少说也是一个河道境了，到底是因为什么？白秋兰感觉到自己后脑勺处炽热的目光，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眉头，她的身影瞬间消失。哎，别跑！孙若薇的身影也消失不见，显然她追不上白秋兰。白秋兰绕了一圈，把孙若薇甩开之后，来到了一处地点。她甚至没有太强的意识，就这般莫名其妙的来到了陆野往常最喜欢修炼的地方。青山如黛，绿树成荫。白秋兰也不讲究，坐在地上，白色长裙盛开。她安静地看着这片天地，脑海之中却总是回荡着岳红林的问话：师尊，我师兄经常承受痛苦吗？他的回答是不可能。可是现在白秋兰才猛然惊觉，陆野也是承受过痛苦的。当初还未曾获得太阴化圣经的时候，陆野只能通过阴阳之术帮他转移痛苦，痛苦转移到谁的身上，显而易见，有时候陆野无法承受痛苦，就会变得特别狂暴，他完全顶不住，自己又是抗拒，又是心疼，又是感动。那段时间，陆野确实承受了很多的痛苦，因为陆野每次都会将混沌阴毒给带走，以至于他还真的不知道混沌阴毒能够完成怎样的痛苦。难道说若是真的痛苦，陆野为何会食髓知味，每次都是主动过来找自己？不会的，不会是混沌阴毒的原因。白秋兰越想越是心慌，干脆不想了，强行让自己静下心来，吹着山风开始修炼。7天时间转瞬即过，陆野不只是扛住了原始尘雾，他的元婴现在身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雾痕。是的，他把原始尘雾炼化进了元婴，虽然量很少，可是用这玩意对敌，可想而知对手会怎样。不错，前期多了一个手段，后期的话自己跑到原始雾天，直接把原始雾天给收了，后期照样多一个手段。没有亲身尝试过，陆野还真的不知道原始尘雾的效果这么好。他轻轻地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道很小的伤口，疼得他灵魂都险些溃散。7天过来，他都产生了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看了一眼自己的元婴，就是一个小小的自己，活灵活现，看着真实程度，再加上7个头，显而易见，这是圣婴、圣巨婴。修炼已经来到了破阴境，再持续下去，就可以把岳红林以及楚灵抛在身后，到时候双方就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他倒要看看他们绝望不绝望。说起来，一口气修炼到这种地步，陆野连个历练都没有，关键是也没有什么可历练的呀。要心境，他不缺心境；要大道，他不缺大道。需要什么宝物，只要是无主的，他早上冲过去拿到手，下午就能回来，顺带着还能帮雇主改良一下阵法。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可历练的？突然，陆野感受到了一缕触动，他一愣，脸上忍不住露出了笑容。尊敬的师尊，您的混沌阴毒又开始出现了。太阴化圣经确实可以把混沌阴毒化开不假，可是化开的混沌太阴是需要有倾泻的地方的，否则一直在您的体内，你这边化，他那边凝，又有什么效果呢？白秋兰此刻神色凝重，无比凝重。混沌阴毒刚才又出现了一滴，不过问题不大。上一世陆野帮他解决之前，他曾经最多凝聚了11滴混沌阴毒，日夜都承受着混沌阴毒的刺骨之痛。现在一滴也是让他的道阴一片冰寒，倒是好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冰寒的痛苦了。真正让他神色凝重的是，他这边运转太阴化圣经，将混沌阴毒顺利化为混沌太阴之力，结果一部分混沌太阴之力涌入他的道阴之中，被他吸收，另一部分却凝而不散，一直充斥在他的丹田之中，而且隐约有继续凝结成混沌阴毒的趋势。怎么会这样？要知道之前他将混沌阴毒化开之后，除了一部分被他吸收，另外一部分直接就消失了。现在为何没有消失？白秋兰不断运转功法，混沌太阴之力不停流转，渐渐的道阴都化为了冰蓝色，浓郁的寒气在白秋兰周身散发。不行了，再吸收下去
道音都会被冻结，本应该消失的混沌太阴之力为何没有消失？他心中带着无尽的疑问。当然不会消失，上一世多余的混沌太阴之力都被陆野通过阴阳转化印记，从白秋兰的身上转移到陆野的身上，现在没有了陆野将其转移，白秋兰压根就无法将其逼出来，这是他体质的原因。太阴神体尚且可活，混沌太阴神体修炼境界越高便越是痛苦，最终在无尽的痛苦之中死去，这是这种逆天体质的宿命。前期尚且可以通过阴阳大术中和，后期纯是靠着陆野强大的修为，硬生生将混沌太阴之力磨碎。但是现在没有陆野了，白秋兰若是不想要太痛苦，能做的便是疯狂修炼，让修为的提升超过混沌阴毒凝结的速度。他的道音可以源源不断的吸收混沌阴毒，这是一种他的修为和混沌阴毒凝结速度的竞争。如此山中无岁月，须臾一甲子。抵达破阴境之后，陆野的修为提升比在元丹境慢了些许，不过过了半年，他的修为已经来到了破阴第5层，这个速度骇人听闻，但是却无人可知，因为他不去参加任何比赛，在整个大道宗几乎都未曾看到过他的身影。整个白兰峰都沉寂了下去，没有动静，安安静静，似乎都在等着一个关键的时刻。直到一声钟响，咚！岳红林身体一颤，睁开双眼，来了。第92代弟子全部大道阁前集合，来了。一场年轻一代的风暴正式拉开了序幕，天骄谷战场开启。陆爷也是同时睁开了双眼，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天骄谷战场啊，前世他参加天骄谷战场的时候是元丹6层，今世他破阴5层，前世他以元丹6层逆伐元丹9层强者，然后被破阴境追杀的就好像孙子一样，甚至为了救那个煞比岳红林还丢了一条命。今世看看谁会变成孙子。修行之路多机缘多险恶，天骄谷战场是一处特殊的空间，不知道多少个时代的天骄在这处谷战场上厮杀，其中隐藏着无穷的秘宝与神物。这处空间连接各个大世界，魔修、妖族、佛修、儒修、鬼修、神族、大地一脉、天尊一脉，太多的年轻人前往。仅仅是战场就分为9层，越是往上，资源便越是丰富，灵气便越是浓郁。天骄谷战场1000年才开启一次，无比难得，岁数不超过100岁者皆是可以进入，其中更是有万古天骄榜，登榜者可以获得海量奖励，其名声更是在今后被万古天骄谨记。前世他也是在这里遇到了朱雀，遇到了上官幻灵这2位。想到自己当初遇到这2位时的画面，陆野的脸上便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冷笑。上一世幼年朱雀被妖族天骄追杀，陆野出手相助，上官幻灵经验绝绝，和当时的陆野都不相上下，却被自己的亲哥推进绝地。陆野也清楚，重生归来，这2人的实力都会得到增长，同时也会增加心眼。但是那种局面不是简单的增强实力就可以逆转的，拭目以待吧。陆野身影向着大道阁飞了过去，楚灵急忙跟随。大道阁人群汇聚，灵狐无双、萧花荣、李九明3人已经修炼成为了大道宗新一代的领袖，都达到了元丹境巅峰。楚灵和岳红林同样达到了元丹境巅峰，显而易见，2人的战斗力都要比这3人高出不止一个层次。半年未曾见到陆野，岳红林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陆野视若罔闻。岳红林内心是想要来到陆野身边来和陆野说话的，可是想想自己马上就要见到凤无邪，他忍不住了心中的冲动。凤无邪，他心中的白月光，回想2人的并肩作战，虽然不过是短短2天，却止不住的甜蜜，那便是心动的感觉吗？岳红林还要再去见一眼凤无邪才能确定。天骄谷战场产生异动，近日将会在中州九龙谷开启。此谷战场1000年一开，其内资源丰厚，100岁以下皆可进入，乃是最适合尔等战场。不过其中多危险，多杀机，古之天骄亡灵在其中游荡，并且还有魔灵妖鬼一族天骄进入其中，又有其他宗门势力多行杀人夺宝之事，思之慎之。给你们1炷香时间考虑，愿意入天骄谷战场一夺机缘者，入大道传。此等盛世必然会有大道宗的强者护送，因为天骄谷战场之宝物，哪怕就是许多老鬼都会眼红。万一在天骄谷战场没死，返回宗门的路上却死了，那才是真的可惜。我再次强调，天骄谷战场极为危险，去者十而海者可能就那2、3。想清楚，想明白。陆野率先向着大道船走了过去，登船，找了一个观景不错的位置。楚灵急忙坐在他的身边，岳红林瘪了瘪嘴，坐在了陆野的后面。一个个弟子上船，自然不上船的也有，倒也不能说别人胸无大志，只能说个人追求不同，又或者是对自己有深刻的认知。明明在大道宗都争不过别人，更别提去无数个媲美大道宗的势力共聚一堂的天骄谷战场。1炷香时间到，92代弟子共计147人，上船者有112人，到时候回来的又能有几人呢？不过修行不是向来如此，结，黑雾滔天，魔气四溢，怪异的笑声震动山河，让无数成堆的骷髅头化为齑粉。天骄谷战场终于开启了，我们等待这一天太久了。一面狰狞黑帆在虚空之中摇曳，无数面容狰狞的魂体发出无声的嘶吼，让人不寒而栗。巨大的白骨王座凌驾于尸山血海之上，给你们一个任务，杀光那些正道的天才，
让他们在魔的脚下站立。是一道道魔光升天，冲进巨大的漩涡之中。妖界，巨大身影踏碎山河，庞大羽翼遮天蔽日。那巨大身影似龙似凤，身有8足4翼，犹如万灵的结合体。见过妖皇，众灵朝拜。天骄古战场已经开启，我需要人族最强天骄的精血，为我带来者晋升妖王。我亲自传授无上妖法。遵命！万千妖族冲天而起，一头小小的麻雀羽翼暗淡无光，抬头看向了天空。这一世，我要诛杀万灵妖皇，还妖族一个和平。佛界，古佛现世，鬼界，鬼皇苏醒。天骄古战场看着只是年轻一代天骄的争锋，实际上却是大势的争锋。独占鳌头者，可获大势垂帘，成就不朽伟业。中州九龙谷，此地9山环绕，风景雄奇，居中山谷犹如9龙争珠，神妙异常。此处有一宗门，名为养龙宗。不过现在养龙宗瑟瑟发抖，因为来了强者，很多的强者，许多人这辈子都见不了这么多的强者。最先到来的自然就是中州皇朝，不只是有大宗门天骄要闯天骄古战场，还有许多小宗门，又或者干脆是散修。中州皇朝是大荒顶尖的势力，整个大荒的人族势力用一句顺口溜就可以涵括：一叫3朝5宗门，天上地下无独尊。总共9大势力，便是第一层天人族明面上最鼎盛的9个势力了。一教名为万古教，存在历史悠久，不只是在第一层天，在9天所有的层次都是巨无霸的存在。3朝名曰中州皇朝、九黎天朝以及无上帝朝。5宗门名曰大道宗、阴阳法宗、太上剑宗、山河宝塔宗、劫宗。其实这并非是绝对的9大势力，许多人都以为后半句天上地下无独尊是为了搭配前面一句话，实则不然。天上名为天阁，地下名为幽冥，这2个势力常年不曾行走外界，传人许多都是独苗，可以暂时忽略。不过2个势力的传人只要出现，那便是威压同辈的绝世天骄，未来争大地果位的狠角色。阴阳法宗来了，有散修发出惊呼，一座黑白色大船碾碎云朵，从天而降，船上之人随意拉出来一个，皆是帅男美女，身穿黑白长袍，有超然物外之姿。不过这个势力也经常被人诟病，阴阳法宗算是正常，但是经不住他的附属宗门有些牛逼，那就是全大荒赫赫有名的合欢宗，1723家合欢阁，遍布大荒各大城池，日日爆满，生意异常火爆。卧槽，看那2人的服装，阴阳法宗这么快就确定圣子圣女了。众多黑白双色悬浮之中，有一男子，一身白衣，风朗神俊，眸若星辰，此为阴阳法宗圣子杨无法。有一女子，倾国倾城，容颜似那完美琉璃，冰清玉洁，让人看上一眼便不免自惭形秽，此为阴阳法宗圣女洛渊。每次都是阴阳法宗确定的圣子圣女最早，每次还都是特别强。我看阴阳法宗选圣子圣女真的是有一套，这一对会不会也会结为道侣？有可能，每次的阴阳法宗圣子圣女都会结为道侣，毕竟一人为阴，一人为阳，谁能够顶得住阴阳大道的诱惑？一缕剑鸣此时在天地间响起，剑一时间，所有修士的剑都好似发疯了一般，开始疯狂的颤抖。数十道剑光划破长空，穿着统一服装的修士踏在长剑之上，御剑而来。太上剑宗来了！我去，好强的剑意！我感觉我的法剑幸亏不是人，要是人的话，非要跳出来剑鞘给太上剑宗的人磕2头，我的剑都快自惭形秽的碎了。天下剑修，无出太上者，太强了。等到陆爷等人到来的时候，九龙谷已经人满为患，几乎所有的宗门都已经到来，只有剩下的2个最远的帝国还未曾来到。大道宗的到来又是引起一片惊呼。虽然大道宗看起来没有最擅长的东西，可是人家是真的强大，各方面都是顶尖的，以至于5宗之中，大道宗通常被列为第1位。大道宗的到来，顿时一个个强者过来寒暄，许多锐利的目光也在打量着陆爷等人，眼神炯炯生光，带着战意。不只是看大道宗有战意，互相看的时候也是存在着战意。这是各大宗门新一代弟子的第一次碰面，哪个天骄不幻想着自己一人镇压同辈，一路以无敌的姿态崛起？陆野的目光也看向一个个年轻人，眼神之中带着若有若无的回忆。现场的这群人，有些人是被他亲手打死的，有些人是今后战死的。乘道路上多白骨，果不其然，灵狐无双几人凑了过来，颇为主动的开始为陆野讲解哪些人比较牛逼，哪些是强敌。他哪里知道，陆野比他知道的要清楚得多。比如说灵狐无双刚才说的那个杨无法，陆野可是很清楚他的骨头有多硬，当年把他脑袋干碎的时候，拳头都给他隔得生疼。时间推移，杨无法脸上带着笑容，向着大道宗走了过来，目标很明确，楚灵、岳红玲、萧花荣3个女孩。大道宗也不是他第一个接触的，见过仙子，贫道阴阳法宗圣子杨无法，不知仙子芳名。见过道友，我名萧花荣。萧花荣态度冷淡，不过还是礼貌回应。杨无法笑着点头，也不多做纠缠，好像只是为了单纯的问一个名字。见过仙子，贫道滚。迎面而来的就是一个岳红玲的滚字。杨无法脸上的笑容一僵，贫道是阴阳，听没听到？我让你滚。岳红玲眼睛猛然瞪大，杨无法不气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他的笑容消失之后，再看向楚灵的时候，又重新浮现了出来。楚灵也不废话，魔剑已经出鞘，来，
来就砍死你！杨无法好，可真的好。九黎天朝的到来，让九龙谷的局势稍微紧张一些。无上帝朝的到来，更是让所有人都拉满了警惕。无他，因为无上帝国最近越来越牛逼，竟然产生了一统天下的想法，在边关屯兵数十万，一个搅动风云的家伙，大家都是非常警惕。哈哈，诸位为何都这样看着我们？难道我已经帅到这种地步？一个身穿蟒袍的少年，面容骄纵而又有充足的自信，龙行虎步，双眼神光湛湛，一看便是强者。在他身边有另外一个女子，身材修长，玲珑有致，身穿彩凤霞衣，花容月貌，神秘高贵。上官幻灵正是前世对陆野出手的挚爱之人其中一位。他的出现并未第一时间寻找陆野的踪迹，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其他的女人或多或少都是思索着情爱之事。可是他重生归来之后，便只有一个念头，他要自己成就无敌，踏上那天尊之境，而不是被人护在身下。这一世他断然不可能与陆野存在着任何瓜葛。那身穿蟒袍的少年名为上官无常，无上帝朝的三皇子。陆野没有关注这群人的嘴炮，他找了一个安静之地，闭上双眼开始修炼，静静地等待着天骄古战场的开启。楚灵护在他的身旁，大道宗众弟子愣了一下，也是有样学样，开始盘膝修炼。大道宗这么一搞，其他人便是忍不住一阵冷嘲热讽。到了今日，天骄古战场开启在即，还在修炼，往日不知急，临阵抱佛脚。有这个时间修炼，还不如多认识几个天骄，知道他们强大在哪里，碰到也可以认识认识。是啊是啊，有人搭理他们吗？没有。大道宗弟子安之若素。上官幻灵目光终于看向了大道宗的位置，看到了楚灵宝剑手镯陆野，看着岳红绫距离陆野的位置很近，他的眉头终于皱了一下。怎么搞的？咱们8个不是个个对陆野恨之入骨，你们2个是怎么回事？怎么了？上官无常看了一眼上官幻灵问道。看到那个人没有？上官幻灵指向陆野。那2个女子倒是挺漂亮的。上官无常惊叹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个人你不是他的对手，不要招惹他。上官无常这才将目光落在了陆野的身上，看不透境界，有些意思，你这是在激我。上官无常突然说道。也不等上官幻灵回答，他又自顾自地说道，很好，我的妹妹，你果然很了解我，我这个人最容易受激，等进入天骄古战场，我第一个就拿他立威吧。那你会死的，哈哈，那我就死。上官幻灵满意的点了点头，那你就死呗。他不能杀上官无常，只要将其杀掉，就会沾染无上帝印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法抹除，会被无上帝朝追杀不休。陆野又不怕被追杀，借着陆野的手杀掉上官无常最为合适。杨无法也在看着陆野，尤其是看着陆野身旁的楚灵抱着魔剑，警惕看着四周的模样，他的心中就泛起了一种狂躁的感觉。该死，我的女人怎么能够对别的男人如此毕恭毕敬？明面上便已经如此了，那暗地里岂不是会更加不忍拿眼看？杨无法已经感觉到一顶帽子盖在自己的头上。是的，杨无法有怪癖，他打招呼的女孩在心中已经被视为他的女人，其他的女人都还好，洁身自好。只有岳红绫和楚灵这2个女人竟然距离男人这么近，他的内心升起了一种深深的耻辱感，这种耻辱让他无比难受，却又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感觉。他已经把陆野列为必杀名单，不过还不急，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向着上官幻灵走了过去。闹腾了一段时间，有大道宗起头，越来越多的修行者开始盘膝而坐，继续修行，包括那些嘲讽大道宗的人。谁他妈知道天骄古战场开启的这么慢，这都4天了还没有开。第5天，轰！巨大轰鸣自天空之上响起，大片的乌云汇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漩涡，就好似风暴之眼一般。透过漩涡，隐约可以看到里边存在着一个浩大的世界，光怪陆离，神秘异常。开启了，一双双眼睛飞快睁开，陆野二话不说，第一个腾空而起，向着风暴之眼冲了过去。其他人一愣，卧槽，这么果决！他们也是猛然起身，向着风暴之眼冲了过去。杨无法速度快到吓人，一道白光犹如划破夜空的流星，他势必要压陆野一头，想要成为第一个进入天骄古战场的人。争斗现在就已经开始了，陆野不急不躁，保持着相同的速度，2人一个时间点同时进入天骄古战场。空间变换，略微的失重感传来，2人从天而降，巨大的重力压在2人的身上，让飞行变得极为困难。陆野看向了杨无法，杨无法也看向了陆野，只不过陆野的眼神安静，隐约只有一缕火苗在轻轻的跳动。反观杨无法，眼中已经浮现出滔天的怒，你的怪癖又发作了。陆野开口说了一句，杨无法一愣，眼神之中露出了惊悚的情绪。他怎么知道？陆野笑了笑，放心，以后都不会发作了。杀了你，我自然正常。他双手结印，阴阳之气浮现，猛然化为一道神剑，向着陆野劈来。陆野拳头握紧，一拳砸出，轰！阴阳之气四处逃逸。杨无法眼中带着震惊，他双手快速结印，阴阳图悬浮在他的面前，迎风暴涨，神通阴阳灭世之光。陆野抬头看着巨大的阴阳图，一道极为恐怖的光开始凝聚。陆野的口中吐出了3个字：天尊拳。一拳打出，阴阳灭世之光带着浩大雄浑的气息，形成一个巨大的光束，向着陆野疯狂冲了过来。这一道攻击犹如从世界之外打出了一道可以洞穿整个天地的激光。陆野一拳砸出，拳印并非特别巨大，
可是却带着一种难以言明、玄妙无比的意味。拳印和光束撞击碎，光束在粉碎，化为了齑粉的那种破碎。拳印带着无坚不摧的姿态与信念，轰碎所有。其他人刚刚进来，就看到了让他们惊悚的一幕：一道小小的拳印破碎黑白两道纠缠在一起的光束，打碎阴阳图。阴阳法宗圣子阳无法周身出现了一道强光，但是这小小的拳印打碎这强光，又打在阳无法的身上，轰！阳无法身躯炸碎，死了！卧槽，死了！许多人瞪大眼睛，又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双眼，他们怀疑刚才自己是出现了幻象，又怀疑自己是眼花了。阳无法死了，这怎么可能？陆野走到炸成一片的血肉旁边，捡起来储物戒指，看向四周，认准一个方向，身影快速离去。哗！一片哗然。虽然说天骄古战场有随机传送的情况，可是这一波因为进来的人太多，还是有10几人传送到这里。他们看到了陆野斩杀阳无法的全过程，一直等到陆野的身影消失在天地的尽头，10几人吓坏了。不是，刚才那是阳无法吧？好像是的。阴阳法宗的圣，好像是的。被一拳打碎了，好像是的。怎么可能？好像是的。众人全都傻了。阴阳法宗的圣子进入天骄古战场，也应当是古战场的风云人物。现在一个照面被干碎了，一群人围了上来，看那破碎的服饰，确定了这就是阴阳法宗的圣子。一时间，所有人的眼神之中又出现了强烈的不敢置信。一个天骄的陨落，就证明着一个事情，那便是另外一个绝世天骄的崛起——九龙谷。现在所有的天才弟子还没有全部进入其中，可以说正在排队进入。阴阳法宗那里，一块血色石头毫无预兆的破碎，这是血魂石，用来监测天骄古战场内弟子生存情况所用的。谁这么快就陨落了？阴阳法宗一群人看了过去，圣女洛渊还未曾进入，目光也是看了一眼，这一眼便呆住了。陨落的是圣子。一个长老声音颤抖，满是不敢置信的开口道：“轰！”阴阳法宗瞬间就炸了。圣子怎么会陨落？圣子已经达到破阴，而且更是凝结成天阴，经验决绝，怎么会陨落？而且还是这么快的陨落？阴阳法宗的话被其他人听到，其他人也是震惊异常。不是，真的假的？这进入古天骄战场的人还没有排队排完呢，你家圣子就死了？这一届的圣子未免也太水了。洛渊沉默了，他深深的沉默了，沉默许久，红唇轻启才吐出2个字：废物。但是即便是再废物，那也是阴阳法宗的圣子。洛渊衣袂纷飞，向着入口飞去，他要去看看到底是谁杀阳无法这么快。无上帝朝那边，上官无常也是有些惊喜，还有这样的强者，看来不会太无聊了。他的身影同样飞出，上官幻灵轻轻一笑，何止不会无聊，到时候还会有滔天的惊喜呢。重生归来，他好像更强了。陆野杀掉阳无法之后，内心毫无波动，因为上一世阳无法也是死在他手中的。当时的2人展开了震动无数天骄的大战，各种手段齐出，一口气打了1天1夜。陆野拼着重伤才将其强行斩掉，而现在只需要一拳。他的目的很明确，是石剑崖。石剑是他上一世的地兵，并非是天尊器，而是成帝的地兵。只不过在黑暗动乱的时候，石剑都被打碎，里边的剑灵都战死。后来他索性不再用兵器，一直到了天尊境，他都没有天尊器。哪怕他可以炼器，给8个女人一人炼制了一件天尊器，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天尊器。陆也是个念旧的人，他的剑碎就碎了，因为当他的剑碎掉的那一刻，他本身就化为了那一柄最锐利的剑，今生重来，这不就可以重新拥有他的兵器？而且这一次他的剑可不能再断了。石剑崖地理情况特殊，在第2层与天最近的山崖之上，山崖顶部怪石嶙峋，有一怪石4剑状，吸收天地灵气，沐浴日月精华，形成了一笔你天生的养的石剑。其实上一世陆也刚刚拿到石剑的时候，生怕打着打着石剑之中蹦出来一个猴子，好在没有出现这么离谱的事情。第1层天也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天灵潭，比如3火山，比如百药谷，这清水太多太多。不过不急，拿到石剑再回来。第2层的入口，今生若是没有改变的话，还是在3火山处。3火山原来是1火山，后来变成5火山，又变成9火山等等。因为里边烧死了一个又一个想要获得神火的家伙，历史上出来了一个天火大帝，一口气收走7种神火。听说当时这个天火大帝一口气突破了7层境界，从破阴1层一跃成为了破阴8层的狠人。其实当时想要突破7种神火的力量，助他达到炼虚都不成问题。不过对方很冷静，使劲压缩自己的力量，这才只突破了7层。当然这7层突破之后，明白人都知道，未来最起码半年不能突破境界，否则就算废了。热浪滚滚，青色、红色、白色3种颜色的火焰在山上轻轻的跳跃，火山口更是喷吐着黑烟，黑烟之中又带着奇妙的光芒。有人直接被传输到这里，尤其是山河宝塔宗，眼神盯着这3种异火都快拉丝了。没有炼器师和炼丹师能够抵御住一种强大神火的诱惑，更别提这还是3种神火。当然也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得起这神火烧元婴或者元丹。陆也冲了过来，在一群人的眼皮子底下冲向第2座火山，白色的火焰熊熊燃烧，这人却丝毫不惧。不过他的目标不是火山口，神火是在火山口之中。他向着第2座火山的山腰处跑了过去，一直走到了众人看不见身影的地方，然后消失了。他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啊，咱们也过去看看。
这火焰是山体表面的火焰，不过是真正神火的余威罢了。其实温度也就那样。有天骄淌着火焰来到了鹿野消失的地方，赫然发现这里也有一个可以传送的风暴之眼。第2层空间，风景秀美，山川河流，花团锦簇。鹿野赏了20秒的美景，心情舒畅，这才向着石剑崖走去。按照时间计算，约莫2个小时后，各种妖魔鬼怪就要登场了。那时候会有大战不停的爆发，人族的天骄会死伤无数。不过无妨，能够死去的人终究还是无法称之为天骄的。一路狂奔，半小时后，他来到了石剑崖。石剑崖下，一柄柄断剑，或是躺在地上，或是插在山石之间，粗略估计，怕是有上千柄。每一柄剑都代表着一个剑修死在这里。鹿野一步踏出，嗡，所有的断剑都开始发出了嗡鸣。再一步踏出，咻，剑光绽放，3柄断剑迎面飞来，被鹿野挥袖打飞。再一步踏出，所有的断剑一同爆发攻击。鹿野一拳打出，大量断剑被打飞，却又画了一个圆环，再次攻了过来。剑气呼啸，鹿野的身影完全被断剑包围。他一拳一掌，打得断剑四处纷飞，一步一步地向着里边挪动。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柄剑可以伤到他，并不是意味着这些断剑不强，实际这里的每一柄剑，随意的一道剑气就足以达到破阴境的水平，威力强大，数十上百道剑光一同爆发，诛杀寻常炼虚都不成问题。奈何鹿野很强，10分钟后，鹿野打穿断剑所在之地，双腿弯曲，猛然跃起，他的身体犹如升空的火箭，从地面一口气冲到了山崖之上，看到了那怪石嶙峋之处，一柄布满褐色石屑剑安静地矗立在这里，剑长4尺，被石屑包裹，无法真实看到其样貌。鹿野的眼神变得温柔，真的好长的时间没有再见过石剑了。当初石剑被打碎，他产生了重新锻造石剑的念头，却又将念头放下。石剑可以锻造，剑灵却无法归来。而此时，石剑在，剑灵也在。他来到了石剑面前，身上玄袍不断的出现一道道被利剑划破的痕迹，他的发丝飘落，裸露的皮肤上也开始出现细微的伤口。伸出手，一把握住石剑之柄，刹那间，无数恐怖的剑气犹如洪流一般向着鹿野冲了过来。鹿野闭上了双眼，他剑心澄澈，意志坚定。虽然此刻成为了害人的血人，握住石剑的手却未曾有丝毫的颤抖，双脚踩进山石之中。他不能退一步，只要退一步，那便和石剑再无缘分。此时不过是石剑的考验罢了。无论是剑气还是剑意，都是石剑筛选的一环。上一世鹿野都未曾退一步，更别提这一世了。他的手甚至还轻轻地摩擦着石剑。不要恐惧，不要迷茫。一柄剑怎么会迷茫恐惧？剑不会，剑灵会。此时剑灵懵懂之中，又有一些茫然，隐约升起一个念头：你在说什么胡话？你在狗叫什么？谁特么会恐惧？谁特么会迷茫？剑气冲击更加凶猛，一大片血雾向着后方散去。鹿野，卧槽，忘了。现在的石剑还没有暴露自己胆小的本性。是的，这一柄剑就是胆小。当然，他的胆小不是害怕敌人，而是怕黑。虽然说一柄剑怕黑是一件很离谱的事情，可是他真的怕黑。石剑甚至都不允许鹿野给他打造剑鞘。跟着我，成为天地间最强的一柄剑。鹿野又开口，比3生剑强，比祖剑强，比太上剑强，比无敌剑强。石剑听着这一个个名字，虽然他不知道这几柄剑到底是有多强，可是听着名字很强，再加上他确实无法让鹿野后退，这个人血肉都快被削光了，竟然还一步都不退，可以认可。剑气倏然消失，石剑重新归于静寂之中。鹿野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伤势，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双手结印，鲜血自动凝聚，形成了一个颇为玄妙的符号。这自然便是认主契约。随着石剑的一阵轻声剑鸣，石剑就这般和鹿野产生紧密的联系。石剑其实还在用模糊不清的意识在思索着这个主人属于什么情况，在担忧着自己是不是会跟错主人。不过他本身就在这里待得有些累了，这次若是不出去，下次一待又是1000年，时间太长了。不过也无所谓，要是剑主不行的话，等他死后，自己还会流传到其他人的手中，以他的强大，迟早会落在一个足够强大之人的手中。剑意从鹿野的手掌之中绽放，一块块石屑开始从剑身之上脱落。石屑之下，那剑同样呈现褐色，并未曾有绝世的锋芒绽放，甚至看起来斑斑点点，犹如锈迹斑斑。雄浑的真元和至纯至澈的剑意一同流入石剑之中。今后你的名字就叫石剑，小名小石，同不同意？鹿野笑着问道。石剑微微颤抖，不同意。快给老子起一个吊炸天的名字！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名字，那今后就这样叫了。不是，我没同意啊！什么小石，什么石剑，难听死了！我都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石剑了，现在都要出山了，还要被叫做石剑？喂，你听到没有？我不要叫石剑。公子，你果然在这里！楚灵的声音从远处响起，快速飞了过来。恭喜公子重获石剑。石剑自动融入鹿野体内，因为这剑怕黑暗，干脆就将其放在自己的手背之上。他的手背出现一柄剑印，最重要的石剑获得了。那接下来便去寻找其他有用之物。其实对于年轻一代，最有用的东西几乎都在第一层战场，比如治清水，可以洗敌人的资质，将资质提升；比如天灵坛，可以帮助人快速修炼；又比如百药谷，灵宝灵果众多，同样有加快修炼的作用，还能够采摘拿出去换取资源。第一场大战就是出现在第一层空间战场，他向着第一层战场飞了过去，该收神火了。
作为一个炼器师、炼丹师，一个好的火焰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这里的神火质量一般，不过现在拿来过渡正好。因为鹿野的带路，已经有人来到了第2层战场，发现这里无人，顿时开始开心的搜索。鹿野回到第1层，身上的剑伤便已经恢复，他的身影来到了最中间的火山口，毫不犹豫跳了进去。战斗暂时没有出现太多，整个天骄谷战场的宝物太多了，仅仅是第1层战场就足以让许多人不用争抢就能够拿到很多合适的宝物。至清水之中，最起码泡着1000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岳红林第一个目标就是治清水，没办法，他的资质最差，治清水的效果还行。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资质的机会。其实他的真实目的是治清水珠，这里的水本来只是寻常水流，却因为湖底有治清水珠的原因，导致整个湖都变成了治清水。他的身影已经潜入湖底深处，其他人也不是傻子，纷纷向着深处前去。可是这湖底的压力无比巨大，犹如深海一般，越是往深处压力就越是恐怖，修行者也感觉身体沉重，犹如巨山压身。下潜1000米之时，能够继续下潜的人已经寥寥无几；1500米之时，只有3人并头齐进；2000米时，3人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压力，导致七窍往外渗血。岳红林无惧无畏，又有1人放弃，现在只有他和上官无常在不停潜入。上官无常眼中带着欣赏地看着岳红林，这样一个女子着实难得，或许有资格成为他的道侣之一。路途漫漫，还不知姑娘芳名。在下无上帝朝上官无常。上官无常笑着传音道：“我知道。”岳红林同样传音。哦，上官无常嘴角扯出一抹笑意，他的大名果然无数人知晓。幻灵是你的妹妹对吧？岳红林问道。小妹倒是不曾在外走动，姑娘竟然也知道，莫不成是无上帝朝之人？上官无常有些惊讶。不是，你还能在下潜多远？岳红林问道。1000米应当不在话下。岳红林点头表示知道，猛然一拳砸出，轰！拳印掀起无数浪涛，悍然向着上官无常砸了过来。上官无常脸色一变，手中出现一柄方天画戟，一击破碎拳印。拳印之中所蕴含的力量让他心惊。无畏印，一道大印凝聚，带着更加凶猛的力量向着上官无常砸了过来。轰！上官无常感觉到恐怖巨力袭来，他的身体快速上升。好大的胆子！上官无常低吼，持方天画戟向着岳红林杀了过来。岳红林赤手空拳迎了过去，周身符文印记闪烁着光辉，一拳一掌和方天画戟相撞，不仅不落下风丝毫，甚至还将上官无常打得不断后退。什么鬼？上官无常感觉一阵惊悚，他在无上帝朝乃是顶尖天骄，虽然有人比他妖孽，可是满打满算最多不过那1、2人，现在随便碰到一个，竟然有如此实力。滚！岳红林一声大喝，双手结印，一道近乎凝聚成实体的大印轰然将上官无常砸飞了出去。福利上场，2人的距离被无限拉大。现在岳红林没有和上官无常纠缠的心思，对方应该会被自己的师兄打死。他现在要做的就是拿到至清水珠。根据前世师兄所说，至清水珠在底部，这湖泊3000米深。先不说上官无常有没有吹牛，真的可以再下潜1000米，岳红林干脆先出手将其打出去再说。岳红林继续下潜2500米，这个时候一种窒息感已经牢牢地笼罩住岳红林，那是因为压力太大。这清水因为水质的原因，压力比正常的湖水大了何止1000倍，破阴镜都扛不住的那种。不过岳红林觉得现在距离他的极限还比较远，4000米怕是都没有问题。当初师兄取来至清水珠也没有多么困难嘛，结果搞得就好像快死了一般，让自己不眠不休，悉心照顾了好久，还被师兄占了便宜。岳红林的脸颊红润，不知道是被压力压的，还是说因为想起来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3000米到了，湖中的水已经变成了一种黑蓝色，看着就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岳红林愣住了，他确定自己已经下潜了3000米，而现在他看向下方呈现黑色，完全看不到湖底的情况，一时间有些茫然。不是说好的3000米，莫非有了一些变故？他咬了咬牙，感受一下自己还可以承受多少，再次向着下方潜了下去。4000米，现在的岳红林也确实强大，可是在达到4000米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一种恐怖的压力，他的心脏好似都停止了跳动。下方依然未曾见到湖底，岳红林咬了咬牙，继续。5000米，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岳红林的一部分骨头都被压碎了，他的血肉开始呈现出一种糜烂的模样。岳红林双眼充血，脸上还带着不敢置信。他茫然地看了看自己的身体，又想到了当初鹿野从至清水湖之中爬出来的姿态，不是3000米，至清水珠所在的位置不是3000米，湖底离湖面的距离也不是3000米。浓浓的恐惧与窒息笼罩着岳红林，他无惧无畏，可是却隐约有液体从眼角滑出。他是无惧无畏，因为他功法强大，更是拥有前世记忆。前世他是大帝，多么恐怖的场景他没有经历过。可前世帮他取至清水珠的鹿野呢？那时候的鹿野只是一个刚出宗门没有多久，杀个人都会缓一阵的萌新。这样的一个修行萌新，若非是没有执着，没有强大的信念，在这般恐怖与窒息甚至绝望的湖水之中，真的有继续下潜的勇气吗？
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距离湖底还有多远，有可能还有100米，有可能还有1000米，有可能还有3000米。在这种没有希望、没有尽头的环境之下，鹿野却始终记着他需要至清水珠。可是他为什么要骗自己？为什么要骗自己说只有3000米？岳红林咬紧牙关，继续向着湖底冲了过去。咔咔咔，他的骨头不停发出脆响。岳红林已经不知道自己下潜了多少米，一团淡淡的蓝色光晕终于映入了他的眼睛之中。他其实已经看不清了，却还是摸索着来到蓝色光晕的中心，手掌握住了至清水珠。这时候他的身体产生了一种强烈渴求，让至清水珠立刻马上融入他的身体。只要融入，他那濒临破碎的身体立刻就可以恢复，而且提升资质的效果最好。融入，这不是至清水珠的蛊惑，而是他那濒临破碎的身体在给他的大脑发出信号。岳红林没有选择融入，他克制住自己身体的欲望，生灵对于生的那种极致本能，无穷的痛苦传达至他的脑海。他的大脑不停地在发布指令，让他吸收至清水珠，让他立刻吸收。原来师兄当初承受的是这般的痛苦，他为了给自己提升资质，竟然克制住了生灵求生的本能。怪不得师兄会受那么重的伤，怪不得，太痛苦。岳红林深切地感受着当初鹿野所承受的痛苦，强烈的后悔犹如无数毒虫在撕扯着他的内心。师兄实在是对他太好了，这个世间还会有哪个男子可以对他好过自己的生命？凤无邪做不到的。他虽然没有和凤无邪在一起过，可是他可以肯定，凤无邪绝对做不到。可是师兄，那不是爱情啊！你哪怕对我再好，我没有那么一瞬间的悸动，我对你只能是感激，而不是爱情。只有和凤无邪在一起的时候，岳红林才会有那种心跳加快、身体发热的那种激动。师兄，这一世除了让我和你在一起，其他的我什么都会答应，哪怕是替师兄去死。岳红林暗自发着毒誓，他开始往上游，力气越来越小，不行，真的要顶不住了。岳红林犹豫再三，还是选择炼化至清水珠。师兄要这玩意也没有用，但凡是师兄有用，自己都可以无偿将宝物送给师兄。既然师兄没用，自己改善体质之后，一定要去帮师兄寻找一件非常贵重的宝物。随着至清水珠的吞服，岳红林的伤势开始快速恢复，并且至清水珠还在大肆改变他的体质，将无数杂质逼了出去。岳红林的修为开始突破，他要碎丹成阴。是的，之前和上官无常打架的时候，他还未曾突破到破阴境，不过遮盖了境界罢了。实际上，要是岳红林未破阴境，一招就可以把上官无常打个半死，那可是大地众生。等到岳红林伤势恢复，突破成功来到湖面之时，上官无常已经手持方天画戟等待许久。刚才在水中没有打尽兴，现在再战一场，你意下如何？沉重的方天画戟舞动，指着岳红林问道。岳红林绝美面容露出了一抹冷笑，在水中你都打不过我，更别提现在了。无畏神拳再次打出，一道拳印瞬息而至。上官无常挥动方天画戟，先斩拳印，后续的攻击已经想好。可是方天画戟和拳印碰撞的刹那，上官无常已经感觉一股庞大到无可匹敌的力道从拳印奔腾而来。轰！方天画戟高高扬起，上官无常脸色发红，身体压根就停不住，一步一个深深的脚印，一连退了10几步，才勉强止住身影。他惊骇地看向岳红林，怎么可能？岳红林却没有再搭理对方，他没有准备杀这个家伙，留着给上官幻灵吧。鹿野从火山之中走出，他的元婴之上，一团火焰犹如丝带一般缠绕在元婴周围。三火山其中一团火焰熄灭，意味着一种神火已经被取走。鹿野取走的这神火名为白日阳火，火焰温度足够高，在进入第4层天之前都足够用。若是不行，就让他进阶一下。下一个位置，百药。他凝聚第2条命的话，是需要百药谷核心位置的一朵惊天大日葵。这玩意外边很难找，上一世他也是在这里找到的。他的身影离开，楚灵也离开了。他现在终于发现了一个非常现实而又可怕的事情，那就是鹿野的实力越来越强了。若是他的实力再提升得很慢，他今后连跟随鹿野的资格都没有。上一世鹿野会主动带着他，这一世鹿野可不会管他的死活。算算时间，其他妖魔鬼怪各种势力也要降临了。那些东西距离天骄古战场远，所以迟了一些。鹿野抬头看了过去，就看到天空之上或是紫色的漩涡，或是黑色的漩涡出现，5颜6色的漩涡几乎没有间隔1分钟便纷纷出现。紧接着魔气、鬼气、妖气、怪叫声、狂笑声、吼声，鹿野看了一眼便不再在意，甚至还有些嫌弃这群家伙聒噪。他的身影来到了百药谷，这里布满各种各样的阵法，传闻之中其实是一个古老强大宗门的药谷。鹿野却知道这个传闻假的，因为这百药谷的阵法都是一个人设置的。那个家伙想要以阵法会战万古天骄，也算是一个牛逼的人。后来即便是战死，却也通过自己的阵法立了大功，流传千古。当然现在还没死呢。百药谷一群人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阵法。对于阵法师来说，这药材可能还没有这阵法珍贵，因为这阵法当年设的时候，那个阵法师也就是才20岁的年纪，思路也是颇为适合年轻一代的弟子。其中一人身影不断的消失，出现，再消失，再出现，这是因为此人正在源源不断的破开阵法，又碰到新的阵法。看着这破阵的速度，鹿野眼中露出了一抹惊讶。之前怎么发现有这么一位天赋异禀的阵法师？看这破阵的速度，正常情况下不应该籍籍无名，他偏偏就籍籍无名了，便只有一个可能，此人半路死了。鹿野不仅是有些惜才，
这样一个阵法师还未曾成长起来便死了，着实可惜，自己可以适当帮他一把。陆野走进阵法，阵法微微波动，他的身影便彻底消失。他进入其中，并未去破阵，而是选择通过阵法。很快，他的身影就来到了那破阵之人的前方。破阵的人正专心致志地破阵，阵中突然出来一人，把他吓了一跳。你是人是鬼？这少年唇红齿白，有些惊恐地问道。陆野，你见过鬼没有？那你见过人吗？见过。我和人有什么区别？少年终于回过神来，有些不好意思。突然出现的陆野确实把他吓了一跳。对不起，你比所有人都要帅。陆野哑然失笑。好小子，说他傻吧，他有些情商；说他有情商吧，他还真的有点情商。叫什么名字？在下里怀玉。接下来好好的破阵，仔细的感悟。说完，陆野的身影消失。李怀玉眼睛瞪大，不敢置信的看着陆野消失的方向，又看了看完好无损的阵法。他怎么做到的？陆野不断深入，原来留存的阵法被他改变，换成了全新体系的阵法，而且不是一种体系，其中又有2个阵法，一个是强光阵，没有什么杀伤力，就是可以亮瞎别人的眼睛；一个是短距离传送阵，传送的距离约莫是在10公里到30公里之间，虽然不是太远，用来逃命多半是没有问题了。他持续改变阵法，改变着，就来到了惊天大日葵面前，拿出玉盒，将惊天大日葵封印，又采摘了10几朵可能用到的珍贵宝药。陆野离开百药谷，李怀玉还在孜孜不倦地破解阵法，他的眼中满是对于知识的探究和满足，又破开了一些阵法。来到一个新的阵法之时，李怀玉神色一变，他已经陷入到阵法之中，眼前出现了一个个身材健壮、8块腹肌的美男子，正对他勾动手指。阵法变了，何止是阵法变了，整个阵法的体系都发生了改变。怎么搞的？他基本上已经搞清楚了布阵之人的思路，现在阵法却来了一个大变形。难道说是刚才那个少年搞的鬼？能够在不破解阵法的情况下对阵法再进行改变，这该有多么恐怖的阵法造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幻境之中为什么会出现8个健壮美男？对于他这样一个男人，幻境之中出现8个美艳妇人，难道不是最合适不过的？离开百药谷，陆野下一个目标是天灵潭。天灵潭顾名思义，灵气浓郁，有助人修行之功效。本身陆野就有系统的帮助，可以加快修行。若是在天灵潭，修行的速度可以更快。走出百药谷，轰鸣声从远方传来，战斗已经开启。人族强盛，将异族全部驱逐出灵气最为浓郁的大荒。本身和多方都有仇怨，现在年轻一代聚集在一起，那才是真的无比混乱。陆野不是特别关注这些事情，强者都是厮杀出来的，谁都避免不了厮杀。在这种地方，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修为也差不多，杀就杀呗，谁怕谁？除非是那种恃强凌弱、肆意屠杀的情况，陆野才会看不下去，选择出手。同辈之间的战斗，死就死了。轰！一道身影重重地砸在陆野身前，道友，救我！一个小宗门的弟子大口吐血，眼看着就已经进气少出气多了。哈哈哈，你也死！一只黑色蝙蝠发出怪笑，凶猛向着陆野冲了过来。陆野本来都准备绕一下位置离开的，不过既然黑色蝙蝠对他动手了，一道剑光轻轻划过，蝙蝠一分为2。陆野找到对方的储物戒指，一点火星将其化为灰烬，大袖轻甩，骨灰飞舞。服务！一声悲痛大叫，10几头黑色蝙蝠速度极快冲了过来，先是看了一眼化为2半的蝙蝠，还没有说话。陆野一剑划过，咻！日光之下，光线扭曲，一道道剑光纵横交错，10几头蝙蝠全部化为2半，鲜血流淌一地，血腥味道刺鼻。陆野勾了勾手指，一个个储物戒落在他的手中，抬步离开。道友，还望知道道友名姓。今日之恩，乾坤宗计量来日必报。陆野脚步未停，消失在大地的尽头。大战果然已经开始，路上有妖魔的尸体，也有人族的尸体，有尸体被啃食的不像样子，也有女修被扒光，身上满是咬痕。修行界的残酷在这一刻表现得非常直观。2个狼狈逃窜的身影向着陆野奔跑而来。道友，快走！妖族占据了前方天灵潭，杀了很多人。我们人族此时为了对抗妖魔鬼怪，也选择了结盟。咱们可以一同前往结盟点，共同和妖魔抗衡。陆野稍微来了一些兴趣，上一世还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人族还结盟了？谁让结盟的？陆野问道。是大道宗的岳红灵带头，许多大势力纷纷响应，那里不仅安全，还可以带着我等反攻妖魔，不会被妖魔个个击破。道友，快走！是岳红灵啊，怪不得事情发生了改变。不必了，我还要去天灵潭去看看。道友，现在天灵潭已经被妖族占领了，你现在过去不是去送死吗？陆野也不生气，我就去看看，若是危险我及时后退。我劝你还是别去了，我这人向来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陆野对于善良的人容忍度向来很高，像这2人不过是好心想要让自己去安全的地方。那道友一路保重，保重。萍水相逢，陆野的身影距离天灵潭已经很近了，前方飘来血腥味。天灵潭不是特别大，潭口不过是直径10丈，呈现碧绿色，犹如一枚宝石镶嵌在大地之上，浓郁灵气弥漫，呈现水雾状。天灵潭周围不少的尸体血肉模糊，有巨大妖族正在拿着尸体啃食，也有妖族进入了天灵潭，舒服的修行，咯吱咯吱声音尤为清脆。陆野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一双双眼睛睁开，几乎同时向着陆野看了过去，煞气弥漫。陆野好像没有感觉一样，继续向着一群妖族走来。
有意思。一头豹妖突然笑了一下，它从天灵潭跳出，所有的水分蒸发，周身的毛发开始绽放丝丝缕缕的光芒。很自信的人类，他多半是认为他一人可以将我等杀光。豹妖对着一众妖族说道：“可是实际上呢？他会求饶。”妖族顿时发出了嗤笑，他会哀嚎，哈哈哈！嗤笑变成了哄笑，他会哭着求我们给他一个痛快，吼吼吼，嘎嘎嘎，嗷呜！豹妖带着戏谑看着陆野，身影骤然化为一道金光，哀嚎吧！噗！两半的豹妖尸体飞了出去，鲜血在地上划出一个 V 型。废话真多，都该死了。陆野平稳踏步，身影犹如电影被抽针了一般，闪烁之间已过10丈，不断闪烁，已经冲到妖群之中。一剑挥出，7、8头一条直线上的妖族身体全部炸开，杀戮开启。一声凤鸣，有妖族燃烧血脉，化为一头火凤的形状，旋转向着陆野杀来。剑光划过，火凤都被展开，树木断裂，剑气消失在树丛之中，不知道延伸多远。占据天灵潭的妖族，从刚开始的残忍，再到错愕，再到惊悚，最后化为了崩溃。那身影一身玄衣，随手挥出的剑气无坚不摧，没有妖能够拦住任何一道剑气，到处都是残肢，到处流淌的都是鲜血。天灵潭被染成淡淡的红色，有妖族彻底崩溃，哀嚎的着逃窜。陆野也没有去追杀，主要是觉得浪费时间。刚才他在杀妖的时候，也发现了几个熟面孔，比如说小金豹王、石铁兽，一头拥有白虎血脉的后羿，这些都是前世打过的。这一世却只需要一剑。陆野走进天灵潭中，开启修炼。天灵潭的潭水微微荡漾出波纹，庞大精纯的灵气源源不断地进入陆野的体内，他的脸上忍不住露出了一抹满足。天吴王，天吴王，不好了！天灵潭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人类，他一个人就斩杀了在天灵潭的诸多妖族，还请天吴王出手将其斩杀，为诸多妖族兄弟报仇啊！有妖族连滚带爬，无比狼狈的冲到妖族大部队之中，声音急切的大吼。天吴王此刻呈现人类的状态，只要达到破阴境，妖族就可以化形成人类，用以加快修行速度。人族肉身孱弱，比不得妖族魔族强横。不过人族有一点却比天下万族都要好，那便是慧，可以说是智，可以说是慧光。千百万年，一代代的人族将人族进化成天地间最适合修炼的生灵。原来的人族修炼都是让自己向着妖族魔族进化，比如说身体周围涂抹诡异花纹，比如受众生朝拜，比如让自己修行成大鸡巴，甚至生长出类似于妖兽的强大枝干。而现在妖也好，魔也罢，都喜欢化形为人类，参悟人类的法门。天吴便是如此，也不止天吴如此。天吴虽然化为了人形，可是身体两侧还生长着许多锋利如刀的肢体。你是说一个人留下天灵潭的妖族全死了？天吴问道。是啊，那个人类太强了，他的剑光没有任何人能够拦住，一剑下去可以斩杀10几头妖族，太可怕了！这么可怕！暴性的妖族突然身上爬起来紫色的丝线，他一把扼住自己的咽喉，眼睛瞪大看向天吴，紫色的丝线遍布他的眼球。这只妖不能再说出任何一句话，身体一僵，生命的气息彻底消失，死了。先追杀凤无邪，其他任何事都没有这件事重要。天吴眼神冷漠地说道。他自信不会弱于任何天骄，可是万万想不到，这世间竟然还有凤凰的余孽存在。天吴一族战天斗地，实力恐怖，可唯有面对凤凰一族是先天劣势，那是一种食物链一般的压制，哪怕就是凤无邪比他弱，可是他看到凤无邪的那一瞬间，还是感受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战力，这如何能够让他忍受？一定要杀了凤无邪，让凤凰一族彻底绝灭在天地之间。是一群妖族继续追踪凤无邪的踪迹，而另外一边，人族聚集地，此地名为悟道风崖，吹过来的风可以让人极度清醒，灵感大涨，不少人都可以进入顿悟状态。这里的人族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其中不乏强者所在，比如上官无常，比如太上剑宗廖一剑，比如山河宝塔宗的云天星等等。许多人已经和妖族魔族等等交手过，知道对方的强大，不过也没有太过畏惧。人族强横，那可不是空说而已。人族这边随便拉出来一个，妖族或者魔族随便拉出来一个，彼此厮杀，那活下来的多半是人族，就是妖魔总是喜欢成群结队，非常棘手。岳红林看到人数已经越聚越多，而且也有了其他的强者存在。上一世陆野所做的事情，这一世他提前帮陆野做了，陆野就不需要那么累了。那么接下来他终于要去见那个人了。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葱醋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岳红林哼着这首歌，这是师兄唱过的，说的是他老家的一首歌，自己也跑到他老家过，却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不过真的好听。据点已经成功，接下来我要离开了。岳红林对着众人说道。啊，你去做什么？众人不解，难不成岳红林想要单独去找宝物，寻找真爱？岳红林开心地扬起了脸，长长的马尾轻轻摇晃。寻找真爱，原来岳仙子竟然把大道当作真爱，这等向道之心实在是让我等敬佩。众人纷纷恍然，说到底还是去找宝物呗。罢了，去找就去找吧，总比真的找真爱要好。哈哈哈，也可以这样说吧。那么诸位有缘再见。岳红林和众人告别，快速消失。按照时间点来看，凤无邪应当是向着第2层空间逃窜，因为第2层天存在着一处很残酷的战场，许多魔族和鬼族都在那战场附近。
自己当初也是招惹到魔族，被魔族追杀，所以才碰到同样被妖族追杀的凤无邪。接下来两人就开始同舟共济，并肩作战，一同寻找着逃出升天之计策。这一世还这样进行。不过不同寻常的是，上一世他并不强，而这一世能够打得过他的寥寥无几。岳红林向着第二层空间冲了过去，不多时，他来到了第二层空间。按照上一世的剧情发展一样，他的身影出现第二层的血魔山，争抢血魔山的不染花。这里昔日发生大战，魔族死在这里很多人，被魔血污染。可是被魔血污染之处，偏偏又生长出来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神花，名为不染花。只能说天地是何等的神奇。按实力来讲，岳红林完全可以将这一群魔族杀干净，再悠哉的拿着不染花离开。不过如此就偏离正轨了，他将自己的实力压制到一种和前世差不太多的水准，慌忙逃窜。后方一群魔族嗷嗷叫的开始追杀。凤无邪，我来了！天无，我和你无仇无怨，为何执意要杀我？凤无邪浑身浴血，口中发出怒吼。他是真的不太理解，大家都是妖族，现在来到这天焦谷战场，你不去追杀人族，不去杀魔族，你他妈杀自己人，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杀你还需要理由吗？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若是每杀一个垃圾，我都要解释一番，我这一生岂不是全部浪费在解释上？有种单挑啊！凤无邪身上在添新伤，单挑的情况下，他真的不是特别害怕天无，毕竟他有尊贵的凤凰血统，哪怕修为弱上一些，可照样能一战。单挑，呵呵，我这千百之族和你打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收起来？以免你觉得不太公平。天无冷笑道：“凤无邪恢复力强大，虽然不断受创，却还能够活蹦乱跳。只不过若是这般持续下去，那就不好说了。妖族追杀妖族，其他的族群哪里会出手相救？不落井下石都够好了。”凤无邪咬紧牙关，该死该死，这天无就他妈是一个疯子。等到自己今后成长起来，一定要让这长相恶心的种族灭族。这时候，前方突然又是一阵轰鸣声炸起。有变故，凤无邪的眼中出现了一袭红衣，离近看来，他的眼中出现了惊艳。好美的女人，可是美则美矣，她身后竟然跟着一大群魔族修士，黑云滚滚，魔气滔天，对这红衣女孩展开追杀。两人相向而来，岳红林看着这个无数次出现在自己梦中的少年，少年浑身染血，眼睛却格外明亮，他的眼睛忍不住红了。太多年了，凤无邪死亡之后，真的在他的心中住了太多年，现在他终于见到了。在两人来到一处的瞬间，几乎没有任何的交流，同时向着一侧跑去。妖和魔越来越近，双方眼中都带着警惕，因为这两个族群向来也不是属于什么和和美美的类型。我们妖族无意与魔族为敌，共同击杀两人可好？天无大声说道。魔族这边也是松了一口气，好。于是妖魔汇聚一起，却又泾渭分明，一同追杀岳红林和凤无邪。你做什么了？被这么多魔族追杀？凤无邪眼睛看向岳红林，这个人类女子可真漂亮。你做什么了？被这么多妖族追杀？凤无邪嘴角一扬，我怀疑是这群丑陋的妖族嫉妒我帅气的面容，所以才对我展开追杀的。岳红林，不是凤无邪这句话说的不对，而是他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他下意识就想到了陆野，因为陆野有时候也总是这般自恋，说自己另外一个名字叫陆彦祖，还有一个名字叫陆潘安什么的。岳红林知道彦祖和潘安都是陆野老家著名的帅哥，看到岳红林呆呆地看着他，虽然奔跑的速度不减，可是那神情分明已经吃了。凤无邪忍不住感慨，我这该死的妹，如此漂亮的人类女子，仅仅是见自己一面便为自己倾倒，但是现在不是撩妹的时候，你可有办法摆脱追杀？凤无邪问道。没有。岳红林回过神来，心有戚戚之感，自己竟然在和凤无邪在一起的时候想到了陆野，难不成自己真的是一个贱女人？和这个在一起的时候想另外一个，和另外一个在一起的时候想这个，不，自己喜欢的一直都是凤无邪，只不过是因为和师兄在一起的时间太久了，久到师兄已经融入到自己的方方面面，每一寸，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这种情况之后肯定会渐渐消失的。那咱们两个多半是要死了，一方追杀就如此艰难，更别提现再有两方追杀了，死不了。咱们去找我师兄，等到我师兄过来，这群人不过是土崩瓦狗，你师兄这么强，自然我师兄同辈无敌，那太好了。你师兄在什么地方？这个方向。两人偏转方向，有远程攻击不断的砸落，两人一同出手击碎。那你师兄对于妖族是什么态度？我是说好妖，从来没有吃过人类，并且对于吃人类没有任何兴趣的好妖。凤无邪问道。放心，我师兄从来不会滥杀无辜。岳红林眼睛余光悄悄地打量着凤无邪，单单是从颜值方面，凤无邪绝对没得说，哪怕是现在颇为狼狈，却也给他增添了些许破碎的美感。对方不断的远程攻击骚扰，让两人的速度受到了显而易见的影响。眼看着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完了完了！凤无邪眼中满是绝望，这次他好像要死定了。岳红林突然双手结印，头顶一枚法术长枪凝聚，向着后方的妖魔射了过去。长枪射程很远，有妖魔一不小心就会被法术长枪当场洞穿。可是这法术长枪凝聚的太慢，妖魔又太多，压根就无法影响到妖魔的追杀。单体攻击不行，最好要群体攻击。凤无邪大声说道。我没有群体攻击啊！凤无邪咬了咬牙，我有，但是我释放出攻击之后，你必须要带着我一块跑。其实凤无邪还无法相信岳红林，只不过现在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自己释放天凤燎原，必然是能量衰竭，没有了逃跑的力气。若是什么都不做，必然会被围上杀掉，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可以，岳红林给了确切的答复。一声凤鸣猛然响起，凤无邪燃烧所有的能量，
在他的头顶，一只华丽的火焰凤凰成型。凤无邪释放这一招，无疑是非常勉强的。释放之后，浑身虚弱。去！华丽的火凤拖曳着尾翼，向着妖魔冲了过去。岳红玲一把抓住凤无邪的衣服，本来准备扛在身上，可是鬼使神差没有这样做。轰！火凤炸开，漫天的火雨拦住了一群妖魔的去路，双方的距离再次拉远。岳红玲嘴角轻轻扬起，妖魔破开火雨之后继续追杀。你师兄怎么还没有出现？凤无邪虚弱地问道。不好意思，我好像迷路了。凤无邪，神他妈的迷路了！凤无邪眼中出现了绝望，他想要对岳红玲破口大骂，可是又担心岳红玲现在就把他扔下。罢了罢了，不怪你。凤无邪现在只能哄着岳红玲，并且开始恢复力量。岳红玲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3分。随着妖魔越来越靠近，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裂谷，这裂谷好像是被一刀展开的，裂谷两侧的泥土呈现焦黑状，看着颇为坚固。岳红玲猛然冲进裂谷之中，此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快些恢复实力，我在前方抵挡妖魔。我若是撑不住，你来替我，你可以顶得住吗？凤无邪有气无力地问道。可以。3瓶丹药扔给凤无邪，岳红玲看向前方，上一世也是在这里，两人齐心协力，不断打退妖魔的一次次攻击，最终扛到了陆野的到来。这一世，岳红玲自己其实都能够杀干净这群妖魔，不过她还是想要体验一把当初那让她感觉悸动的一幕。杀！裂谷狭窄，周围焦黑土壤坚固若铁石，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形。上下2个妖魔冲来，2击法印同时将妖魔击退。凤无邪见状，急忙大口吃下丹药，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开始恢复体内妖力。岳红玲不急不缓地打着，她犹如一道最为顽固的壁障，拦住了所有的妖魔。天吴冲了上来，还是被岳红玲轻描淡写的一拳打得后退。天吴，不对吧？这个人类女子这么强？不是，你都这么强了，怎么感觉你压根就不用跑？你直接把那群魔族给打死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劲逃窜这么长时间？无法理解，不可思议，耗死他！天吴一声怒吼，妖魔一个接着一个上。岳红玲有实力，一拳打死一个，却偏偏不打死。时间1分1秒过去，妖魔被打退再过来，再被打退再过来。凤无邪恢复速度很快，凤凰的血统还是非常强大的。他悄悄地睁眼看了一眼岳红玲，发现岳红玲稳如泰山。他甚至已经升起了自己直接逃跑的想法，不过很快这个想法就被他否决。他是可以逃跑，但是天吴就好像疯狗一般，和他不死不休。若是他逃跑，天吴绝对不会再纠缠岳红玲，而是去追杀自己。自己这般舍弃了岳红玲的行为，也会让岳红玲对自己仇恨。综合考量，不能跑。岳红玲还在坚持，凤无邪不做他想，继续恢复实力。又是过了10分钟，岳红玲好像已经到了极限，摇摇欲坠。凤无邪知道该自己出手了，他的实力也没有太弱，1对1的情况下，他倒也不是怕谁。随着岳红玲退了一步，凤无邪猛然冲到了岳红玲的前方。轮到我了，你恢复实力！凤无邪大吼说道。岳红玲微微一顿，在凤无邪看不到的地方露出了一抹笑容。这种感觉，岳红玲眉头突然一皱，不对，为何感觉不像是之前那般怦然心动？是哪里出问题了？岳红玲不解，莫非这次是因为自己实力在身，所以导致自己没有那种危机感？当初他也是在这里，真的算是坚持到极致。凤无邪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刹那，他的心脏真的是那种前所未有的悸动，无穷的安全感笼罩着他。而现在那种感觉并没有。岳红玲紧皱着眉头，吞下丹药，开始恢复消耗的真元。凤无邪实力确实不错，可是面对络绎不绝的攻击，还是不断受伤。他压根就无法撑得住岳红玲那么长的时间。随着他受伤越来越重，岳红玲在后边突然一记手刀打晕了他，将他拖到了后边。天吴神色狰狞，交出凤无邪，我们妖族不会参与你们的仇怨。岳红玲面容轻松，他将凤无邪放好，看向了这群妖魔。无畏！他一声大喝，双拳轰出，轰！狂暴的真元化为2枚清晰的符文冲进妖魔之中。刹那间，前方的数个妖魔身躯炸开，鲜血染红焦黑的大地。天吴、妖魔、岳红玲连一句废话都没有，脚掌在大地之上烙印清晰的脚印，一道道密纹闪烁，带着毁灭一切的姿态。前方的妖魔纷纷崩碎。天吴怒吼，所有的蜈蚣角都迸发出光辉，化为一道光束奔腾而来，却被岳红玲毫不费力的一拳打爆。天吴，卧槽，你这么强，你这么强，为什么之前和我们打这么长时间？你这么强，为什么要被一群魔族追杀？这群魔族，他们配追杀你？在玩什么奇奇怪怪扮猪吃虎的游戏？崩了！妖魔直接被岳红玲的凶悍打崩，这种只有一条路的猎谷，跑都没有地方跑，被岳红玲一阵摧枯拉朽的姿态全部灭杀。岳红玲杀掉最后一个魔族，开始打扫战场，所有的储物宝物拿到手中，又是一把火将其尸体烧掉。他带着昏迷的凤无邪快速消失，看着昏迷的凤无邪，岳红玲思索了起来。上一世，他们2人坚持着，是师兄过来将这些妖魔打杀，他不允许自己和凤无邪待在一块，直接把凤无邪丢下，强行带着他离开。所以后面他压根就不知道凤无邪经历了什么。后来他又遇到了凤无邪，2人一同探索险地，一起修炼，一起寻找宝物。和凤无邪待在一起的时候，他真的非常开心。现在师兄没有插手，自己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跟着凤无邪一块？他有些犹豫罢了。即便是自己不跟着，用不了太久也会重新再见，那倒是不如一直跟着了。就是这次没有出现心动的感觉，着实是颇为奇怪。不久，凤无邪缓缓睁开了双眼，天色已经黑了，
岳红林燃起篝火，失神的看着跳动的篝火，他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我死了吗？凤无邪猛然惊醒，没死，活得好好的。凤无邪看了看完好无损的自己，又捏了一把自己的手臂，有了疼痛，才知道自己确实没死。仙子，我们怎么逃出来的？凤无邪连忙问道。我师兄过来了，将那些妖魔打杀，然后就逃出来了。岳红林说道。那你师兄呢？师兄是个大忙人，已经离开了啊。那让咱们两个单独待在一块。凤无邪不敢置信地说道。岳红林眯起了眼睛，你想得美，你醒之后我也要离开，再见。岳红林离开了。本来他打算和凤无邪一块探险，可是等到凤无邪苏醒之后，岳红林却感觉自己和他相处好像颇为别扭，索性就暂时离开。不过也不算是完全的离开，一道秘法释放，岳红林周身的气息无限减弱，除非是亲眼看到他，否则整个天骄古战场除了师兄，应该没有人能够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在不远处盯着凤无邪，还好离开了。凤无邪看着黑黑的夜空，再也没有了岳红林的踪迹，忍不住轻吐了一口气，吓死人了。师兄这个称谓一听就是男的，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孩，他竟然能够放心让对方跟着我，万一出点什么事，他那个师兄必然杀我。岳红林不由得轻笑，这凤无邪的脑袋倒是好使，不过他想的也没错，上一世师兄得知自己喜欢上了凤无邪，确实非常暴躁，以至于后来凤无邪身处险境，他死活不同意自己去救凤无邪，将自己绑了起来，后来才导致的凤无邪身死。他当时还说什么这是一个陷阱，针对他的陷阱，怎么可能？凤无邪和师兄都没有接触过，怎么会布下针对师兄的陷阱？完全就是师兄醋意爆发了。也就是因为这件事，他恨了师兄很久，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慢慢的被磨灭这股恨意。这一世，师兄应当不会再打扰自己了，自己终于可以追寻自己的真爱。岳红林那一点破事，陆野当然不愿意参与。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岳红林会死在天骄古战场，他肯定死。为什么这么肯定？因为陆野当初都死了，那是陆野的第一条命，就浪费到了岳红林的身上。这一世可不会这般了。陆野在天灵潭修炼到飞起，虽然说天骄古战场之中有许多后天形成的修行福地，又或者是天才地宝，不过对于陆野来说什么都不缺，他只需要修炼。天灵潭的修炼效果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不过是3天多的时间，他的修为便再破一层，破阴第6层了。现在说他是天骄古战场境界第1高都不为过，战斗力更别说了。他对于杀人也没有太大的兴趣，无论是妖魔鬼怪也好，还是说那几个神经病的神族，他都没有兴趣。我特么的修炼，不过他不去找其他人的麻烦，并不代表着别人不来找他的麻烦。天灵潭是一处非常不错的宝地，自然被许多人关注。阿弥陀佛，陆野听到这一声佛号，微微错愕。佛教，他想到很多会来找他麻烦的种族，却没有想到第一个到来的竟然是佛教。陆野没有睁开眼睛。施主，此地与佛有缘，烦请施主换个地方修行可好？有声音温和的说道。陆野声音平静的说道，我在此地修行，未曾招惹佛教，你们不是我的对手，我奉劝你们也不要招惹我。施主，怎可说是招惹？此地贫僧远观就曾看到佛光璀璨，这满潭灵水怕是为舍利所化，还是请施主换个位置吧。陆野睁开了双眼，1个光头，2个光头，3个光头，共有7个佛教弟子，赶人就赶人，偏偏扯什么与佛有缘？你们佛教总是这般将无理说成有理，当趁无耻。施主妄言，我等佛教慈悲为怀，若是其他妖魔到来，看只剩下你一人，怕是已经出手将你打杀。施主莫要执迷不悟，聒噪大胆。陆野的手中出现一柄石剑，一剑划过，青色剑光刹那间迎风暴涨，天灵潭微微荡漾，7个佛教弟子同时绽放金光，却看到那青色剑光破开金光，犹如利剑砍进豆腐之中，鲜血染红天灵潭，一个个断成2截的尸体纷纷落在潭水之中。陆野重新闭上了眼睛，世界又安静了，修行还在继续。另一边，一群僧人刚刚收拾好战场。阿弥陀佛，出家人慈悲为怀，妖魔祸乱苍生，我等将其超度，实乃顺应大道。然也然也，度师弟可是前往天灵潭。为首的和尚唇红齿白，眉心一点金光，看着圣洁温和，若非禅杖还有鲜血滴落，任谁看一眼不觉得这是一个和善和尚。在佛门之中，并非是谁都有资格去拿禅杖的，寻常僧人持棍，高等僧人持杵，能够在如此年纪持锡杖者，怕是为佛子身份。又有僧人持钟、持铃、持盘，种类颇多，唯独生师凶化。度师弟确实去了天灵潭，天灵潭适合修行佛经，是好去处，寻常弟子可去。度能，你带领元丹9层之下弟子前往，此灵名为因果灵，若是有其他情况发生，可捏碎此灵，我自会赶到。是，其他人跟我前往他处寻佛家遗迹。是。度能目送着10几个僧人离开，看向了天灵潭的方向。诸位师弟，跟着我来。足足数十僧人向着天灵潭赶了过去。陆野依然在修行。不多时，度能率领一众僧人赶到，一看就看到了悬浮在天灵潭之上的陆野，可以看到一缕缕雾气不断涌入陆野五心之中。7个佛教弟子尸体纷纷呈现2半，悬浮在天灵潭之上，还有诸多妖魔人类尸体。原本风景秀美的天灵潭，此时犹如魔窟一般。度师弟，度能一声悲呼，双眼怒睁，好似伏魔金刚。度师弟等人是你杀的？度能大声呵斥。陆野又一次被打扰，他未曾睁眼，就感觉到了几十道佛家的气息，看来佛教的佛子什么的，今天要全部都死在自己手中了。打了一批，来上一批，一批比一批强，却还是难逃一个死字。饶我清修，死不足惜。陆野吐出了8个字。度能双眼发红，
好，仅仅是扰你清修，你便出手伤人，与魔合意。今日我便降妖除魔，众弟子听令，在18罗汉伏魔阵，是18个和尚同时飞身踏上天灵潭水面，18人气息一体，打一人犹如打18人，是佛教之中颇为无解的阵法。陆野睁开了双眼，总是找死，何必呢？18罗汉双眼怒睁，周身金光闪烁，身体犹如染上金漆。伏诛魔鬼，他是魔鬼，他是佛祖都无法镇压、无法度化的魔鬼，都能满身鲜血，原本整洁的僧袍也在此刻沾染污垢。他跑着跑着，甚至还一个踉跄栽倒在地上。一个破阴境的僧人竟然因为慌乱栽倒在地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杜能在逃窜，疯狂的逃窜，他甚至没有想起来佛子给他的因果灵，因为此刻在他的潜意识之中，哪怕就是佛子来到这样一个魔鬼的面前，也只有陨落的命运。陆野杀掉最后一个人，看着逃跑的杜能，一时间有些无语。还是破阴境呢，这心理素质也太差了。自己也就是这次杀的有点多，所以感觉有些进入上一世的杀戮状态。上一世陆野都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的强者，所以这一眼看过去，正好和杜能对视。杜能相当于和上一世杀戮时的陆野对视了一眼，直接就导致杜能崩溃了。他也没有追杀，懒得追杀。从今这世界上，如果杜能不死的话，应该就会多出来一个疯和尚。血腥味略微刺鼻，影响心情。陆野想了一下，伸出了手掌，一缕缕尸体全部飞了过来，包括之前死的尸体一同堆积在一起，一把火将其烧成灰烬，骨头渣子都烧了个干净。他轻轻挥动衣袖，一股风吹拂，天地间一片清爽。陆野心情大好，重新回到天灵潭之上开始修炼。天灵潭之下是没有宝物的，不像是至清水。天灵潭的形成是和地势有关，此处所不是有一处水潭，而是大地的话，那这里多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灵石矿，灵石矿的规模多半还不会小。时间缓缓过去，又是5天，陆野的修为达到了破阴7层，修炼速度太快了，不仅是快，而且还非常稳。真元之雄厚，已经远远超出破阴9层。另一边，因为天骄古战场第3层之上的空间还没有开启，下3层的遗迹、宝物都被搜刮得七七八八，于是战斗开始更加频繁。没有宝物了，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开启战斗，和天下天骄交手，如此才能名目己身。不过人族太强了，太上剑宗李无白一人一剑吐90魔，全身而退。劫宗风龙象一拳砸死鬼族第3鬼子。阴阳法宗圣女落渊战妖族小龙王而不弱丝毫，一个比一个猛。当初陆野刚刚穿越到这方世界的时候，说实话还觉得颇为不适应，因为他之前看小说都是人族示弱，被百族所欺负，而这个世界人族强的吓人，一个个族群都被打得很惨。这族群被打得很惨之后，就喜欢结盟，甚至结盟都已经轻车熟路了。为何有妖魔鬼怪这个词？就是因为他们这群家伙就喜欢凑在一起，共同对付人族。他们一旦联盟，那就热闹，人类这边也是压力大增。上一世陆野是人类这边的领头人，和这些妖魔鬼怪不断大战，杀了好些天骄。而这一世陆野心无旁骛，认真修炼，因为他已经过去了用战斗来提升自己的阶段。没有了陆野，岳红林却扛起了之前陆野的责任，带头和妖魔鬼怪厮杀。他战斗力恐怖，惊艳无数人，双方不断交战，岳红林的名声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被各方知晓。大战如火如荼，每天都有人在死亡。除了岳红林出名之外，还有一个孤身剑客出名，那便是楚灵。楚灵一人一剑，同样所向披靡，上官幻灵蓄势待发，现在还未曾出名，而是默默积蓄着实力。陆野在全力修行，他曾经远远地看了一眼，便更加确定自己韬光养晦的正确性。现在打得再厉害，其实也不如在万古天骄榜上落下自己的名字，那可是真正的震惊天下的行为。岳红林除了和妖魔大战，就是在关注着凤无邪。凤无邪的提升也是非常明显，原来的凤无邪只不过是一个元丹境，凭借体内的凤凰血脉才可以和破阴境交手，现在也算是正式突破破阴境。不过他知道岳红林的强大，所以压根就不加入妖魔阵型，一直苟着，并且他也不是个傻子。岳红林对他的关注度明显比较高，尤其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凤无邪竟然发现岳红林一直在远处看着自己。当时凤无邪满头的问号，什么情况？岳红林的大名，哪怕是他没有加入妖魔阵营一块和人族交战，他都听过不止1次2次，现在竟然在远处盯着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偶尔发现1次之后，凤无邪就开始变得留心，他发现了第2次、第3次、第4次。若是说1次只是巧合，那岳红林接二连三的在暗处观察，那就不可能是巧合了，不是？为什么啊？凤无邪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突然凤无邪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不可思议可是又能够说得通的可能？难道说岳红林喜欢上了自己？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岳红林现在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所有强者交手，妖魔鬼佛神都好，还未曾尝过一败，更是打杀过不少的天骄。这样的一个绝世女子，和自己才见过几面，怎么可能就喜欢上了自己？而且女子慕强，自己也不强啊，最起码和岳红林相比较起来，那更算不得强。很快凤无邪就遇到了危机，一个妖。凤无邪刚刚准备进入一个石洞，石洞神秘，不知道通往何处，很有可能藏有宝物。结果石洞之中突然出来一人，两人面对面，那人一身白衣，突然眼睛就化为了金色，咦，竟然还有凤凰血脉。那人脸色大喜，我正想找一个坐骑，没想到刚刚有这个想法，
就有如此珍贵的坐骑就送上门来。光明神主佑我神族，凤舞邪脸色一变，身影骤然后退，哈哈哈！用那群和尚的话来说，相见就是有缘，你还是别跑了。曹洪背后猛然张开了一双洁白羽翼，速度飞快，向着凤舞邪冲了过来。属于破阴3层的气息爆发，凤舞邪脸色狂变，他化为真身，一头通体金红的4鸟4凤生灵出现，开启一场追逐战。曹洪速度快得惊人，一道道白色丝线释放，形成大网，向着凤舞邪笼罩而来。凤舞邪全力爆发，火焰冲向大网，妄图将大网烧掉。光明耀世，轰！一道白色的雷霆从天而降，天地间一片炫白。凤舞邪双翼击天，虽然打碎雷霆，浑身还是陷入麻痹。岳红绫身影一动，不过又停了下来，他还是比较清楚的，凤舞邪不可能只有这点手段。果不其然，变故再生，神族曹洪大手即将抓住凤舞邪的脖子之时，凤舞邪整个身体都化为了火焰，火焰无质。曹洪的大手透过火焰抓了个空，火焰呈现拥抱的姿态，一把将曹洪抱住。一股旋风升起，封住火势，火借风威，金红色的火焰化为火旋风，疯狂烧灼着曹洪。滚啊！曹洪怒吼，轰！白色光芒扩散，火焰旋风炸开，漫天都是火焰，骤然凝聚，重新化为火鸟。曹洪浑身焦黑，面容痛苦，他眼中带着愤怒，指着凤舞邪大吼一声：“神境！”刹那间，凤舞邪身上出现了白色锁链，锁链足足有数十条，让凤舞邪完全没有躲避的机会，就已经锁定在他的身上。同时，锁链之上还具备镇压之力。凤舞邪悲鸣，全力挣脱，可是白色锁链断了又连，连了又断，任凭他全力挣扎，也无法挣脱。曹洪走了过去，一拳砸在凤舞邪的脸上，砰！曹洪左右开弓，想要收服一个拥有很高灵智的坐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打得恐惧。只有把恐惧的种子深深地烙印下去，再进行很多次服从性测试，这个坐骑就算是成型了。岳红绫看着这一幕，轻轻摇头。明明刚才战斗之中，凤舞邪还有更大的杀伤手段，却没有用出来，有些废物。无所谓，只要是他强，即便是凤舞邪废物一下，也未尝不可。上一世不就是师兄强，自己弱吗？自己过得还挺开心。他的身影从天而降，冲向曹洪。曹洪猛然抬头，看到岳红绫，脑海升起一个想法：一个美女，不认识，来者不善，可以杀。他的手中出现圣洁的光芒，光芒扭曲凝聚，一掌对着岳红绫拍了过去。无畏印，无畏印并非只是一招，而是一套印法，其中有981种印记，每种印记都有自己独特的效果。随着岳红绫越来越强，他可以使用的印法就越来越多，爆发的实力也同样会变强。轰！巨大轰鸣响起，白色的光团被大印强行震碎，又带着不可抵挡的姿态砸在了曹洪的脸上。砰！曹洪的大脸开花，身体更是在地面之上狠狠滑行几十米，又将一块石头震得粉碎。好硬的脑袋！岳红绫赞叹一声，提着大印又冲了过去。你一个人族，为何要救一个妖族？曹洪大吼，他拿出来一枚大盾，努力承受着岳红绫的一次次轰击。凤舞邪看着岳红绫的背影，眼睛都红了。他来救自己了。果不其然，他喜欢自己，他肯定是喜欢自己，要不然一个人一头妖，他实力还这么强，自己实力这么弱，他不是喜欢自己，他凭什么一直跟着自己？因为我喜欢。岳红绫再一次砸飞曹洪，回答道。曹洪在大口的咳血，他眼神之中出现了畏惧。太强了，这个女人太强了，明明是一记小小的印记，落下来却好像是一座山的轰击。你也是想将她炼化成坐骑对不对？我把她让给你了，咱们无冤无仇，你放我离开。凤舞邪脸上的笑容微微一顿，坐骑是想要把自己当作坐骑。岳红绫轻轻一笑，没有反驳，也没有废话，再次持印砸了过来。你特么的神经病！曹洪怒吼，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毛病。他大口的吐血，内脏都被震碎，再来3印，他的身体就已经被活生生砸爆。解决完曹洪，岳红绫看向凤舞邪，没事吧？凤舞邪脑海之中浮现着坐骑2个字，他也是想要把自己收服为坐骑。没事，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再见。岳红绫准备离开，等一下。凤舞邪叫住了岳红绫。凤舞邪深吸了一口气，他已经感觉到了非常的不对劲，因为现在岳红绫所爆发出来的实力和他的赫赫威名是和之前2人同患难时的实力相违和的，也就是说那时候被追杀是岳红绫故意被追杀，故意遇见他，为什么要救我？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凤舞邪大声问道。不可否认，他现在是喜欢岳红绫的，只有在喜欢的情况下，他才会不停认为岳红绫喜欢自己。岳红绫听到这个问话一顿，他双眼直直地看着凤舞邪，这一刻他看清楚了凤舞邪眼中的期待，他在期待着自己说喜欢他。岳红绫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他确实很喜欢凤舞邪，可是却感觉现在还不是确定关系的时候，曾经的心计没有出现。若是出现了曾经的心计，他倒是可以不顾一切陪着凤舞邪奔赴山海，但是现在呢？因为我觉得你还挺好玩的。岳红绫扔下这句话，身影腾空离开。觉得你还挺好玩的。凤舞邪愣住，这算是什么回答？但是这个好玩，凤舞邪慢慢的回味过来，他眼睛一点点瞪大。好玩，不就是喜欢的前兆吗？她这样一个风华绝代的女子，竟然真的对自己动心了。凤舞邪心脏开始快速的跳动，一张俊俏的脸都开始发红发烫。他捂住自己的胸口，有一股情感在他的胸腔之中孕育。对了，给你一个小东西，有事联系我。
岳红林去而复返，扔给了凤无邪一个海螺一般的法宝，对着海螺说话。我在另外一个海螺可以听到。岳红林扔过来这个东西之后，又要离开。等一下，凤无邪又叫住了他。岳红林，那个，我可以跟着你一起吗？凤无邪问道。这个天骄古战场实在是危险太多了，既然岳红林这么强，自己跟着他多好，哪怕是只使用岳红林不用的一些宝物，就足够他修炼了。岳红林眉头一皱，不行，天骄古战场是来历练的，不是让你坐享其成的。再见。岳红林果断离开。凤无邪，坐享其成，好一个坐享其成！凤无邪咬紧牙关，他一定要好好的修行，让岳红林再见自己之时睁大眼睛。红林，我可以这样换你吗？岳红林没有回答。我此时正在2层空间妖爪寻得一处修炼好地方，潜心修炼。你放心，我不会差你太多的。可恶，妖爪都被蓝鳄一族给占据了，他们允许其他大族的妖族修行，却不让我进入其中修行。没关系，我去秦谷悟道。秦谷又被一群和尚给占据了，这等修炼之地，本来应该天下所有生灵都可以修炼的。红林，你在听吗？今天和一个魔族打了一架，因为一枚魔焰果打赢了，可是魔焰果也烂了。为何这世间没有了凤凰一族？若是有凤凰一族，我也不至于孤苦无依。红林，我可以去投奔你吗？众多势力都把持着各个资源丰富的点，我自己一人实在是无法对抗大势力。岳红林终于回了一句话：不行，你既然没有势力，那便好好观察散修是如何修行的。原来你可以听到，我还以为这法宝坏了。红林，咱们两个可以说说话吗？岳红林很忙，其实上一世岳红林就知道凤无邪有些粘人，是个话痨。他其实挺喜欢这种性格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强势的，这种软软糯糯的性格正好可以和他产生互补。而师兄这个人则是包容与乐观。凤无邪给岳红林的感觉是全新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上一世的自己没有这一世强，上一世凤无邪那种软糯和粘人没有这么明显，这一世很难评。岳红林真的很忙，他现在隐约已经成为了人族这边第一人的趋势，每天都在打架，抢地盘，和魔打，和妖打，和佛打，和鬼打，和神打，打。真正成为人族首领之后，岳红林才知道在这个位置究竟有多忙，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去做。而上一世的陆野呢？上一世的师兄绝对没有现在的自己强，战斗比现在更加惨烈，师兄击杀无数强敌，自己也不断受创，可是自己还是闹着他，让他陪自己去历练，让他救自己，让他帮自己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宝物。面对这些要求，陆野脸上总是带着宠溺的笑容答应，然后去打一场硬仗，拼着重伤把敌人打得畏惧，再来抽出时间去陪自己。原来师兄这么累，岳红林心中有些心疼。其实从治清水珠那件事上，他心中就已经明白，师兄所承受的远远不是像自己所想的那般简单。悠悠一声叹息，好在现在师兄轻松了，路也是真的轻松。他自己占据天灵坛，修炼速度越来越快，天灵坛所有的灵气都向着他汇聚。此时天灵坛已经成为了一片禁地，目前为止有各种各样的生灵闯入其中，若是对陆野动手，那就是一个死字；若是和陆野争抢灵气，陆野则是一个滚字；若是反抗，那还是一个死字。妖魔鬼怪神佛全部都是这样，以至于天灵坛现在再也没有势力敢过去。明明是一个修炼圣地，愣是被陆野给杀成了一座魔窟。随着陆野体内的一阵轰鸣，破音八重天，太恐怖了，修炼就犹如火箭一般，蹭蹭的往上涨。但是陆野一点都不虚，自己的情况自己知道，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走得很稳，脚印很深。若干年后，他若是从顶峰回望，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走过来的每一个脚印。不管，继续修炼，这边岁月静好，那边杀戮如火如荼。岳红林修为也是勇猛精进，他也在弥补自己曾经的缺陷。万古逆道经本身就是斗战无双的法门，需要的就是一路战斗，越挫越勇，勇敢无畏，才能领悟其真谛。上一世岳红林被陆野保护的有些好，以至于后期很难突破，也是陆野下了狠心，把岳红林扔到无比危险的域外之的历练，才算是后期弥补了一些。人族凶猛，岳红林彻底坐上了人族第一人的宝座，声名传至妖魔神佛耳中。不过人族越是凶猛，妖魔等异族的生存环境就越是恶劣，以至于凤无邪这样一个没有势力的散妖就越是难熬。他已经很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控制着自己的语气，可是声音之中还是难免地出现了些许的哀求。红林，我今天受了重伤，不过你不要担心，拥有凤凰血脉，我恢复能力很强。岳红林听了一下，心中出现了那么一点紧张，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般紧张。修行者受伤太正常了。红林，现在妖族这边情况越来越诡异，每头妖现在都变得有些癫狂，我感觉我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红林，我可以去投奔你吗？我现在真的想投奔你，只要跟在你的身边，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对不起，是我太焦躁了，也太孤独了。我已经不止一次听到红林的名字了，红林实在是太强了，我又受重伤了。妖族又和佛门与神族同时起了小范围的冲突，妖族的占据的福地已经开始进一步收缩。岳红林又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这是神族的一位神子，破音5层，更是拥有强大的雷神之血脉。岳红林也是花费了好一番力气才将其斩杀。看着身上的焦黑，岳红林轻轻皱了一下眉头，天丹到底是不如上一世的圣丹强。拿出来法宝海螺。红林，你可以对我说一句话吗？我真的好久都没有听到你说话了。
岳红林也是想到自己最近打得太投入了，确实好久没有去见凤无邪，甚至没有和凤无邪说一句话。他拿起来法宝海螺，让自己的语气尽量变得温柔一些。好好修炼，你有凤凰血脉，只要肯吃苦修行，迟早我们两人可以并肩而行，斗战天下。我相信你。说完这句话，岳红林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闭上眼眸，开始重新修炼。砰！凤无邪的身体被重重的踢飞出去，口中吐出一大口鲜血。小龙王人身龙首，目光森寒暴力的盯着凤无邪。就你这种废物，也有脸说什么岳红林喜欢你？你看看你自己配吗？凤无邪在地面上翻滚，满身鲜血，狼狈至极。一群强大的妖族围着他，虎视眈眈。妖族越发示弱，想要称霸天骄古战场的心思已经渐渐的淡去。于是万灵妖皇的嘱托重新出现在众妖的脑海，收取万灵之血，上交妖皇可获得无上秘法传承。那么凤无邪这个拥有一部分凤凰血脉的妖族，自然也进入了小龙王的视线。抓凤无邪简直不要太简单，随便派去一个小妖王或者是纯血妖族就可以将其抓过来。正准备下死手的时候，这个已经被吓破胆的凤无邪突然大喊着自己认识岳红林，不仅是认识，而且关系极好，这让众多妖族一愣。岳红林这个名字都快让他们的耳朵起茧子了，一个强大到令妖战力的人族女人，结果这样一头全身上下也就是这一身精血可以看的杂血凤凰，竟然说自己认识岳红林。天无知不知道，当初天无追杀我，想要杀我，就是岳红林救了我，是岳红林把天无杀了。凤无邪急忙自证自己认识岳红林的事情，天无也是被岳红林杀的，这个也自用的很好，充分证明了岳红林杀的强大妖族已经不止一头两头了，是他杀的。就这样，凤无邪被带到了小龙王的面前。小龙王听说这件事，当时那一张脸黑的就好像煤炭一样。他和岳红林虽然是敌对关系，可那是因为种族不同，天生对立。而抛开种族之后，他对于岳红林非常欣赏，这是千百年都难得一见的绝强天骄。结果这样一个垃圾说什么岳红林对他有好感的这种话，小龙王第一个不信，并且对凤无邪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殴打。凤无邪感觉自己快要被打死了，他必须自证，必须要自证。于是他拿出来了那法宝海螺。一众妖族等待着凤无邪给岳红林联络，5分钟之内岳红林没有回，他就会遭受一顿毒打。1刻钟之后还是没有回，那凤无邪就得死。眼看着1刻钟就要过去了，凤无邪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因为他知道岳红林真的很少给他回话。行了，时间到了。小龙王拍了拍手，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容。法宝海螺之中没有传出岳红林的声音，说实话让小龙王真的长松了一口气。他就说，岳红林那样的风华绝代之女子，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一个懦夫？若是真的看上这货，小龙王会失望的。他向着凤无邪靠近，要取凤无邪的精血。就在这凤无邪彻底绝望的时候，小龙王甚至已经抬起了自己的龙爪。法宝海螺突然轻轻的震动2下，等一下，凤无邪猛然尖叫了一大嗓子，他给我回了，他给我回信息了。凤无邪在死亡的恐惧之下几近癫狂，大声的咆哮道。小龙王的龙爪顿住，他的眼神变得有些深沉，瞳孔都在变小。若是仔细观察，可以看到那变得细小的瞳孔之中所蕴含的惊人杀意。跪下！小龙王冷漠开口。凤无邪跪在了小龙王的身前，身体在不停的颤抖。听罢，凤无邪开启了法宝海螺里边传来的声音：好好修炼，你有凤凰血脉，只要肯吃苦修行，迟早我们两人可以并肩而行，斗战天下。我相信你。岳红林温柔清冽的声音从法宝海螺之中传来，小龙王顿时身体僵硬，周围一众妖族一个个全部瞪大了双眼，满脸的不敢置信。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在怀疑着妖声，因为他们真的听到过岳红林的声音。岳红林对他们说话是什么样的？杀、怒喝、土崩瓦狗，不限。此地为人族所有，立刻滚蛋，否则杀无赦。冷酷，看我一拳砸死你。而现在声音平和，甚至还有着丝丝缕缕的温柔，说的话更是炸裂。什么叫并肩而行？什么叫斗战天下？什么叫我相信你？卧槽，这他妈真的是岳红林，真的是岳红林，我不骗你们，真的是。小龙王一声怒，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凤无邪的脸上，砰！凤无邪直接横飞了出去，一连撞碎了2棵大树，又是大口的吐出了鲜血，极致的疼痛让他的身体僵硬而又弯曲。你和岳红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小龙王抓住了凤无邪的头发，目光之中满是残忍的问道：好友可做过什么？没有。小龙王又是一巴掌拍在凤无邪的脸上，打得他吐血不止。凤无邪此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活下去。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他有凤凰血脉，他迟早可以成为最顶尖的强者。我可以帮你们。岳红林是我们妖族的大敌，只要你们不杀我，我可以帮你们把他约出来。这是凤无邪主动开的口，他心中已经产生了仇恨。若非是自己求了几次，想要跟着岳红林，他都没有同意。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种下场？都怪岳红林，都怪他。小龙王身影一顿，他抬头看向了一个个强大的妖族，所有的妖族都愣住，随后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狞笑。好主意，真是一个天大的好主意。小龙王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岳红林，你就看上了这样的一个货色？哈哈，这样的一个女子竟然会眼瞎到这种地步。小龙王笑得很夸张，笑得浑身都在颤抖，眼泪都笑出来了。下一秒，他的神色无比冷酷，立刻联系魔族、鬼族、神族、灵族，不要联系秃驴，告诉他们，对于人族的狩猎要开始了。是。小龙王抬头看向天空，
一滴滴雨水透过云层，哗啦哗啦的开始滴落。轰！一道惊雷划破天空，陆野猛然睁开了双眼。下雨了。记得前世也是这场雨，在这大雨之中，自己的第一条命死在了无数敌人的围攻之中。这一世该是轮到岳红玲了。下雨了。岳红玲被这一道雷声猛然惊醒，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好，战斗的太过投入，竟然忘记了凤无邪近些时日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现在人族连战连胜，而异族都被逼到了极致，狗急上能跳墙，穷寇莫追。看来是时候要缓一下对异族的战斗了。人族这边可以消化一下近些时日所获得的宝物，那自己先陪着凤无邪把这个劫难度过。师兄啊师兄，你当初告诉我这是一个陷阱，而此生我直接杜绝这件事的发生。岳红玲立刻叫过来洛渊和风龙象。岳仙子，我们接下来和谁打？风龙象身高足有8尺，体格健壮，犹如一个小巨人一般。他是劫宗之人，劫宗是诸多大势力之中唯一一个修炼断体功法的宗门，而且他们的功法非常有意思。修炼劫宗功法是先变大，第一次变大犹如小巨人，再变小，变小至少年，再变大如小山，再变小如稚童，再变大如巨山，再变小如婴儿，循环往复。每一次循环都可以让肉身强度提高不止一个等级。看风龙象的眼神就知道他对岳红玲无比敬佩。洛渊盯着岳红玲，眼眸之中带着些许的认可。对于美的认可，我要出去一段时间，接下来你们2个负责人族事宜，不要再进攻了，防守即可，好好消化一下人族所得。岳红玲说道。现在势头正猛，不打了？风龙象诧异问道。不打了，先将天才地宝消化，化为自身的实力，那才是真正获得了天才地宝。一味的进攻而不提升实力，一个差错便是一无所有。岳红玲说道。行吧，那你要去哪？要不然让上官无常那个家伙管理，我可以陪你一块去闯荡。风龙象沉声说道。上官无常心思太杂。飞雷山位于天骄古战场第3层，此地山势险要，常有雷霆降临山顶，在大山中心形成了一处深渊，山体多晶石，有雷霆降落其中，整座山峰都有雷光缠绕，引发金光，有飞雷洗金山之美称。岳红玲在前往飞雷山之时，也想到了上一世凤无邪被妖族追杀，妖族欲要采凤凰之血，炼就万灵血供万灵妖皇食用。凤无邪向自己求援，求援的地方是在寂静岭，自己当时立刻就要前往，但是师兄不允许，称那是一个陷阱，是一个阴谋，目的就是抓住岳红玲，再来把陆野引过去击杀。他强行要去，压根就不相信陆野的话，不顾一切，甚至以自伤方式让师兄让行。师兄心如铁石。岳红玲不止一次在想，师兄定然是醋性大发，又或者是他就是想要凤无邪去死，他无法容忍自己这个师妹喜欢上别的男人。没成想他的自伤完全打动不了陆野的心神，甚至还被师兄当场打晕囚禁。后面发生的事情自己就不知道了。他醒来的时候浑身虚弱，被师兄下了毒，不能动弹，没有人管他。那一刻岳红玲内心煎熬到了极致，他恨极了陆野。然后房门打开，陆野站在逆光处，让他无法看真切。他扔过来染血的法宝海螺，冷漠地告知凤无邪死了，尸骨无存。那一刻岳红玲几近癫狂，可是迷药却让他无法动弹，甚至连发狂都做不到，只能不停地流泪。当时陆野站在光之中，似乎想要说很多的话，可是看着他近乎呆滞，不停流淌的泪水，所有的话最后都化为了3个字：对不起。陆野说出来这3个字，转身离开。这3个字是囚禁他的歉意，过往种种浮现在眼前。岳红玲心中有些失落，现在他倒是可以拥有凤无邪了，可是却失去了师兄。为何这世间就没有两全之法？师兄就可以拥有8个女人，难道自己就不能拥有2个？岳红玲猛然惊醒，自己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师兄那性格，当自己和凤无邪确定关系的一瞬间，哪怕连手都没有拉过，怕是都不会再给他一个正。算了，不想那么多了。叮叮叮，陆野的脑海系统叮铃咣当的声音，就好像是在敲锣打鼓一般。陆野无奈地睁开了双眼，怎么了？叮，看热闹，有些不太想看。叮，你这才破阴境，往后还有100年、1000年、万年让你修炼的，这样的热闹可难得一见。快看，系统从天道重新变成了系统，成为天道期间无欲无求，可算是把他给憋坏了，以至于现在那叫吃瓜一个积极。你想看你就自己看呗，我还要修炼。叮，那怎么能行？你在家看球赛的时候喜欢自己一个人看？对啊，叮，快跟着一起看，我不管。陆野被闹得有些没有办法，这狗系统迟早还要把你变成天道。一层光幕在陆野面前徐徐展开，叮，还没有聚在一起，我分2个画面。陆野哭笑不得，这厮竟然还知道分镜头。于是白色的光幕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锁定了岳红玲，一部分锁定在飞雷山。岳红玲正在往飞雷山赶，飞雷山妖魔鬼怪正在忙碌地布置阵法。陆野看着这一幕，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有些想笑。为什么？因为这一出就好似一场黑色幽默情景剧。他以为自己是在奔赴爱情，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奔赴死亡。爱情等于死亡，阵法都改变了，原来是八荒锁杀阵外加血磨练天阵。这次这是神霄引雷阵和八荒锁杀阵。也对，上次寂静岭可没有飞雷山那么好的先天条件，还具备天魔幻阵。陆野明白了，因为上一世岳红玲的实力并不强，所以只要岳红玲现身就可以将其抓住，而只要抓住岳红玲，
哪怕前往是刀山火海，陆野也要冲。是的，上一世因为陆野为人族天骄第一人，拿凤无邪调岳红绫，真正目的就是陆野。而这一世没有陆野，岳红绫成为了人族天骄第一人，本人实力强大至极。若是明晃晃的大阵在那摆着，凤无邪万一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般重要，那便是功亏一篑了。用天魔幻阵进行遮掩，正好陆野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是全能型人才，炼丹、炼器、制服、阵法他都会。但是岳红绫可是战斗型人才，陷入阵法的岳红绫怎么逃？岳红绫飞行的速度不快，看他的面容似乎一直在想着什么。陆野闲着也是闲着，干脆活动了一下筋骨，一套天尊拳打得虎虎生风。当然只是有形无质，真正的天尊拳他能用出来1/1的威势就不得了了，甚至打死杨无法的时候用出来的力量非常之少。叮叮叮，快了快了，宿主快看！陆野回到光幕之前，岳红绫此时已经看到了飞雷山。此时飞雷山雾气弥漫，天空盖着乌云，绵绵小雨还在不停落下。凤无邪怎么跑到这地方来了？这下雨天飞雷洗金山出现的可能性更大。但是考虑到魔族妖族什么的都比较讨厌天雷，甚至不太喜欢听雷声，凤无邪藏在这里相对安全，他便觉得比较靠谱了。人呢？岳红绫看着四周，并未曾发现凤无邪的身影，拿出法宝海螺开始联系，一边联系一边登临飞雷山。这也是一处宝地，它其中一记无畏印便是天雷印。生灵若是直面天雷，能无惧无畏，那才能够成为至强者，越来越往上。突然岳红绫的脚步止住，一股淡淡的危机从他的心头弥漫，他脸色一变，刹那间便要后退。给我进去！一声滔天怒吼，巨人般的身影一个模糊出现在岳红绫的下方，手中抱着那比岳红绫还要大的紫金铜柱，凶狠向着岳红绫砸了过去。这一击可以看到这巨人爆发出最恐怖的力量，他的周身都在崩血。岳红绫脸色骤变，轰！巨大轰鸣声响彻整个飞雷山，比雷霆声音还在响。岳红